这个世界的强大雌性全都活不到18岁，因为他们都会在成人这天匹配哨兵，精神力越强大，配发的哨兵就越威猛。然而这些实力强劲的哨兵无不心高气傲，怎么可能甘心被一个女子支配？所以他们会在绑定前残忍杀掉自己的向导，而后找来上百位雌性安抚自己的易感期。可眼前这个被家族抛弃的废雌，竟觉醒了史无前例的 SSS 级精神力，并成功配发到排名前4的无敌哨兵。大佬们得讯后无不面色阴沉，都想杀掉这个名义上的主人。然而就在女孩战战兢兢时，排名第1的哨兵竟率先赶来俯首称臣。身为军校首席的他，不但系上围裙为女孩做饭，甚至红着脸主动为主人换洗贴身衣物。就在刚刚，瑶瑶来到检测处，听说今天就可以分派到住所了，但检测官李笑笑却露出一丝鄙夷。住所这样的福利是 S 级精神力的向导才能拥有的特权，他可不觉得这个来自贫民窟的女孩有什么特别。然而接下来的结果却让他大惊失色，只见检测值不断汹涌上涨，直到面板一满时才停了下来。精神力检测结果 SSS 分配哨兵上官恒、秦墨萧、程立、白卫青，分配住所别区001栋别墅。紧接着一抹金光一闪而逝，一只浑身长满金色羽毛的飞鸟冲出虚空，嘹亮叫着落到了瑶瑶的检测舱上，一双眸子极具压迫性的看向李笑笑。李笑笑立马惊醒，原本趴在他肩膀上的水貂更是一溜烟儿的钻到了他的衣服里不敢出来。李笑笑嫉妒的看向躺在检测舱内的瑶瑶，这女孩到底是什么人，竟能和他的男神军校首席长官上官恒绑定？那可是从出生起就有精神动物半生的最强哨兵啊！可就是这样一个让每个向导都生出不可说意想的男神，竟被一个贫民窟的家伙给绑定了，他气得双目通红，这个孤儿命怎么这么好？然而下一刻，一道威慑力强到让人脸皮发麻的视线射来，浑身金色羽毛的飞鸟直勾勾地盯着他，虽没有散发任何威压，可却让李笑笑清晰地感知到了一个信息：如果他再用这样的眼神看他的主人，他会立时把他的喉咙咬断。李笑笑打了个哆嗦，随后按下播音按钮：“这位小姐，你可以起来了。”然而瑶瑶刚出舱门，便见一只大鸟化为拳头大小落在他肩膀上，并亲昵撒娇地用脑袋蹭他的脸颊。瑶瑶明白这是他的精神动物，这么软萌活泼，就叫你求求怎么样？金色小鸟开心地扑棱着翅膀，只要是主人给取的，不管是什么他都喜欢。直到瑶瑶带着小鸟去往那座千年无人入主的别墅后，李笑笑一双眼睛恨红了，再也忍不住妒意地冲他离去的背影吼着：“你别得意，你以为分配了4个最强哨兵，你就真的能够和他们绑定了？告诉你，在你没有和他们绑定前，他们就会联手杀了你。”瑶瑶自然知道这条规定，向导和哨兵没有在绑定战正式绑定前，哨兵可以通过击杀向导来解脱终端的分配，但他却对此期待无比，想和那4个最强哨兵来一场生死厮杀。前世他凭借空间异能在末世披靡纵横，如今再活一世，空间异能竟依旧在自己身上战斗，可是他骨子里的热爱。与此同时，城中心的终端大屏上，排名前4的哨兵信息竟都在今天发生了变化，末尾都亮起一个带绑定字样。而另一边向导排名的屏幕上，第1名赫然换了人，柳瑶瑶 SSS 级特级指挥官。人群霎时间沸腾了起来，这个人是谁？莫不是基由大亨柳家的女儿？不可能，柳家一共只有5个女儿，4个女儿都已经做了指挥官，剩下的1个女儿成年前一天从楼梯上摔下去嘎嘣了，丧礼都过去几天了。就在这时，一个人突然大喊：“我查到了，他竟是外城贫民窟的一个平民。”立时便有人嗤笑道：“就算拥有 SSS 级的精神力又有什么用？他肯定什么军事都没有学过，怎么带领我们的4个最强哨兵去和会作战？”旁边立马有人附和，他们不止一次地对外界说不愿和任何一个向导绑定，也受不了被向导压制的感觉，他们一定会联手杀了他。此时顶级军校的顶层办公室内，上官恒端坐在柔软的真皮椅子上，正冷着脸看向自己身份卡上的任务，请于今晚20点前到达01栋别墅，与终端所分配的向导集合，并前往中心城绑定站与向导完成绑定。下一刻，手中的身份卡被捏成齑粉，上官恒神色意味不明。最大的情报组织会议室内，秦墨笑嫣红的唇勾了起来：“如果你胆敢来纠缠我，我不介意杀了你。”另一边的地下黑场内，程立捏碎了手中的红酒杯，台下3万个观众包围着的擂台上，2个哨兵拼死攻击着对方，只是为了赢得他所设下的奖励。程立看着这个独属于他的地下王国，发出了凶恶的叫声：“我一路从外城的贫民窟爬到城中心，可不是为了让向导绑定的。”与此同时，3大家族之一的白家庭院内的白卫青五官温雅，向导排名第2的白双儿轻启朱唇：“哥哥，你要与这个向导绑定吗？”他眼眸轻垂，藏着自己的心思：“这不关你的事。”白卫青起身离开，实则心里早已做出了决定。他从医行医这些年来，还从未想过绑定任何一个向导。然而所有人都想不到，此刻的去01号别墅内，已经有一个 SSS 级哨兵在内恭候主人的到来了。瑶瑶刚打开门，便听到一个冷清磁性的声音：“你回来了。”只见一个俊美的高大男子立于室内，强劲有力的腰肢系着的却是围裙的丝带，这顿时让瑶瑶口水直流。你是我的哨兵吗？上官恒点点头，性感冰冷的薄唇轻启：“快来吃饭，吃完饭去绑定。”冰山美男的温柔让瑶瑶差点呼吸不过来。听说你们这些被强行分配给向导的最强哨兵，见到向导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杀了他。然而上官恒却敛了敛眸，看到身份卡上的任务时，我想的第一件事是该买什么样的围裙。瑶瑶顿时尴尬住了，真是谣言害死人。他期待的战斗没有来，反而来了一个如此英俊的家庭主妇。接着便见上官恒黑眸微动，不过其他的3个哨兵倒是不一定。瑶瑶闻言眼睛顿时亮了：“真的吗？真的吗？”这让上官恒沉默下来，看着这个长相稚嫩的少女有些意外，他的向导好像不但不怕，反而十分期待与渴望。2个小时后的终端大厅人员稀少，有些甚至已经打起了哈欠。然而瑶瑶与上官恒的出现却像是投放在内的一个炸弹，瞬间引爆了所有人的情绪。那是我的男神上官恒，他是来绑定的吗？他为什么会来绑定？此刻2人并
肩而来。瑶瑶虽穿着简单的黑色运动服，却也丝毫不逊色于身侧穿着冷厉黑色制服的上官恒。二人站在一起倒是般配。瑶瑶来到一个工作人员面前，请问如何绑定？然而面前的王双双却无论如何也不愿把视线从上官恒的脸上挪开，勉强回答他，只要出示向导和哨兵的身份卡，就可以完成绑定。说着，他在上官恒身前咽了咽口水。那个，你要是被绑架了就眨眨眼。岂料下一刻，上官恒黝黑的冷眸看向他，无端的寒气从王双双的脚底直冲大脑，他的面色瞬间变得惨白。抱歉，我刚刚走神了。而后熟悉的接过身份卡操作起来。柳瑶瑶，上官恒已完成绑定。随着机械音响起，哨兵排行榜上上官恒的信息变为已绑定。整个世界都沸腾了。暗组织办公楼顶层，邢墨霄一张英俊默契的脸勾出危险的笑容，磁性好听的声音伴随着对上官恒3个字的谴责：背叛者。谁不知道，若为绑定哨兵要杀了向导重获自由，必须连带着与向导绑定的哨兵一起杀掉，而被绑定的哨兵则必须力保哨兵，否则向导死，完成绑定的哨兵同样也得死。地下黑场内，程立恨不得将手中的身份卡给捏个粉碎。上官恒，从今天开始，你便是我程立最大的敌人。而白家的别墅内，白卫青一口气将口中的茶给喷了出来。什么情况？上官恒怎么可能如此冒失？而另一边的别墅内，瑶瑶还来不及坐下，便听到上官恒不容置疑的清冷嗓音：把衣服脱了，明天一早就要出任务，得提前洗好，等回来的路上再购置新衣。哦对了，先把你的胸衣和内裤脱下来给我，这2件贴身衣物需要最先洗好晾干。说着，上官恒已经把他的灰色蕾丝花边围裙穿上。饶是瑶瑶这么一个身经百战特种兵女王，都被上官恒说的有些不好意思。那个，其实我可以自己。然而话还没说完便被打断，脱下来给我。上官恒冷峻的五官透着不容置喙的严肃，好像瑶瑶说的话不是简单的诉求，而是剥夺了他照顾他的权利。瑶瑶不敢再争辩，救命啊，还不如是想要杀了他呢。执着于为他洗衣做饭的哨兵，他实在是不知道如何应对啊。瑶瑶逃也似的回到卧室，然而门口的上官恒声音还在回荡：脱完后记得用被子把自己的身体裹好，不要着凉。说完便在门口静静等着，并不认为自己的行为有什么不妥。他等着终端为他分配向导已经有好几年了，他很庆幸终端分配给他的向导是他。念及此，上官恒薄唇不经意的扬起。就在这时，门打开一条小缝，一只手臂将衣服递了出来。上官恒接过衣服的刹那，不经意的看到了门后的一抹景色，他的耳朵蹭的红起，如磐石般稳固的心一时间慌乱了起来。他接过衣服转身离去，拼命压制着自己情感，冷着脸为瑶瑶洗着内裤。卧室内的瑶瑶捂着被子，面红耳赤，心跳个不停。这种感觉与战斗时的兴奋和刺激完全不同，还是第一次体验呢。另一边的上官恒则是思索起明天的任务。一般对付 SS 级别的会时，必须有一个哨兵贴身保护着向导才可以。可眼下其他3个哨兵迟迟不来完成绑定，明日的作战必定不会简单。阿瑶出身贫民窟，一人靠捡垃圾长大，对于军事指挥方面只怕了解不多。他此前带领全校4副官52哨兵与10支 S 级会作战半个月，但他的副官和哨兵们也被折腾得精疲力尽。可明日却要只身对战 SS 级的会，想到这他眼中厉光乍现。不管如何，明日他一定会保护好阿瑶。另一边的暗组织办公楼内，明日就要去密林鬼窟挑战 SS 级会了，希望这一次能让我感到一些压力。秦墨霄唇角上勾，话语里唯有疯子对作战的兴奋，丝毫不知他明日便会遇到那个分配给他的向导。次日的鬼窟林内，上官恒护在瑶瑶身侧，警惕打量着周围。下一刻，汹涌的巨响响起，瑶瑶第一次看到了这个世界上的会究竟长得什么样子。只见他通体血红宛若没有皮肤，嘴巴更是像被人用火把硬生生烙出一个洞一样，看起来让人头皮发麻。上官恒面色稍微有些难看，是 S 级的会伍，他虽身为 SSS 级的哨兵，但会不是轻易可战胜的东西。偏偏今天还是他极易被会污染的3月一次的精神狂乱期，可他还需要保护毫无作战经验和指挥经验的阿瑶。然而下一秒，上官恒只觉得面颊处有一阵风滚过，面前便出现了瑶瑶与 S 级会作战的荒唐画面，这让他彻底呆住了。冰寒的面色平生第一次出现了震惊的表情，因为瑶瑶的出手速度太快了，让人完全无法想象这样的力量和速度会出现在一个只会指挥的向导上，甚至于他脸上的表情是常人难以理解的，他从未在任何一个向导或是哨兵脸上见到过的兴奋。砰砰砰，瑶瑶双拳出力，恶狠狠地暴打着 S 级会。S 级会恼火地挥动着自己的四肢，身上弥漫出污染精神的黑色瘴气。瑶瑶赶忙避开，而后看向上官恒，这玩意儿该怎么杀？上官恒这才回神，手中也已然出现了一柄闪烁着蓝光的长剑。我来保护你。瑶瑶有这样的自保能力，他也可以放心拼杀了，只希望狂乱期来的再晚一些，让他不会被会污染的过于严重。瑶瑶观察起上官恒手中的武器，看样子就是把哨兵的精神力通过道具释放出来，这让瑶瑶眸子转动，自己的空间内还有不少飞机枪炮，岂不是可以用子弹的形式将精神力发射出去？瑶瑶迫不及待就要掏出武器实验，然而手枪还未取出，一只新的会便从树林中窜出，吃了它，只要吃了它，他就能够升级成为 SSS 级的会。他快速甩动着手臂，抓着瑶瑶朝密林深处奔跑。正在战斗的上官恒顿时心乱如麻，他大意了，瑶瑶即便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又怎么可能抵挡得住 SS 级会的速度？他加速了常见的精神力注入，却因为狂躁期的原因，被 S 级会彻底污染，陷入了癫狂。若在12小时内无法解决掉他的癫狂，他就会彻底以这样的状态活下去。然而他不知道的是，瑶瑶居然是故意让会捉走的，毕竟空间内的东西太多，若不找个无人的地方，又怎么好每一样都实验一遍呢？只听砰的一声，一粒圆形的蓝光
光子弹从瑶瑶手中的手枪射出，直直的射入了 SS 集会的身体内。SS 会凄惨一叫，顿时松开了抓瑶瑶的大手。既然这样的话，下一刻瑶瑶手中出现一把机关枪，试试这个如何？一连10发子弹通通击入了 SS 集会的体内。SS 集会顿时惨叫声阵阵，动静瞬间吸引到了距离这里不远处的一支队伍，由秦墨霄带头的4人小队。这声音听起来至少是 S 级的会，其中一人警惕无比，看起来倒像是单方面的虐杀了。下一刻为首的秦墨霄动了，不一会功夫就到了瑶瑶附近。他窥探着被 SS 集会遮挡住身影的人，竭力想知道这个把 SS 集会像玩具一样打的哨兵是谁？难道是那个传说中地下黑场的老大？成立，秦墨霄猜测，毕竟除了他以外，只有2个家伙有这能力了。白卫青一整天装的温润如玉，实则就是一个洁癖到骨子里的狐狸，根本不可能来这种地方。至于上官恒，他的脸上浮现轻蔑，已经变成一个向导的狗的上官恒，又怎么可能会独身一人来鬼哭林？只怕如今正像一条狗一样跪趴在那个向导的脚边讨食吃吧。猜测间，被会遮挡住身形的瑶瑶终于出现，她面上是张扬恣意的笑容，手上拿着星际从未见过的冷兵器，这让秦墨霄霎时间愣住了，竟然是一个向导。他望着玩弄 SS 集会的瑶瑶，心口被他的一举一动惹得痒痒的。如果是这样的人能成为我的向导，我倒是也不介意。只是他蓦然翻唇笑着，他似乎把 SS 集的会想得太简单了。话落 SS 集会恼火地瞪大了眼睛，周身瘴气霎瞬间浓厚了10倍，每一股瘴气都凝成了尖锐的利剑，直直朝瑶瑶的精神刺去。初次被刺中的瑶瑶还未察觉到什么，可当他在抬手发现自己双手变得异常沉重时，才反应过来不对，不好，他小看这个世界上的会了。瑶瑶快速做出判断，他现在只能够依靠激怒他，被他打中甩出他的攻击范围，否则会被他持续的精神攻击导致昏迷。他抬手想再次送出1发子弹，腰肢却被人给轻轻松松的握起，轻而易举的把他带离了 SS 集会的周身。想法不错嘛，秦墨霄低低的笑着，只可惜你对 SS 集的会了解的太少了。秦墨霄没有放开瑶瑶的腰肢，而是本能的感觉到她身上有一股极其吸引他的力量。他伸出了另一只手，暧昧的摩挲着她苍白的小脸，告诉我，你有没有绑定哨兵？周身没有哨兵保护的瑶瑶，让秦墨霄下意识的认为他是孤身一人的向导。秦墨霄鼻子对准瑶瑶的鼻子，呼吸与她缠绕在一起，极为享受的与瑶瑶亲密接触着。你很合我的胃口。下一秒，他张开嘴巴，在精神恍惚的瑶瑶脖子上狠狠咬下，但瑶瑶却根本反抗不了，只得无力的闷哼一声，哈哈哈。秦墨霄没有离开他的脖颈，反而细细舔舐着，笑声阵阵。就在这时，一阵嘹亮的叫声出现，是瑶瑶的精神动物，一只通体金黄色羽毛的飞鸟。球球身形迅速放大，金黄色的瞳人直直盯着拥抱着瑶瑶的秦墨霄，做出随时进攻的姿态。秦墨霄笑声更甚了，你的精神动物倒是和我的也极为相配。不过，秦墨霄看向远处朝着他们奔来的 SS 集会，为了不让我亲爱的受伤，我又怎么能够把你置身在危险之地呢？他刚将彻底昏迷的瑶瑶放在树下，球球就已经挡在了他与瑶瑶的面前。秦墨霄有些无奈，看来只能快速解决掉这只 SS 集会，才能和你再见了。有了球球的出现，秦墨霄倒也不担心了。精神动物代表主人的状态，球球没出现被污染的现象，足以说明瑶瑶只是暂时昏迷而已。下一刻，秦墨霄转身参与进战斗，而此地不远的密林内，一匹通体雪白的雪狮此刻周身却萦绕着黑气，他正拽着上官恒的衣服朝感应的方位走去，一双富有王霸之气的双瞳内隐隐出现狂乱的情绪，这正是上官恒自出生起便显形的精神动物月。就在这时，球球发出欢快的鸣叫，因为二兽的主人为精神绑定，他们先天性对彼此感到亲密。后月发出一声长啸，赶忙过来，歪歪斜斜完全不知眼前是什么的上官恒，只是感知到了那股让他拥有强烈的向往感的存在，就下意识地收敛了自己所有的力气，本能的不想要他周身的阴力吓到瑶瑶。他缓缓地蹲了下来，抱住瑶瑶，闭眸缓解着自己周身的癫狂。阿瑶，阿瑶，他低低地唤着，狂乱的精神一点点地被抚平，彻底昏沉地睡了下去。等上官恒再次醒来时，才发现自己躺倒在瑶瑶的怀中。他不知何时在瑶瑶的怀中平安地度过了他被会污染的癫狂期，更度过了自己3个月一次的狂乱期，这让上官恒讶异无比。向导要抚平哨兵的精神，必须要在清醒状态下一点点用精神力抚慰，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只是在向导的怀中入睡就可以消除掉哨兵一切精神层面的不平静。就在这时，他才看到瑶瑶发白的面色，上官恒一下慌了神。阿瑶，阿瑶，骨节分明的手掌轻轻捧起瑶瑶苍白精致的小脸，冷漠清寒的眸中唯有对瑶瑶的在乎。清澈磁性的声音在耳畔响起，瑶瑶有些不舒服的蹙了蹙眉，然而这微微的蹙眉却像是扎在了上官恒的心上，他这才想起可以用平复好的精神力去查探瑶瑶的情况。等到检查完毕，上官恒才彻底放下心来，还好只是短暂昏迷了。他心疼不已地抚过瑶瑶额前的碎发，然而下一刻，幽深的黑眸却看到了那个印在瑶瑶脖颈上无比显眼的牙印，他的呼吸骤然停滞，嫉妒与在意无法控制的倾天泻出，手背上一跳一跳的青筋显眼无比，周身的戾气比3月一次的狂乱癫狂期还要恐怖上10倍。最终他将头低着，艰难地咽下胸腔处翻滚的妒意，恢复镇定地将瑶瑶轻柔的拦腰抱起，几乎是害怕把她碰碎了的小心着。他要带阿瑶回家，找人来为她治疗。至于阿瑶脖子上的印记，她的面容浮现从未有过的冰寒，要是让他知道是哪条狗咬了阿瑶，他不介意把她剁碎了。上官恒和瑶瑶的身影很快消失在鬼窟林中，而另一边的 SS 集会也被成功击杀。哈哈哈哈，首领就是首领，这么快就带着我们把一支 SS 集会击杀了。其中一个成员哈哈大笑，末尾的弟兄们又可以提升精神等级了。秦墨霄闻言歪唇一笑，手中的橙色星河闪烁着耀眼的光芒。不，这枚星河不是我们打下的，早在我们和他战斗之前，就已经有人把他折腾的受不了了。成员面色惊讶，难道还真的有其他厉害的组织出现？呵呵，秦墨霄舔了舔牙齿，笑容邪气，不是组织更
更不是哨兵，而是一个向导。什么？3个人齐齐大惊，一个向导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秦墨萧神色间是闲庭信步的悠闲，看来我要尽快杀了那个拖累我的、被终端强行分配给我的向导了，否则我又怎么能够和亲爱的绑定，让他一生只属于我一个人呢？念及此，他急速地朝着安置瑶瑶的树下奔走。然而等待着他的只有一场空。另一边的H001栋别墅前，上官恒刚抵达，就看到了门口站着一个不速之客。白卫青神情散漫地等着，他来这儿不是为了和瑶瑶绑定，而只是想要来看一看上官恒和瑶瑶绑定的真正原因。至于瑶瑶，呵呵，他的眼中根本就没有他。你来做什么？上官恒话语里的敌意异常明显，他知道与向导绑定的哨兵绝对不可能只有一个，但自从看到那个狗牙印后，他心中不知何时升腾起无法抑制的占有欲。此时白卫青笑眯眯地打探情况，看你一整天没出现在军校，我干脆就来这儿等你了。察觉到对方并不在乎瑶瑶，上官恒的手这才松了松。你怀中的就是那个向导吧？白卫青啧声，真弱啊，一个小小的任务就不省人事了。不过看起来你狂乱期倒是平安度过了。上官恒因为自出生起就拥有最强的精神力，3个月一次的狂乱期对于他而言就是一场毁天灭地的灾难。好在白卫青有着研制疗愈药水的本事，3个月的精神狂乱期他一直是靠他的药水在3天的折磨中度过，但这一次看来是异常轻松的便度过了狂乱期啊。白卫青眯眸笑着，你和他绑定是为了利用他帮你度过狂乱期吧？上官恒闻言顿了顿，他从一开始就没想过要利用终端分配给他的向导，在他的认知里，向导就是他需要去照顾呵护的存在。但是现在他改变了，他对阿瑶不仅仅有着照顾呵护的心，还有那浓郁的要溢出来的占有欲。我是要利用他。上官恒毫不脸红的撒谎，并不希望白卫青继续留在这儿。果然如此，白卫青的眼中闪过得意，他唇角弯弯，笑容肆意。我有办法让你在短时间内断开和他之间的精神绑定，只要在这期间杀了他，我们就能够彻底解脱。而且这个新型药剂比起之前，能进一步安抚你的精神。说着，白卫青拿出一支淡绿色的药剂，现在正好是一个机会。闻言，上官恒眼中神色陡然变化，他与白卫青来往次数不少，彼此间也生出了些许兄弟情。若是别人的话，他此时定要杀了对方。谁知白卫青把上官恒的不作声当做了默认，手中的药剂直直朝瑶瑶的脖子上扎去。啪的一声，上官恒一拳头打中了白卫青的手腕，白卫青手腕直接骨裂，手中药剂更是摔在了地上。他眼中全是不可置信。上官恒，你故意打碎我的药剂，就是为了保护他，保护一个只是为你疗愈了一次就昏迷的向导。上官恒面上的表情冰寒一片，我不仅仅是为了保护阿瑶，也因为我不愿意和他断开精神绑定，哪怕一刻。闻言，白卫青都气笑了，你就为了一个他，要和前4中的3个哨兵为敌？但上官恒却不愿意多说，因为他直觉地相信，如果他们也与阿瑶相处一段时间，必定也会和他一样，不知不觉地陷进对他的感情之中。他根本不愿意与他人分享向导，更不用说此刻上官恒极度地想着瑶瑶脖梗上那个碍眼的牙印是其他更为亲密的举动。谁知白卫青被他冷漠的样子惹怒，既然这是你的选择，那你就不用怪我和其他2个哨兵联手杀了你和他。说罢便头也不回地离去，背影中都是怒气。半晌后，一名及向导医生为瑶瑶诊治过了身体，只是他的面色有些尴尬。上官长官，您的向导并没有生什么大病，只是为了疗愈您耗费了太多的精神力，这才陷入长久的昏迷。只要您那个……刘源尴尬地看了眼床上的瑶瑶，这让他怎么好意思对上官长官说接下来的话。上官恒见他面色为难，顿时急了起来。可是药物难寻，不是。刘源难以启齿地说出了后面的话。向导若要恢复精神力很简单，只需要与绑定的哨兵来几场亲密无间的接触关系，越多越好。闻言，上官恒喉结上下滚动。我知道了，费用一会儿打到你的身份卡上，你可以走了。医生离开后，暧昧的火焰让室内升温。上官恒手指温柔地抚过他耳边的碎发，看到了被他用窗口贴遮住的不知是谁的咬痕，他的眸子更加深谙了几分，眼睛不受控地望向了他极为好看的唇上。阿瑶，快些好起来！上官恒心疼地低声说着，他只愿阿瑶能够快些好起来，并不愿趁着阿瑶陷入昏迷，用着帮助他快速恢复精神力的借口，去蛮横地对阿瑶做冲散他心底嫉妒的事。另一边回到家里的白卫青脸色难看，他的怒火未消减掉丝毫。然而踏入别墅后，却看到了他最不想看到的一幕，白双儿正坐在布满精美佳肴的餐桌前等他。哥哥，你回来了。白卫青的面色瞬间难看了起来，你不在你的必区别墅内待着，在这做什么？那张温润如玉的面颊对白双儿没有丝毫的好感。白双儿是他的妹妹，名义上的白家千金，但实际上她是爸妈在他5岁时领养回来的，比他小了2岁的女儿。因为他们家需要一个向导来作为应对外界看法的门面，可他的这个妹妹不知何时变了，不是再像小时候一样温柔淡雅，反而只有偏执。他无意中窥见了他的真面目，在他满18岁被终端分配哨兵的那一日，他发现了他对爸妈下毒，差点残害了他们。他质问他，他却只是癫狂的笑，并对他诉说着那近乎偏执的爱意。哥哥，我杀妈爸是为了你啊，他们是挡了我们在一起的阻碍，只有杀了他们，我才能和你在一起。只要我们可以在一起，我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自那天起，他对他彻底没了兄妹之情，找着借口让妈爸去度假山庄养老，把这件事情瞒了下来。之后，白双儿像是没事人一样，规规矩矩地绑定了终端分配给他的3个哨兵，去到了终端分配给他的必区别墅内居住。只是他低估了他疯狂的程度，他以为他绑定了哨兵后会中规中矩地生活着，可他却不仅3天2头的来白家别墅内，像是从未和哨兵绑定过，依旧只是他的妹妹。但他知道这只是他癫狂之外的假象。此时白双儿撅起小嘴，哥哥，饭菜都快凉了，你快来吃啊！白卫青气的双手握紧成拳，他
不能够戳破他的真面目，因为这样不仅会让妈爸气死，更会让白家蒙羞。他转身离开，为何白双儿再说一句？下一刻，白双儿矜持的面容凝上了可怖的疯狂。为了能和哥哥绑定，他不但拼了命的提升自己的精神等级，甚至连最爱的爸爸妈妈也要杀掉。但是哥哥不仅看不到他的心意，还如此冷淡的对他。今天哥哥一整天不在，他问询了一番，竟然是去寻终端分配给他的向导了。白双儿恨得身体打颤，不管是谁都不能够阻拦他和哥哥在一起。瑶瑶这个贫民窟来的贱骨头，一定要除掉他。另一边还在昏睡中的瑶瑶，迷迷糊糊闻到了香气，她几乎是拼了命的睁开了眼睛，哪成想刚醒来就发现自己虚弱的不得了。看来是我太高看自己了，没有系统性去了解这个世界的会就直接动手。他丝毫不知道自己是这世上第一个和会战斗的向导。就在这时，上官恒到了瑶瑶的床边，声音轻柔的不像话：“你醒了。”瑶瑶有些不好意思：“我给你添麻烦了。”就在这时，他脑海里浮现出秦墨萧的脸，那个人救了他，似乎还对他做了什么别的事。没事。上官恒扶起瑶瑶，让她靠着床头坐好：“是我没有保护好你，不然也不会让你陷入昏迷。”说到这，他眼神寒了一瞬，看向瑶瑶脖梗上的创口贴，更不会被来路不明的野犬咬伤。闻言，瑶瑶面色发白：“不，归根结底是我的错。”他以为可以解决掉那只 SS 机会，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把上官恒当作和他一起作战的战友，而只是一个阻碍了他查看随身空间内武器的外人，所以才会引发出了这种种的一切。然而上官恒并不知道瑶瑶为何会露出这样的神色，只是担忧着她的身体。“你的身体我已经请医生看过了，只需要……”说到这，他愣住了，并没有把要和哨兵亲密接触这样的话讲出来。旋即他眨了眨好看的眸子，只需要好好休息就会没事的。随后把事情前后说了出来。当听到军校的医生为自己诊断时，前世的特种兵王谋中光彩烁烁：“明日你可有时间带我去你所在的哨兵军校内一起训练吧？”原深的记忆里，唯有从柳家学来的指挥哨兵作战的军事，并没有与哨兵共同击杀会的相关事宜。显然，向导与哨兵的精神绑定比他所想的还要更加有利于战斗。瑶瑶昏迷后被照顾得很好，他已经彻底将上官恒归为了战友。感受着手腕上的温热触感和细腻肌肤，上官恒喉结上下滚动。好，他虽不知阿瑶在这一次与 SS 集会作战当中都发生了什么，但是他清楚地察觉到阿瑶对他更加亲密了。另一边的秦墨萧刚回到暗组织，便有侍者递上一封请柬，是地下黑场的王程立给您送来的合作请柬。秦墨萧收了程立的请柬。白卫青那边没有动静吗？侍者挠了挠头，听说程立也把请柬送去给了白家别墅，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他的妹妹白双儿代为接受了那张请柬。次日，瑶瑶起了个大早，经过一夜的休眠，她的精神力明显好上了不少。穿着制服的上官恒被瑶瑶彰显着她朝气的容颜所迷惑。阿瑶真是好看，不过阿瑶精神力的恢复速度为何会如此之快？愣着干什么？瑶瑶笑嘻嘻喊他坐下，快些吃早餐，吃完去哨兵军校啊！上官恒望着瑶瑶的眸子，温柔的几乎快要把她溺毙。他无比享受着这段与瑶瑶短暂安静相处的时间，恨不得永远跟瑶瑶在一起。然而与他相反的是，瑶瑶满脑子都是打打杀杀。他已经决定把上官恒当作他的战友，但是他随身空间里的东西却依旧不能够如此显眼的拿出来，所以他打算再去趟鬼窟岭，就说在那无意间找到的。饭后二人来到哨兵军校，然而今天人却出乎意料的多，随处可见一个向导带着3、4个，甚至是8、90个哨兵的画面。瑶瑶目瞪口呆地看着面前的一切，上官恒唇绷了绷，他竟忘了今天是每3个月一次的为期2天的向导与哨兵联合训练。好在这一次他也有了向导。阿瑶跟我走。上官恒牵起瑶瑶的手，用高挺的身形牵着瑶瑶一路向前，二人气质都非常出众，一进军校就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们这些最低也是 S 级的向导与哨兵，没有一个是不认识上官恒的。可瑶瑶却无一个人知道，除了柳家的人。柳家4小姐柳娇珠瞪大了眼睛，她都怀疑自己眼睛瞎了，直直地盯着瑶瑶的脸看个不停。柳瑶瑶居然真的是柳瑶瑶，那个在家中连大声说话也不敢，像她那个窝囊的哨兵爹一样无用怯懦，被妈妈丢去贫民窟，从柳家族谱出名，还连夜办了葬礼，向世人宣告她摔死的瑶瑶。柳娇珠不是没看到向导排行榜上的名字，可她一开始就没有将二人联系在一起，毕竟她那个一无是处的废物五妹就是一个精神力为负，甚至连一个精神动物都没有的孬种，怎么可能会突然成了 SSS 级的向导，还成了特级指挥官？这让柳娇珠气得咬牙切齿，面容扭曲，心中涌动着她不知从哪儿猛然间爆发的嫉妒。娇珠你怎么了？身侧她绑定的一个 S 级哨兵柔弱无骨地贴上了她的身子，怎么突然间就生气了？柳娇珠怒视出声的人，有你什么事？一个成日只会撒娇卖乖，长成一副狐狸精骚样子的哨兵，除了整日黏着我缠着我，你还会做什么？有着上官恒的对比，柳娇珠简直要气死。你要是真的为我好，就赶紧回你那个哨兵爹的蝌蚪里好好再重新打造一番，换个样子出来。黎天阳面色苍白无比，白得近乎透明。他们哨兵的地位一向低下，不仅没有选择向导的权利，在和向导绑定后更是只能依赖向导而活。向导死他们就死，可是他们死，向导却能立马分配新的哨兵。为了稳固自己的地位，他们只能够使出浑身解数的讨得向导的欢心。上官恒带着瑶瑶进了办公室，充满上官恒特色的办公室，到处都是禁欲的气息，黑色的真皮沙发和充满野性的装潢摆件，浑是上官恒一人的张扬。上官恒站在窗前，一副惹人撩火的样子。瑶瑶看着这幅画面，有些没来由的冲动，真是奇怪。她觉得身体有些燥热，心间更是被磨得痒痒的。1天前，医生向导告诉给上官恒治疗向导精神力亏损的方法，其实只说了一半，而另一半则是精神力处于亏损状态的向导会不受控的想要向
哨兵索取以此疗愈，但上官恒却对此毫无所知。我的副官马上就来，他会为我们安排一个无人的训练密室。然而下一刻，上官恒强劲有力的腰肢就被瑶瑶的双臂紧紧抱住。上官恒瞳孔骤然紧缩的瞳仁地震着，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怀中的瑶瑶，二人温热的肌肤相触，分明隔着衣服。上官恒却觉得浑身犹如过电般，让他喉间发痒。沙哑的声音之下，是青筋鼓噪的克制。阿瑶，瑶瑶紧紧贴着上官恒，只觉得他的身体上有他想要的东西，只要靠近他，他就会感到十分的舒服。他脸颊蹭着上官恒的胸肌，喃喃地唤着上官恒，声音娇嫩的仿佛能够滴出水来。直到此时窃喜的上官恒才意识到了不对，就算阿瑶昨天刚对他的感情有所增加，绝对不可能在第二日就会对他如此亲密，更不会用这样意乱神迷的声音唤他，一定是有哪里不对。上官恒宽大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握着瑶瑶的双肩，缓慢地将她从自己的怀中推开。就在这时，门被人猝不及防地打开。长官，不好意思，我来晚了。啊，庄格这才看到背对着他抱着谁的上官恒，有些没反应过来，而上官恒则是紧紧地拥抱着瑶瑶，将她的面颊压在了自己的心口上。他的心脏因为庄格的出现砰砰直跳，也因为瑶瑶离他如此之近更加跳动。他不想让任何一个人看到阿瑶现在的样子，谁也不可以。庄格终于反应过来，长官不好意思，我不知道您和您的向导正在温存感情，我这就离开。等等，上官恒声音暗哑的不像话，他双手抱着瑶瑶，骨节分明宽大到单手手掌就可以覆盖住瑶瑶腰肢的手，正在竭力的隐忍着不去挪动，更不敢低头去看瑶瑶一眼，因为靠在他心脏处的瑶瑶正在意识模糊的蹭他的心口。上官恒压了压眸，虽然很不情愿，但他认识的医术顶尖的人唯有一个，那就是阿瑶需要去绑定的白卫青。他太了解白卫青了，知道他不会因为一个女人和自己决裂，更不会身为医生主动伤害瑶瑶，却不确定他是否会想要主动绑定瑶瑶，但此时已无可奈何。告诉我哪个训练密室无人，顺便去将白卫青带到密室。是。庄格告知密室编号后就匆匆离去，临走前还不忘把门给关上。上官恒终于有了喘息的时间，他将瑶瑶单手揽在怀中，察觉到他是需要靠着她来缓解不舒服，他将外套脱下罩在了瑶瑶的头顶，而后把瑶瑶单手公主抱起。另一边收到消息的白卫青唇角上勾，不知道若是上官恒知晓向导的精神力不恢复完全，就会一直保持那样的状态，会是一个什么样精彩的表情。不久后他便来到密室，发现瑶瑶的头上蒙着上官恒的衣服，顿时见嗖嗖笑道，忙着呢。上官恒面色焦急，阿瑶病了，帮我治疗。白卫青却不为所动，仍旧漫不经心的在瑶瑶的附近踱步着。哎呀呀，病了怎么能够不让医生看看他的病情吗？说着便一把掀开了瑶瑶头上蒙着的黑色制服外套，他倒是要好好看看这个向导长什么样子。唰的，衣服被扔到地上，意识朦胧迷乱的柳云因着头顶黑暗骤然变成明光，刺激到神经的清醒了过来。他睁开眼睛，一眼便看到面前出现了一个陌生的男人。这男人长相十分温润，活像是书中走出来的古人，只是一双上挑的眼睛却充斥着顽劣，还带着一些恶意，似是在看他是一个什么样可耻的货色。柳云并不在意他的眼神，在意的是他竟然对靠近他如此近距离的陌生男人毫无察觉。他猛然变化了神色，身体四肢被他强行唤醒，以极快的速度从凳子上起来，直挺挺地用手臂压住了他的脖子，将他带倒在地，遏制住他死穴地压住了他。他的发丝打在他的脸上，他虽面色奇红，但眸子是前所未有的警惕与凛冽。你是谁？我的战友上官恒在哪？柳云并未看到身侧的上官恒，下意识认为在场的只有他与白卫青，而本该和他一起的上官恒可能遭遇了不测。白卫青喉咙被柳云用不小的力道压着，他喉咙嘶哑的发不出声音，脸颊也因为窒息越来越红，可一双眼睛怎么也不舍得眨眼的看着柳云的眸子。外套拿掉的一瞬，白卫青看到了柳云的脸，一张极其精致漂亮但虚弱夹杂着欲红的脸，他实在是瞧不上眼。可是当那双眼睛睁开的刹那，他却呆住了，更被眨眼间就将他死死压在身下，精准压住他喉咙的向导惹得心脏小鹿般乱撞。他知道那不仅仅是惊讶，还有因为面前向导展现出的力量与那双眼睛而产生的荒唐的心动。很不幸，柳云还未问出个所以然来，精神力就再次不支撑他的身体一软，将要趴在白卫青的身上。察觉到柳云的变化，白卫青双手食指微动，已经做好抱住柳云的准备。然而就在柳云即将砸入白卫青怀中时，上官恒长臂一揽，将柳云结结实实地揽到了他的怀中。他单手揽住柳云的腰肢，另一只手按住柳云的后脑勺，让他不得再面对白卫青一面。上官恒占有欲横然地紧紧搂住柳云的腰肢，戒备地望着白卫青，声音冰冷，你该为阿云治病了。第28章白卫青的算盘。只一刹，白卫青就知道了上官恒昨日为何会选择与他和另外2个哨兵为敌的，与他断绝朋友关系的也要保护柳云了。他扯唇眯起了一双对某样事物充满欲念的眼睛，原来他要比任何一个哨兵都要更早一步地发现他们的向导有着如此不同凡响的特性，他们的向导和任何一个向导都不同，难怪上官恒会冒着生命危险地保护他，因为他值得任何一个哨兵付出生命去对待，他也不例外。白卫青哼笑2声，对柳云升起了浓浓的想要与他在一起的欲望，却还未有过重情意的笑着，既然要我为我们的向导治病，那你也该把他放下，让我为他诊治不是？上官恒握了握拳头，察觉到白卫青对柳云的态度发生了改变，不仅仅是称呼上那个向导变为了我们的向导，更有他话语中对柳云针锋相对的恶意转换为了和气的柔和。这分明是对阿云有了兴趣，甚至可能已经对阿云动心的，想要与他更深一步的相识，直到对阿云涌起和他一样浓情爱意的感情。可是现在，
上官恒并不知晓柳云怎么了，只能够依赖白卫青的医术，他只能够把阿云交出去。白卫青故意不把柳云变成这样的真相说出来，笑眯眯地看着上官恒行动。若说之前他会因为想看上官恒的表情而说出他的向导为何会这样，但现在他完全不想说了，因为这样他才有和他的向导接触靠近的机会。上官恒被逼无奈地将怀中的柳云放到了椅子上，只能够任由白卫青与他接触，查看他的状况的忍受着。白卫青眸子动着，笑眯眯地说着，不用担心，这不过是向导的成长期罢了，只需要一剂药就可以度过。成长期？上官恒第一次听说向导还有成长期。没错，白卫青眨了一下眼睛的直接扯谎，向导每过18岁都会迎来成长期，只需要药剂就可以度过，和我们哨兵3个月一次的狂乱期相似。不过向导的成长期状况更加不稳定，不确定时间罢了。白卫青说着，拿出一管淡蓝色的药剂，为柳云注射了进去。实际上，这管药剂只不过是补充精神力的营养液。好了，白卫青为柳云注射完药剂，笑呵呵地说着，这管药剂虽然让我们的向导度过了成长期，但是最好还是让他多休息休息，再恢复一下精神力，否则会对他有所损伤。虽然这管药剂打了进去，但是按照他的向导精神力耗空的样子来看，这管药剂根本不够用的。为了不让上官恒发现异常，也为了不让他的向导再出现这样精神力匮乏而寻找绑定的哨兵恢复的症状，他决定，白卫青道，就休息个10天吧。白卫青呵呵笑，毫不为自己撒下这个弥天大谎而脸红气喘，更没有意识到自己虽然对柳云只是有着与他在一起的欲望和。第29章，上官恒感人。白卫青丝毫没有深究，如果他仅仅是有着想要与柳云在一起的想法与轻微的心动，却为什么会对上官恒撒谎，只为了不让上官恒和柳云有任何过分的亲密接触。他弯眸而笑，上官恒，记好了吗？上官恒直起身到了柳云的身侧，用着敌意不怎么明显的冷淡挡开了白卫青与柳云间的距离。你可以走了。白卫青柔和的声音发出清冽的低笑，他挑眉站起身，与上官恒不相上下的平视着，笑眯眯。上官恒，你赶人的速度未免有些太快了吧？白卫青一动不动，面上明晃晃的写着几个大字，我不走。上官恒冷厉的面色变得更加寒凉，事情果然朝他最不想看到的方向发展过去了。可是仅仅只有几分钟的时间，他也要独享阿云。阿云对他的感情已然非同寻常，便是苏醒后的第一句也有他不可能会放过这么好的与阿云在一起的时间与机会。白卫青，你该走了。上官恒重复，没有给白卫青留下丝毫他能够待在这儿的余地的强硬话语，是分外明显赶白卫青离开的意思。白卫青眉梢轻动，不说话，仅仅是笑盈盈地看着他。上官恒眉毛动着，不明白他这是什么意思。下一刻，上官恒便知道了。随着一声嘤咛，柳云迷迷糊糊地睁开了眼睛，他看清楚了站在身侧的背影，高挺的身材和性感的黑色制服裤和白衬衣，唯有上官恒一人所有。上官恒，柳云纳闷，他站在他旁边做什么？不对，上官恒对面的似乎是那个对他有着非同寻常恶意的家伙。你，柳云蹭地站起身，想要对白卫青再一次逼近询问。唰的，他才放动了半步，双脚就虚软的几乎要摔倒。白卫青等的正是这个时候，他眼疾手快，抢先上官恒一步的抓住柳云的双臂，轻而易举的将柳云的身体拉住，不带有丝毫暧昧，又光明正大与柳云接触的和善笑着，不要乱动，你现在正是虚弱的时候。什么？柳云头昏脑胀，看着面前这张弯着腰对他充满善意讲话的面庞，唯有奇怪，这家伙明明方才对我有着十分的恶意，怎么现在突然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我是白卫青，还要继续拉着柳云讲话。反应过来的上官恒心中十分不爽快地打断了他的话。白医生，可以松开阿云的手，让他坐在椅子上休息了。上官恒冷冷的道，在今日之前，阿云分明只是他一个人的，可是因着一次任务，阿云就不仅脖子上出现了不属于他的痕迹，就连身侧也多出了这个本对阿云不在乎，甚至有着杀意的哨兵在。他知道他阻止不了事态的发展，可是心中的嫉妒与不甘让他根本无法克制。好，白卫青嬉皮笑脸着将柳云扶到了椅子上。上官恒这家伙看来对他的向导用情很深啊，只是很可惜。第30章，极度不受控。他所绑定的向导本就不是他一个人的，还是他的。柳云觉得上官恒看白卫青的眼神怪怪的，不仅有着敌意，还有些焦躁。而且，白医生，他方才不受控的样子，果然是因为他身体上出了什么毛病。柳云顾不得其他，连忙询问白医生，我的身体究竟是怎么回事？你放心，白卫青笑着，你不过是因为向导的成长期，所以才会变成那样。我已经为你注射过药剂了，接下来你只需要不耗费丝毫精神力的休息10日就没事了。什么？柳云想要吐血。休息10日？那我和上官恒岂不是不能够磨合训练，也不能够实验精神力的配合了？他还想，他的精神力疗愈上官恒的精神力那么简便，他可以不停地疗愈上官恒，而他也可以在疗愈上官恒的同时，用他的冷兵器发射无数精神力包裹而成的子弹痛击会，让会在他们2人的进攻下，唯有死的不能再死这样的下场。哦，这个啊。白卫青咽了咽口水，
脑海中浮现的是柳云那身明显要比寻常人快上10倍的身形和坚韧的眸色，这个样子的向导实在是好看，他也想多看一些。虽然你不能够使用精神力了，但是正常的肉身锻炼是不会有任何障碍的。白卫青道：太好了。柳云看向上官恒，眼中充斥着跃跃欲试的兴奋。精神磨合重要，但战友要了解战友间的攻击力同样重要。他可以和上官恒肉搏来对抗一番试试。你现在的身体是不是越发强劲有力了？白卫青问着。没错。柳云握了握双拳，四肢的力量的确在渐渐的回来。那就没错了。白卫青道：短暂的无力不过是注射精神补充营养液的副作用，只要向导醒来后没多久，向导彻底吸收了营养液后，身体四肢的力量便会回来。你现在就可以动用身体的力量。白卫青继续说。上官恒眼看柳云因为白卫青所说的话愈发高兴，虽然知道柳云对白卫青没有丝毫的兴趣，白卫青和柳云说的话也不过是正常的医患交流，可是他的心中还是不愉快到了极点。阿云的笑容很好看，可是现在多了一个哨兵看到了，还是会与阿云绑定的哨兵。上官恒知道此时此刻的白卫青根本不会不想再与柳云绑定，恐怕只恨没有早一点与柳云绑定。好。柳云站起身，活动着身体，果然体内的力量都回来了。上官恒，来，我们打一架。柳云拍了一下上官恒的胸膛，带着战友间纯洁无瑕的一语。上官恒唇冷然地绷着，根本不想和柳云打架。他的闷火在体内四窜，所想所念的是砰，拳头猛然出击，打到了白卫青的脸上。柳云错愕，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一切。上官恒出拳的瞬间，他感知到了。第31章，上官恒要把人打死了，可也瞬间扬起了一个疑惑，因为他感知到这拳头根本不可能打到他的身上，所以他干脆没有动。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拳头会打到为他治疗看病的医生的脸上。哼！白卫青脸颊被上官恒狠狠地击打中，瞬间淤青，唇角也溢出了血液来。可他不怒反笑，一双狐狸眼因为这笑意笑得愈发勾人。呵呵，上官恒，这样你就受不了了？听着他这么说，上官恒的腮帮子瞬间被他顶得鼓起，眼中凝上极度的火焰的直接朝白卫青扑了过去。白卫青也不躲避，反而看好戏一样跟着迎了上去。哈，他的向导叫阿云对吧？多么好听的名字啊！阿云，阿云，阿云，呵呵呵，这么好的向导，这么与众不同的阿云，上官恒又怎么能够独自享受并拥有呢？毕竟他可是终端分配的，本就该和阿云绑定的哨兵啊！白卫青笑得一脸欠揍，上官恒冷然凝滞到心底的火气无法发泄，只能够以此更加凶猛地朝白卫青的身上攻击而去。他知道白卫青对于阿云现在的感情根本没有到达爱的程度，也没有到达喜欢的程度，无非是因为这么多的向导里，他第一次遇到如此有意思的向导，所以才会有着想要与阿云相识更深认识的想法。他对于阿云不过只是心动而已，可是他对于阿云却是爱，是谁也不能够与他和阿云分开的爱，是他甘愿付出性命和阿云永远在一起的爱。他若是真的爱阿云，根本不可能接受和另一个哨兵分享阿云，他又凭什么占据他与阿云在一起的时间？他分明就不如他一样爱阿云。两个人的对打仍旧在继续，二人的风格和攻击方式瞬间吸引住了柳云的眼球。他仔细地观察着上官恒下手的攻击快准狠，行动间虽然带着发泄的意味，但是不难看出他的一举一动仍是冷然的理智判断。这个白医生的攻击手段虽然是满面笑容的迎接和对抗，但可以看出他在迎接上官恒的攻击时有些吃力，不过行动间的章法依旧足够他抵挡上官恒的攻击。柳云求知若渴的紧紧盯着二人的攻击，没弄清楚他们两个人为什么会突然打起来，却恨不得跟着上前和他们一起来打一场。终于白卫青落了下风，上官恒看准时机，将白卫青摁在地上打了一拳又一拳，几乎是恨不得把他给打的让他消失的打着。柳云看着杀红了眼的上官恒，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再这样打下去，上官恒会把这个白医生给打死的。上官恒，别打了！柳云赶忙喊着，战友与他是一体的，他不能够让他的战友出事。上官恒胸膛上上下下起伏着，他额头上的汗水顺着面颊流下，流入喉结和衣襟内。他的眸中光泽暗淡，及其听柳云话的双手无力垂下，变得有些颓丧。柳云十分不解，上官恒这是怎么了？被打得不成人形的白卫青笑得停不下来。第32章，白卫青的不愉快。终于在柳云完全搞不懂眼前状况中，挪开了挡着自己脸颊的双臂，露出那张没有多少伤口、浑是惊艳般帅气的面庞，对柳云用着极为好听的声音道：忘了说，阿云，我是你的4个哨兵之中的其中一个，白卫青。什么？柳云顿了顿，转头看向沉默不语，因激动和用尽浑身力气导致胸膛上下起伏还未停的上官恒。他的战友之所以变成这样，是因为他又多了新的战友。柳云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怪不得上官恒会突然这么怪异，看来是吃醋和战友欲作祟。对于这样的情况，柳云遇到的并不少。他因为能力出众，想要与他作战的战友不在少数，因为一个合得来且能够彼此相熟作战风格的战友实在是太难找了。柳云表示，我懂，我太懂了。他上前来到上官恒的身侧，
上官恒并未起身，虽然他的呼吸已经平复了下来，可是心情无论如何也得不到平复。白卫青倒是大大咧咧地将双手枕在了双臂上，他倒是要看看他的向导阿云会怎么应对这样的场面。白卫青还没有知觉自己对柳云的感情比他所认为的还要深，这件事依旧抱着看戏的状态。上官恒，不用担心。柳云坚定的道，你与我而言一样，也是无法替代的战友。虽不知这个叫白卫青的哨兵为何突然出现在这儿，还为他治疗了身体，不过他大概也没有要杀他的心思，大抵也要成为他的战友。但是上官恒对他而言始终是不一样的，他是他在这世上的第一个战友，也是无条件信任他，与他共同作战的战友。上官恒呼吸紊乱几分，垂下的头缓慢抬起，看向柳云好看的眼睛。阿云说，他是无法替代的。上官恒心底溢出甜蜜，虽然他知道阿云所说的你与我而言一样的无法替代，与他的无法替代根本不相同，可知道了他在阿云心目中的地位和想法，他还是忍不住的开心。好，上官恒唇角弯起了一丝微不可察的弧度，声音温柔的不行。他终于肯放过白卫青，站到了柳云的身旁，以唯一能和柳云站在一起的姿态。白卫青眯了眯眼睛，躺在地上没有起来。他压抑着心中某处不太舒服的地方，为什么他觉得这样捉弄看戏的戏码他不乐意看了？时间不早了，我们该回去了。柳云道，身份卡上的时间早已过了傍晚6点钟。他的身体异样和上官恒与白卫青二人间的打架折腾了整整有1天的时间。上官恒点点头，温柔的声音轻出，阿云，你饿了1天，晚上你想吃什么？我想。柳云思考着，二人完全忘了地上还有一个白卫青。白卫青笑着坐起身，心中横亘着不舒服，但也不知道为什么的道，阿云，不要忘了，你要和我去绑定站完成精神绑定。还有上官恒，如果你要做饭的话，不要忘了添上我的那份啊。第33章白卫青的诱惑。白卫青说的散漫，看起来毫不在意的样子，可上官恒却知道他在意得很。上官恒眸光微闪，既然已经知道阿云心目中他的地位，他又何必担心白卫青对阿云做出什么？白卫青这个样子，分明就是压根不知道他心中有多么喜爱阿云。这样的情况下，阿云只会被他越抓得紧，推的就会越远。上官恒看向柳云，声音十分温和柔软，阿云，你想怎么做？他已经不会再对阿云离开他的身边而感到不安了，毕竟不被在意的才是那个败者啊。柳云看向地上坐着顶着一身伤，脸上也有伤，但还是笑着用一双好看的狐狸眼睛看他的白卫青，有些尴尬的摸了摸鼻子。虽然这身上的伤不是他弄出来的，但到底是他的战友弄出来的，而且还是战友为了争夺和他一起作战的位置弄出来的，怎么想他都有些不好意思。柳云咳嗽了2声，道，不如你还是先自行治疗一下身上的伤口吧。用尽全身力气努着身子凹出造型，想要用美色诱惑柳云，想要用一双狐狸眼睛勾的柳云不得不到他身边，和他一起的白卫青面上的笑容瞬间僵住，怎么也没想到他拼尽全力得来的却是柳云这样一句浑然不在意的话。他笑容逐渐收敛，眼睛中柳云和上官恒站在一起的样子极为刺眼。他看着上官恒，小臂上挎着制服外套的上官恒，冷然英俊的五官明明和往日一样平淡无波，没有丝毫的变化，可白卫青却不知为何硬是从上面看到了一抹嗔笑的炫耀与得意，在向他宣说他与柳云之间的关系有多么的亲密，亲密的一点他们间的缝隙都挤不进去。白卫青唇色看起来更加苍白了几分，他硬生生地将眼睛移到了柳云的面庞上，不去看上官恒脸上那让他无声痛苦的表情。柳云被这般样子的白卫青看得浑身刺挠，啊，该死，这个白卫青为什么用这样的眼神看他，活像是受了伤的大狗狗，倔强又委屈的说不出话来，只祈求着他能够怜惜他的，陪着他去完成他那么一件微小的心愿。上官恒诧异地观望着白卫青，这般不调笑，只剩下最真实状态和样子的白卫青，他倒是从未见过。好了好了，柳云无奈扶额叹息，我和你去绑定站精神绑定。白卫青晦涩压抑的眸光瞬间大亮了起来，真的吗？他噌地站起身体，浑身上下的伤痕仿佛不复存在，整个人容光焕发地笑着。真的真的。柳云瞅着他身上晕染开来滴到地上，脸上还一副高兴样子的白卫青道，只要你先把你身上的伤处理好。好，我这就处理。白卫青恢复精气神的再次成了平日那副不正经的样子，他坐在椅子上开始用着随身携带的药水给自己擦拭身体，弯腰掀开衣服涂药刹那，他的狐狸眼上扬着，看向了上官恒，眼里分明是含笑的挑衅。第34章上官恒很从容。上官恒抬了抬下巴，并没有把白卫青的这番动作收入眼底。白卫青还不知道他在阿云心中的地位是永远也不会如他的。上官恒想着，唯有满满安全感的对着柳云轻声细语道，阿云，既然你要和白卫青去绑定站绑定，那我就先回家为你做饭。上官恒说着到了柳云的跟前，与他之间接触的十分亲密又自然的为柳云摆弄好了他紊乱的发丝。柳云点点头，与上官恒已经是老夫老妻相处模式的道，我想吃辣椒炒肉。好。上官恒神色柔和地揉了揉柳云的头发，而后转身离开，一点吃白卫青醋的样子也没有。看完全程的白卫青，唯有不可思议，上官恒什么时候变成这个样子了？竟然这么贤惠，而且
阿云看起来为什么一点在意他受伤的样子也没有？白卫青毫不知情，他这样的心理就是吃醋，只是尽快处理着身上伤口的，想要快点和柳云单独去绑定站完成绑定。好了，白卫青起身，刻意的压着声音，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更加磁性清冽，十分好听。阿云，我们可以走了。哦，好。柳云这才回神，他依依不舍地看了眼身后的训练密室。这密室看起来可真不错，不仅空间极大，还什么都有，有简单的精神检测仪器，有个是这个世界的武器，还有一个小型的机甲。可真是期待10日后和上官恒的精神磨合啊！也不知为何他的精神力仅仅是上官恒靠着他就能够得到完全的疗愈。柳云琢磨着，根本没有注意白卫青的声音与刚才有多么的不同，也没有注意到白卫青见他毫不在意的样子有多么的伤心。白卫青不解，为什么阿云看起来一点被他吸引到的样子都没有？他用尽全力勾引他，想尽办法诱惑他，可他就是一点反应也没有，简直就是媚眼抛给瞎子看。白卫青郁闷，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了密室，外面的人已经变得很少了，只有零零散散的几个向导和他们的哨兵。白卫青的身形一出现，就瞬间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城中心的人皆知他们有4个最强哨兵，可是这4个最强哨兵，他们能够见到和知晓的也只有上官恒和白卫青2个人，其他2个实在是神秘的无法找到，更不用说什么知道他们的长相。是以白卫青一出现，就立马吸引到了所有向导和哨兵的目光，毕竟这样传说当中的哨兵可是看一眼少一眼。白卫青太帅了，这么帅的哨兵为什么就不是我的呢？真不知道我这精神力究竟为什么不能再上涨点，让终端把卫青男神分配给我。白卫青身边那个长得不错还挺漂亮的，该不会就是那个向导柳云吧？该死，卫青男神没有杀了他吗？嘈杂的话语钻入了白卫青的耳朵，他慌张地看向柳云。第35章白卫青祈求。他从一开始的确是抱着杀了阿云的态度，甚至是已经动手，但是没有成功。可这都是之前的事了，他现在根本不想杀了阿云，更不想阿云因此在心中对他发生任何改变。柳云注意到他的眼神，疑惑看去，与他不安眸子相撞刹那，他便知道他在想什么。嗨，柳云摆摆手，并不在意。我知道，除了上官恒之外，你们另外3个哨兵都想杀我。柳云笑着，如果你改变了要和我绑定的想法，而要杀了我，我随时欢迎。白卫青的身法路数虽然没有上官恒的那么厉害，甚至可能在他的手中连10招的对打都完不成，可是柳云眯眸，眼中尽是谨慎。他不会再像初次和会作战那样掉以轻心地认为这个世界的东西和他的世界的东西一样，尝试着就可以拥有完全击败他的能力。白卫青虽无身法，可他却是一名 SSS 级的哨兵，且医术了得，指不定会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想着，柳云笑呵呵地转头，真的，你什么时候反悔都可以。我话未说完，柳云便闭上了嘴，咽喉上下挪动的不敢再继续说一个字。无他，实在是因为白卫青此刻的眼神实在是太可怕了。白卫青站定脚步，没有再动，反而他眸中汇聚着毁天灭地暗光的看向柳云，那双眼睛里聚集着的是让柳云不要再说出任何他改变与他绑定而杀了他的想法。这样的话对柳云来说平平无奇，甚至他还十分期待，可对白卫青来说却是侮辱，侮辱他对柳云的感情，侮辱他为之为有一次的动心与喜欢。白卫青并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生气，可是在听到柳云无所谓的说出那番话后，他所有的情绪统统消失，只剩下了火焰。白卫青沉默着，压抑着，最终只是低下了头，有些可怜地凑近柳云。柳云不明所以，但未从白卫青身上察觉到危险气息的没有挪动。白卫青一直到距离柳云只有1个拳头的距离时才停下来，他与柳云面对面地站着，修长的双手可怜又委屈地抓住了柳云上衣的下摆，清澈好听的声音颤抖着，十分卑微。以后不要再说这样的话了。白卫青心脏在晃动，刚刚的火气在那一刻全部化为了低声下气的请求，因为他想起来最先让柳云有这样想法的是他，他偏执与偏见从一开始就让他只有想杀了阿云的想法。即便是今天同意上官恒的话来为阿云治病，也不过是想要看上官恒和阿云的好戏，他从根本就没有把阿云放在眼中。阿云会有这样的想法太正常了，而他也是最不应该因为阿云说这样的话而生气的。真正该生气的是阿云对他生气，而不是他对阿云说出之前事实的生气。他能做的只有祈求阿云不要因为这件事不要他而已。阿云，求你。白卫青声音颤抖的。第36章，白卫青超喜欢柳云。白卫青声音颤抖的让柳云浑身上下的细胞都在发痒，他眨巴着眼，抬头小心翼翼地看了眼，却发现白卫青那张带着点淤青的面颊比他的声音还要可怜10倍地看他，那双眼睛里唯有痛苦，甚至仿佛柳云不立即答应他不再说那样的话，他就会掉出眼泪来。可是柳云弯眸笑着，不，什么？白卫青声音极其哀痛，呼吸也顷刻间急促了起来，好像已经被柳云抛弃。可是看着柳云那张扬着清甜张扬的肆意笑容，白卫青心中所有的郁结都仿佛被他尽数清除。白卫青，虽然不知道你为什么会因为我方才所说的话而感到不安，柳云琢磨着说出这个词的笑眯眯道，但是我所说的都是认真的。
我不会强硬的一定要与你绑定，也不会真的要和你打个你死我活，只是想要和你来一场比较纯粹的战斗而已。柳云说着，眼底滋生出白卫青极其喜欢的他的力量。不过，柳云伸出了右手，如果你决定好要与我绑定，我也不会反对。相反，有你这么一个强的战友加入我的队伍，我会很开心。白卫青听着柳云女子柔和却格外有力量的话语，仿佛是有一朵朵烟花在他的耳边绽放，眼中心中都是柳云这个温和的笑容。战友，你愿意加入我的队伍吗？柳云道。白卫青伸出宽大的手掌，并不太明白柳云所说战友的含义，可他无法不确定的他对柳云的声音，对他的话语，对他的人深深着迷着，愿意。两只手相交刹那，柳云已经彻底容纳白卫青成为他队伍当中的一员。当然，上官恒仍旧是那个无可替代的战友的存在，不过他的队伍当中又多了一个战友而已。柳云笑眯眯的与白卫青上下握手，自此成。松开手，白卫青还没从和柳云相握的手中回过神来，他眸子亮晶晶地望着比他快半步走在前面的柳云的背影，唯有看喜欢之人时满满的怦然心动。他唇角扬着，面上唯有温暖的弧光。阿云是他喜欢的人。白卫青明确了自己的心意。白卫青与柳云之间的互动，让所有关注他们的向导和哨兵一并看全，即刻传出。和3个哨兵还在密室内训练的白栓也立马从身份卡上收到了这个信息。他眼神阴冷，面无表情地朝某个人的身份卡发送了信息。他每3个月都会到哨兵军校内和他绑定的3个哨兵训练，但是今天他第一次听说了上官恒来了军校，还是和向导柳云一起。他当然不会错过这个除掉柳云的好机会。可是没想到哥哥也来了，他心心念念，无时无刻不想着的，每一天都深深思念着，只能够依靠偷偷从白家别墅内拿的哥哥的东西聊以慰藉的哥哥，竟然也来了哨兵军校。可让他能够来军校的原因，除了上官恒，就只有那个向导。第37章，白卫青痴痴的想亲，但没想到白栓儿眼神阴恻恻的想着，哥哥竟然会和那个叫柳云的向导如此亲密。哥哥的心他管不了，但他却可以和同样想要杀死柳云的被终端分配强行要和他绑定的另外2个哨兵合作，让他们杀了柳云。白栓儿冷眸阴郁，哥哥，既然你无法把你的心给我，我也就只能把夺走你心的家伙给杀了。军校外的路上，柳云暗暗琢磨，他的精神力无法使用，但可以使用肉体。往后的10日，他倒是可以和上官恒、白卫青来磨合锻炼肉身攻击。如果有实际的与人对战，让他可以用指挥能力来达到作战成功就好了。柳云眸子微动，说不定他这个想法还真的有可能实现。只要谁？白卫青噌的护住柳云，他牢牢地将柳云挡在身后，独属于 SSS 级哨兵敏锐的精神力轻易地察觉到了周围有人正在向他们过来，而且人数众多。有人？柳云面色瞬间变得严肃，看来这个世界的种种规则他的确需要仔细研究一番。仅仅凭借着他特种兵女王的敏锐，已经无法察觉到靠精神力作战的哨兵们。刷刷，随着一阵窸窸窣窣的声音，一行5个人出现在了白卫青的面前。这是白卫青瞳孔骤然缩紧，这5个哨兵都是未曾被绑定的 SS 级哨兵。你们是谁？要做什么？白卫青咬牙，第一次怨恨自己不该有的心思，才让他被上官恒打到现如今根本无力反抗，也让他的阿云连一点精神力都不能够展现，只能够用肉体来进攻。可是即便他对阿云的行动和力量所深深的吸引，想要看到更多，但是阿云也绝对不可能仅凭借肉身就可以扛得住这5个 SS 级精神力澎湃长满的哨兵的攻击。阿云、白卫青已经做出牺牲自己，为柳云挣脱出一条生路的机会。柳云眸子轻抬，唇角弯着，压着声音与白卫青轻声讲着，白卫青，你是 SSS 级哨兵，体力应该很好吧？啊！白卫青不明所以，渴望着柳云那张无论如何也十分打动他到轻易的一眼就被迷到的样子，浑然忘记戒备，只是痴痴点头。柳云双手揽住白卫青的脖子，在白卫青心脏砰砰直跳，口干舌燥，甚至于要不顾身处何处，处在什么危险境地的，想要上前亲吻上柳云的唇时，冲他扬起一抹极为璀璨的笑容，抱紧我，跑！下一刻，就连白卫青自己都没反应过来的，已经双手公主抱的把柳云的身体抱在了怀中，双脚也已经疯狂的奔跑了起来。他跑着，畅快的笑着，从未有这么开心过。原来有向导是一件这么幸福的事。2人背影一绝其尘，朝向的是有上官恒所在的 A 区01栋别墅。身后5个哨兵面面相觑，最终看向了最后从阴影处出来的哨兵程立。第38章，白卫青自私的喜欢。老大，追还是不追？王黑问。哼，用不着追了。程立道，本就是为了看看这个向导好不好杀掉罢了。程立早已有着计划，行动就在今夜实施。是。王黑几人低头应着。这头，奔跑到 A 区01栋别墅的白卫青还不太舍得松开抱着柳云的双手。他感受着怀中娇小柔软的身躯，只觉得幸福的要冒泡，整个人都仿佛掉在了幸福的蜜罐当中。原来喜欢的感觉这么好，原来和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感觉这么好，原来阿云的身子这么柔软。柳云瞅着笑眯眯、一双狐狸眼睛弯的几乎看不到的白卫青，有些怪异。白卫青在笑什么呢？看着怪瘆人的。白卫青，可以把我放下来了。柳云道。
他想下去，但白卫青该说真不愧是 SSS 级哨兵吗？竟然力气这么大，他连挣脱掉都不能。阿云，白卫青低头，对柳云的喜欢已经在他的眸子里成了一汪柔软到他人看一眼就能够陷进去的春水。白卫青。突然出现的上官恒打断了他想要倾诉而出的告白。站在门口的上官恒以一种极为凌厉的严肃的眼神制止了白卫青的话。白卫青一噎，只能够放下怀中的柳云。阿云。上官恒压着对白卫青的凌厉，温和地望着柳云，道：饭菜已经好了，你先去吃吧，我有些话要和白卫青说。好。柳云早已饿得不行，今天是不能和白卫青绑定了，只能改天了。门被关上，上官恒在白卫青的面前站定。你刚刚想对阿云是什么？白卫青嗤笑。上官恒，我想和阿云说什么，你难道不知道吗？他已经看出上官恒对阿云的感情根本不一样，是要比他深刻许多的爱的程度。可是那又怎样？他只是对阿云喜欢，又能怎样？这也不代表他不可以和阿云在一起，也不代表他不可以越过上官恒和阿云在一起。阿云是上官恒的，也是他的，他就是要向阿云说出对他的喜欢。然后白卫青忆起刚刚和柳云亲密接触时那股甜滋滋甜到他心坎里的感受，然后他要和阿云拥有更多的亲密接触，永远的感受那股和阿云在一起时的开心与快乐。上官恒冷然的面庞上，一双从未有过多少情绪波动的眸子变得冷酷的不近人情。白卫青，我警告你，不许在阿云面前说与他的感情任何相关的事情。上官恒压着声音，语气里唯有危险与可怖。阿云的心思很单纯，根本没有如同你我这样龌龊的私人感情。如果你胆敢对他说出扰乱他的事，我不介意杀了你。上官恒眸子一闪而是猩红的恶光。白卫青心中一凛，知道他所说的是真的。上官恒爱阿云，爱的可真是深啊。只是可惜，他对阿云的感情是自私的喜欢，根本不到爱的程度。第39章，白卫青的亲密接触即可证。他就只愿让自己开心的与阿云肌肤相触，永远的贴在一起的在一起。不过，这样的话语他当然不可能说出来。虽然历史上哨兵自相残杀，只为了独享向导这样的事少，但并不是没有。上官恒这个爱阿云爱到连自己深深渴求阿云的欲望都可以压下去的家伙，指不定还真的会为了他病态的爱杀了他。好啊，白卫青口是心非的道，反正就这样在阿云身侧待着也不错。上官恒这才放下对白卫青的芥蒂，冷道：刚才都发生了什么？阿云并没有和白卫青绑定，看起来还是和白卫青一路逃命一样的跑回来的。看来是另外的2个哨兵对阿云动手了，就是不知是哪一个哨兵对阿云动手。白卫青讲清楚了事情的经过，果然如上官恒所猜想的一样。而他也在听了白卫青的描述后，知道了这个围堵柳云和白卫青的哨兵是谁。程立。上官恒眼底暗意加重，能够让 SS 级哨兵心甘情愿做属下的，唯有地下黑场来自贫民窟的王程立。好了，不说了。白卫青等不及，想要去和柳云粘在一起，我去吃饭了。上官恒看向黑的只有明亮的信息灯的道路，警惕。程立他虽见过的次数不多，可知道他为了想要的目标能够有多狠。他这个哨兵又有多么的心狠手辣和诡计多端。今夜要守夜了。更黑的夜晚来临，上官恒坐在别墅内1楼的沙发上，等着动静，是要护好柳云。2楼的卧室内，柳云睡得极为香甜，俨然将白卫青所说的医嘱好好的听了进去。但另一头的白卫青却躺在床上，无论如何也不能够入眠。他扭动着身体，一双宽大骨节分明的双手捂着自己的脸，生怕面孔上的笑容能够溢出来。阿云，阿云，阿云，他低低的一遍又一遍的笑着喃喃，而后将双手抱住自己，好像柳云抱着他一样，深深的感受着当初抱着柳云时的快感。而阿云，白卫青唤着柳云的名字，对柳云的喜欢已经无法自拔。他眸子睁开，一双狐狸眼透着隐隐的疯狂和病态。他是一个 SSS 级哨兵，根据终端分配，他本应该会是一个出色的与会作战的哨兵，可是他没有，因为他被终端检测出，他根本不是一个正常的 SSS 级哨兵，而是一个心里有着极度渴求亲密接触关系的心理扭曲的哨兵。所以他被终端分配成了一名医生。他努力的治人，努力的研究医术，不为别的，因为他就是那个他最应该治好的最大的病人。白卫青终于忍不了，坐直了身体，从随身携带的药囊里拿出了一粒赤红色的药丸。他捏着这颗在月光下散发着妖冶光芒、透着危险气息的药丸，痴痴地笑着。没有人知道哨兵和向导是可以短暂以精神动物的形象出现在人前的。第40章，程立惊道，只需要借助他无数个因扭曲心理而无法入睡的夜晚，研究出来的药丸就可以。还以为我这辈子都不会碰到一个可以缓解我亲密接触即可症的存在了。白卫青毫不犹豫地将药丸吞下，眼中唯有一个念头：阿云，我来了。唰的，在白卫青的身体昏睡过去刹那，一个有着成年男子小臂粗的蛇出现。这条蛇的身体通体是黑色的，它有着一双金黄色的瞳孔，更有着2条蛇信子正在嘶嘶地发出声音。白卫青攀爬着，挪动着，一点点到了柳云的门前。他用蛇尾巴轻而易举地打开了柳云的房门，顺着地板慢慢地磨蹭到了柳云的床侧。趁着上官恒在1楼守夜无人察觉到他时，他伸出了2条蛇信子，
在柳云纤细脖颈的脉搏上舔弄。沉睡的柳云眉毛皱起，与上一次被秦墨萧咬下去的舔弄完全不同，他感到了一股阴冷的骇然。白卫青却未停，反而舌头极为幸福地靠在了柳云的肩窝，甚至蛇身更死死地痴缠住了柳云的身体。噌的，熟睡当中的柳云睁开了眼睛，他翻身坐起，直勾勾地盯着面前阴影当中让人看不清的人影。你是谁？阴影中的程立狰狞万恶的面庞上唯有对柳云的杀意。没想到你竟然没有中我的精神迷药。精神迷药？柳云留心去听屋外的动静，屋外动静各异，可偏偏没有叫喊声。他因为精神力耗空被白卫青治疗，特意叮嘱他让他在10日内不得动用精神力，示意他也根本不可能会中精神迷药。但显然上官恒和白卫青都中了，这样也好。程立努了努腮帮子，从牙缝中压抑出对柳云的恨，可以让我清晰地看到你被我杀死时脸上因为死亡而展现出的痛苦。听明白他话语的柳云挑眉一笑，这是杀他的哨兵终于来了，看来你就是要杀我的哨兵。柳云话语中的兴奋不加掩饰，虽然使用不了精神力，可他对于精神力根本一概不知，他最强的是他作为特种兵女王时所拥有的一切身体上的能力。哼，废话少说，受死吧！程立喊叫着，直直冲柳云杀了过去。柳云翻身下床，既然如此，我也就不客气了。既然是生死决斗，他使用精神力武器，他应该也就可以使用他趁手的冷兵器吧。唰的，2把手枪在阴影中快速出现。柳云邪笑着看程立，不知道是他的枪更快呢，还是他的精神力攻击更快呢？程立根本没看清柳云手中拿的什么，有了目睹柳云跳入白卫青怀中逃跑的经历，程立只当他好杀的不行。是以当柳云红唇上下轻碰，吐出砰这个字时，他还不知道这话是什么意思，直到那玩意儿轻而易举地打烂了他花高价搞来用来砍人的光剑。程立看着地上几乎碎成渣子的光剑，惊住了。他看向柳云手中的手枪，这是什么？第41章刺激的心动场面。程立狠厉毒辣的面庞出现了一丝松然。柳云歪头一笑，下一刻以极快的身形已经到了他的跟前，右手手枪的枪口已经抵在了他的喉结处。在生死战斗的时候走神可是一个大忌。柳云精巧的面庞上同人燃烧着凛冽的光，上扬的唇角更像是一簇火焰，轻而易举地点燃了程立的心脏。他喉结上下滚动，直勾勾地望着眼前抬眸看他的柳云，从未觉得有向导可以这么美。A 区01栋别墅内战斗的不仅仅只有柳云与程立，还有距离柳云卧房不远的白卫青和楼下的上官恒。白卫青的卧室内，陷入精神迷乱的白卫青还在梦中构想着自己化成他的精神动物和柳云痴缠在一起的画面。实际上他根本就没能研究出这样的药物，更不用提化成精神动物和柳云痴缠。而他的精神动物早已因为他的精神迷乱在他的精神里沉沉的熟睡，而他根本不知他的隔壁柳云的卧室内，程立正被柳云的奇特惹得浑身上下被热流填满，而他已经被几个摸黑上来要杀了他的哨兵逐渐包围。楼下上官恒的处境并不好受，与程立合作的秦墨萧坐在沙发上，嗤笑不屑地看着面前的上官恒。呵，这个上官恒可真是一个妥妥的背叛者啊！秦墨萧眯眸望着即便是陷入了精神迷乱，还在危机感异常饱满的警惕打量四周的上官恒，轻蔑地抬了抬头。即便是再怎么好的向导又能怎么样？谁也比不过他的亲爱的。所以秦墨萧终于看累地站起身，九头身的身材高挺威严，一步一步漫不经心在自家后院闲逛一样到了上官恒的跟前。秦墨萧翘唇而笑，你去死吧！秦墨萧手中一把凝聚着他精神力的匕首出现，直直地朝着上官恒的心脏刺去。楼上柳云的卧室内，程立的喉结下滚，眼睛当中凝满的浑是柳云的样子。你，程立沙哑的声音吐出。柳云歪歪头，带着挑衅和看好戏的看他。你手中的武器是什么？程立凶巴巴地说着，可心思早就已经不在柳云的武器上。他有些懊恼，他明明想要问的是他究竟如何这么好看的，怎么会突然就问出了这么一句不像话的话？可是看着柳云那双漂亮当中又带着些满头问号的眼睛，程立又有些脸红，觉得他根本不好意思问出声。他太好看了。柳云逼近程立几分，带着满腹的疑惑，这个哨兵怎么回事？刚刚不是还凶神恶煞的要杀了他吗？怎么话头一转问起他的武器来了？看起来还一点害怕被他杀死的样子也没有。程立察觉到柳云的靠近，心脏砰砰跳动得更快。他靠近我了，他在看我，在看我。程立害羞的脸红的能滴出血来，耳朵更是红得像熟透的番茄。他根本不敢看柳云一眼，心底的小人却萌生了一个想法。第42章，他不是故意的。如果让他现在立时在他的手中死去，他也心甘情愿。程立一点也没了要和柳云战斗的想法，反而缴械投降的完全一副任柳云采摘的样子。柳云察觉到他毫无和他再继续战斗的想法，只能可惜又纳闷的收了手枪。和没有战斗意志的人战斗，即便是赢了也毫无意义。可程立感受着柳云松开抵住他喉结的动作和他退开他跟前的举动，不由得别扭又扭捏地问，你怎么不继续了？继续什么？压制你吗？柳云摇头叹息，我可不会杀一个根本不想和我战斗的人。可是程立很想说，如果可以让他再次那样近距离的靠近他，他可以和他继续战斗。
只是看着柳云那张漂亮的脸蛋，他怎么也说不出来和他战斗的话。他实在太好看了，如果能让他摸摸我的头就好了。程立瞥向柳云拿着手枪的手，心中的想法古怪又荒唐。柳云注意到他的视线，以为他在意的是他的手枪。哦，这个啊。柳云尴尬咳嗽了2声，他以为今晚他必定会把他给杀死，就根本没有逼着他。这下他也只能随口胡诌个谎话来了。这2个武器是我在鬼库林里意外发现的。哈哈，运气很好吧？程立根本没听柳云在说什么，一双眼睛全部都被柳云吸引。他小心翼翼地上前，怎么也挪动不了放在柳云身上的眼睛的道：“你可以摸摸我的头吗？”什么？柳云懵了，根本没反应过来。可当他再一眨眼，面前这个刚刚还要死要活要杀了他的哨兵，已经弯着腰肢，将他毛茸茸的脑袋送到了他的跟前。柳云说不出话来，这不太对吧？正想着，楼下传来的剧烈动静瞬间吸引了柳云的注意力。他脸色陡然一变，楼下发生了什么？哦，那个程立笑眯眯，没什么，不过就是另一个 SSS 级哨兵在杀1楼在守夜的那个哨兵罢了。柳云猛地转头看向他，今天晚上来的不止你一个哨兵，你要做的也不只是杀了我。程立发现柳云似乎生气了，有些不安，不知道他为什么生气，但还是天真无邪的把自己原本的计划讲了出来。今夜我的计划是用精神迷药把你和另外2个哨兵迷倒，让他们和你都陷入无意识当中，然后让我的属下和另一个哨兵分别把他们杀了，而我把你杀了。说着，程立嘴巴微微嘟起，有些委屈。他想到在身份卡上看到过的柳云的姓名，软声软气的道：“阿云，你不会生气吧？”程立无辜又可怜的用着那张帅到人神共愤的面容道：“阿云，我不是故意要毁坏我们的家的，你放心，我的人和另一个哨兵虽然下手会残暴一些，但我保证，等他们死了后，我会和你一起把我们的家布置得漂漂亮亮的。”第43章，他真的不凶的。阿云，程立瞅着柳云那张因为生气和严肃含上怒火，隐隐泛红的面颊，又不由得红透了面庞。程立低头用鸦羽般乌黑的睫毛遮盖住了眼中的羞涩，不好意思再看柳云一眼。阿云也太好看了，怎么能够好看到他看一眼就觉得心脏要爆炸掉呢？还好阿云没有看他，不然被阿云用这样一双漂亮的眼睛看着他的心脏一定会受不了的。程立唇微微上扬，幸福又甜蜜。柳云的确生气，他未想到他以为的危机解除，实际上却是他的2个战友在受危险。柳云噌地转过，眼中的阴翳毫不遮掩。他再一次逼近程立，将他摁在了墙上，被月光照耀的面庞唯有对战友受到威胁，甚至可能生命也已经受到威胁的冷酷着。让你的人滚！柳云眼中嗜杀过无数人的狠恶骤现，借由月光把柳云此刻的模样和一双眼睛尽数看了个明明白白的程立，害羞的几乎快要晕掉。阿云太好看，太好看了！好，程立丝毫感受不到一点威胁的羞涩说着，仿佛柳云此刻说什么他都会答应一样。可此刻楼下的上官恒和秦墨萧之间并不怎么愉快。秦墨萧吐出嘴中的血沫，带着不耐烦和厌恶的看向仍旧陷在精神迷乱当中的上官恒。这个上官恒怎么回事儿？怎么突然就发了疯？秦墨萧怎么也想象不到，他到了上官恒的跟前，即将把他的心脏捅穿的刹那，上官恒却像是突然恢复了所有的意识一样，不仅精准的躲开，还狠狠地给了他一拳，带着浓烈的恨和恼火的一拳。上官恒看不清周围的东西，更不知道自己在经受什么，可是他脑海中唯有保护柳云不受到伤害这个想法当中多出了一条：杀了那个咬了阿云脖子的哨兵，杀了他。上官恒没有说，哨兵的精神力不仅会通过武器的形式释放出来，还会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无意识的释放出来。在看到柳云脖梗上咬痕的刹那，虽然只剩下了细微的惊晒里，可上官恒还是无法忍受的厌恶上了那丝精神力，更在秦墨萧靠近他站在他面前的刹那，从心底最深无意识的某个地方立刻觉醒了过来。他要杀了这个哨兵，不管是谁，他要杀了他。突的，上官恒的动作快如闪电，朝秦墨萧发起了更加凶狠的攻击。楼上被柳云用手枪抵着后腰威胁的程立到了白卫青的房间门口，他看着门内正要朝白卫青下死手的几个属下，感受着腰后柳云朝他喷洒出的温热的呼吸，咳嗽了2声的道：“你们都停手吧，都离开吧。”几个属下听着这温柔的像是一个娇滴滴向导声音的声音，不敢置信的瞪大了眼睛。发出这种声音的他们的老大程立老大干什么？程立根本一点也不想在柳云的面前暴露出自己太凶狠的事实。第44章4人混战。程立努嘴，我说你们可以走了，就快点走吧。是。王黑最先带头回神，搞不清眼前状况，只能够连忙和几个兄弟先离开。现在把白卫青的迷药解了。柳云继续压着他前进。程立有些不悦，白卫青是什么东西？也能够和他一起欣赏阿云的美貌？好想白卫青立马死去，只有他和阿云在一起啊。可是阿云现在正在握着他的肩膀，走在他的背后，与他关系极为亲密呢。他怎么能够破坏这么美妙的时刻呢？只能够听从阿云的话了。谁让阿云那么美呢？程立晕晕乎乎，害羞腼腆的在白卫青的面上撒上了一些药粉。下一瞬，沉浸在美好幻觉之中的白卫青噌地睁开了眼睛。
眼前看到的便是一个陌生又高大又帅气的哨兵，正在带着古怪羞怯笑容的被柳云挟制着。阿云！白卫青慌神，立刻起身将柳云拉到了身后。程立看着脸上羞涩的笑容突然间不见了，只剩下了阴冷。阿云，你没事吧？白卫青着急地拉着柳云上上下下的检查着，唯有慌张。放心，我没事。柳云说着，还念着楼下的上官恒，上官恒有危险，我们需要快些去帮他。白卫青无法立刻的答应，而是扭动着面庞的去看程立。你就是另外2个哨兵的其中一个，是又如何？程立觉得白卫青碍眼极了，真该让属下把他直接杀了。是又如何？白卫青看他的眼神唯有杀意。他喜欢阿云，想与阿云心意相通的在一起，也自私的想要住在阿云的心里。他可没有上官恒那样那么无私，为了不让阿云受到影响，连心中对于阿云的感情都不愿意说出来。可他不一样，他只想占据阿云的所有，不管是情感还是心中，亦或者其他。可是不代表他就不会保护阿云。阿云对他而言是自私强硬，想要占据的向导，可更是他愿意付出一切保护的人。既然是，那就不妨碍我杀了你了。白卫青冷言。杀我？程立凶狠的表情重新出现在面庞上，虽然十分不希望在阿云的面前暴露出他的面目，可是他的阿云如果是他一个哨兵的，他会更加高兴。程立与白卫青就此打了起来，丝毫没有察觉到他们为之恨不得杀了对方的理由。柳云已经跑到了楼下去帮助上官恒。被陷入怒火当中的上官恒疯狂攻击的秦墨霄唯有恼火。这个上官恒陷入精神迷乱，还不如不陷入。陷入精神迷乱当中的他，攻击根本毫无章法，让他连应对的方法都没有。可没想到他竟然爱终端分配给他的向导，爱得这么深。到了这种时刻，嘴里念叨的竟然还是阿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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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听名字就知道一定比不上他的亲爱的。下一瞬，柳云的面孔从楼上的拐角处出现。第45章，你们不要再打了啦。秦墨霄野性蓬勃的面容上笑容猛然僵住，就连一双墨色极为浓重的眼睛也瞳孔地震的写满了不敢置信。他看着那张他心心念念在心中不知想念了多久的人，终于缓缓地意识到了一个事实：他的亲爱的，他所一直深爱的亲爱的，正是那个终端强行分配给他的向导。而那个在上官恒口中显得异常难听的阿云，也正是他亲爱的的名字。更重要的是，他的亲爱的已经绑定了哨兵。早在他在鬼窟林内发现他之前，秦墨霄眸子眯着，看上官恒的眼睛瞬间充斥上了更狠的厌恶。上官恒绑定了他的亲爱的上官恒，身为一个哨兵，竟然没有保护好他的亲爱的。如果不是他意外的发现，他的亲爱的说不定早就再也不在这个世界上了。哼！秦墨霄笑着看着依旧陷在精神迷乱当中对他发起攻击的上官恒。上官恒啊，上官恒，你说，如果你这么没用，又为什么要绑定向导呢？下一瞬，比之刚才要狠厉10倍的攻击被秦墨霄狠狠地甩在了上官恒的身上。柳云瞅着秦墨霄那张熟悉又陌生的脸，总觉得在哪儿见过，可是又想不起来。他不再纠结，而是去看上官恒，发现上官恒的打法十分狠，比他所见到过的几次打法都要狠得多，甚至狠过了他要把白卫青打死的那一次。什么情况？柳云并不清楚程立所下药物的作用，只认为上官恒是因为程立的药物才变成了这样，根本不知道让上官恒变成这样的根本原因是因为秦墨霄咬了他一口。他咬牙知道再这样下去，这2个哨兵必定要把对方的其中一个给打死不可。不行，必须想一个办法制止他们。柳云知道在这样的情况当中，寻常的方法根本起不到作用。他如果只是把秦墨霄手中的武器打碎，陷入失常的上官恒会连自己也察觉不到自己在做什么的，直接杀了这个不知是谁的哨兵。如果他反过来帮助这个不知是谁的哨兵，让他和他一起先把陷入失常的上官恒压制住，也一看就知道不可能。他们2个明显就是冲着杀了对方去的，而且楼上的白卫青和那个哨兵也根本停不下来的在打架。他必须尽快想出一个2全其美，让他们全部停下战斗的主意。突的，柳云眸中光亮一闪而逝。这个主意虽然危险了一些，可并不代表没有用。柳云悄悄从别墅内退了出去，很快从随身空间中掏出了一枚手榴弹。没办法了，只能用这样的方法了。柳云拔掉保险栓，一手榴弹扔到了别墅内地基最薄弱的地方。虽然这别墅他才住了2天也不到，但为了能让他们停下来，他也只能出此下策了。轰！随着一声震天动地的巨响，城中心的每一户心脏都跟着震了3震，而 A 区001栋别墅也在柳云的注视下轰然倒塌。然而第46章打斗终于停了。无人所知的，就在柳云从随身空间中掏出手榴弹的刹那，波动让隐藏在城中心暗处的高级会们统一察觉。他们齐齐地朝柳云的方向望去，眼中都带着极为愉悦的兴奋。他们的脑海中都升腾起了一个想法：吃了它，吃了它，他们就能直接升级为最后的样子。别墅外，柳云欣赏着他满地废墟的杰作，看向了下意识反应用着精神力将自己护得丝毫无伤，在别墅废墟中异常显眼的4个哨兵。4个 SSS 级哨兵都从打斗中短暂地恢复了平常的样子，只是上官恒却在保护他的精神力能量照破掉后，又一次的想要对秦墨霄下死手。他面无表情，浑然无意识的，只是用着一双眼睛毫无波澜地盯着秦墨霄，眼中的想法唯有一个：让他死。
柳云察觉，连忙喊着让他清醒过来。程立还没有从别墅化为废墟当中回过神来，骤然听到柳云的声音，连忙看去，发现柳云即便是如此生气的样子，也这么好看。唰的，柳云一双蕴含火气的眼睛直直射在了他的身上。程立喉结上下滚动，疼得红了面颊和耳朵。阿云又看他了。程立扭扭捏捏，害羞又害羞的去到了上官衡的身旁，再要朝秦墨萧进发的上官衡面前撒了一把药粉，而后羞涩的抬起了头，看着柳云，似是在让柳云看他做的有多好，要让他夸夸他一样。可是让他失望的，柳云根本没有给他一个眼神，而只是满心满眼都只有上官衡的关切着他。程立顿时变得有些不愉快，他总是这样，被阿云轻而易举的诱惑，又被阿云好听的不行的声音给轻易的哄骗，任由阿云说什么他就做什么。可是到了最后，阿云在意的也根本不是他，而只是其他的任何一个除了他之外的哨兵。程立头低着，不高兴极了。被上官衡揪着衣领的秦墨萧还没来得及继续与上官衡打架，就因为程立撒给上官衡的药粉解救下来了自己的衣领。他冷哼一声，看上官衡的眼神只有危险。他的亲爱的最先绑定的向导是上官衡，可是他非但没有保护好亲爱的，还让身为向导的亲爱的独身一人在鬼哭灵，让他以为亲爱的就是一个没有被绑定又有些与众不同喜爱来杀会的向导。可是没想到，他的亲爱的原来就是一个应该有哨兵保护着的向导，而上官衡身为保护他的向导，根本没有做好丝毫他应该尽的责任。秦墨萧火气上涌，又想打上官衡，但柳云冲到他和上官衡之间，挡住了他的动作的，让他不得不停手。只是瞅着柳云关心的不行的，轻轻拍打着上官衡的面颊，担忧的询问他有没有事的样子，让他的火气怎么也停不下来。柳云查看着上官衡的状态，见他还没反应，语速不由得急了一些。上官衡，上官衡。上官衡冷冽的五官平定，望柳云的眸子唯有温柔。第47章小修罗场。他早在药粉洒到他面颊上的那一刻，就因为吸入解毒的药粉清醒了过来，一直没有说话，是因为上官衡看向就站在柳云身后，面上虽带着笑，但笑意却唯有危险的秦墨萧。他在压抑着对秦墨萧的怒气。秦墨萧就是那个咬了阿云的人，就是在阿云的脖子上留下印记的人。他勉强克制着火气，从秦墨萧的脸上将视线移动到了柳云的脸上，轻轻的开口：阿云，我没事了。柳云刚要松一口气，身后就响起一道包含着浓浓笑意的声音：亲爱的，难道你不记得我了吗？秦墨萧笑着：你忘记了在鬼窟林内我救了你，还和你……秦墨萧。上官衡低沉的声音冷冷地喊着秦墨萧的名字，打断他的话。柳云还不知这是什么意思时，白卫青也跟着凑了上来。他不喜欢阿云和任何一个哨兵说话，单单不同他说话的样子。阿云，白卫青刚喊一声，程立就跟着喊了出来。阿云，程立不甘示弱，想要在这中间有一席之地。4个哨兵一台戏，吵吵闹闹的声音让柳云连挤进去他们的谈话都不可能。他听得头晕眼花，耳朵嘈杂，只觉得从来没有哪一天认为这世上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声音。他咬牙瞅着满地的别墅废墟，怪听着耳边停不下来的一口一个阿云的喊声，终于忍不住克制着怒火的道：你们都给我停下！随着柳云带着些许怒音的咆哮，4个哨兵瞬间安静了下来。上官衡、秦墨萧、程立和白卫青纷纷看向了柳云，将所有的注视和目光都停留在了柳云的身上。4个长相各异，性格不一，但都对柳云有着相同又不同感情的哨兵，统一的对柳云在此刻升起了完全不一样的想法。外冷内热，自有一套尊重柳云、爱护柳云，为了柳云可以什么都压抑，即便是渴望柳云渴望的不行，想念柳云想念的不想，但依旧能够因为爱柳云而压下所有一切对他的欲望。只是默默当一个守护者和爱护者的上官衡，望着柳云的眸子只有歉疚，微抿的唇和有些暗淡的眸更是难受又抱歉。他本应该保护好阿云的，本应该不让阿云受到一丝伤害，让阿云只有高兴与快乐的。可是阿云现在很生气，而且还是在这满地废墟的别墅上生气。这废墟的别墅正是他和另外3个哨兵惹出来的，他没有保护好阿云，更没有好好的爱护好他。上官衡心间都在弥漫着痛苦，这痛苦更是在一点点的蔓延到他的四肢，让他连呼吸也开始疼痛了起来。上官衡的左侧，秦墨萧正满面笑容，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柳云的面庞看。他不觉得自己有丝毫的错，更不觉得自己有做什么让人难为情的事，只是在想：啊，他的亲爱的，他的向导，果真是与众不同，让他……第48章4人慌乱，无法不去喜欢，不去爱，不去在意的存在。想着，秦墨萧的视线落到了柳云被窗口贴覆盖着的脖颈上。呵呵，他无声地笑了笑，唇角的笑容更加上扬。这样的痕迹只留下一个，果然效果不是很大，竟然只是用着窗口贴就能够轻松的覆盖。看来，秦墨萧眼中升腾着火热光芒的咪眸凝望着柳云，应该找个时间在阿云的身上到处都覆盖满他的痕迹才是。这样，即便是要给上官衡这样不负责任、根本保护不了阿云的哨兵共同分享阿云，他也可以勉强的接受。另一旁的程立与柳云的相处并不长，可是这也并不妨碍他对这个样子的柳云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喜欢与心动。早在卧室内的那一眼，他就知道他的阿云美极了。可是没有想到，阿云的美根本没有上限，这个样子的阿云也美得他想看又不敢看。
而白卫青则是4个哨兵当中对柳云最自私的那一个。他无声则声，对身侧有其他3个哨兵而感到不满。若不是他们在，他现在早该对阿云诉说清楚对阿云的喜欢，与他一起欢喜的亲密接触着在一起了。白卫青丝毫没有将柳云并不喜欢他，或是并不想要与他在一起的这个可能性归纳进去。他的喜欢永远只考虑自己，至于柳云怎么想不重要。他只要和阿云在一起的，感受着与阿云靠近接触时的喜欢。4哨兵的心思各异，柳云并没有察觉。他恼火地瞪着4个哨兵，显然已经明白过来了一点，4个极有可能都是他战友的战友，如今打成这个样子，让他只有把别墅给炸了，才能够让他们冷静下来的起因，都是因为他。柳云气得火冒三丈，紧握的双拳更是因为气恼疯狂的颤抖。这4个哨兵到底还能不能行了？他只是想要打一场酣畅淋漓的战斗，只想要好好的休息，养好精神，研究精神磨合，来达到与战友们最为契合的状态，好来上一次又一次疯狂地作战。可是他们却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架没打成，休息也没有休息好，闹来闹去，还让他不得不炸了别墅。你们4个3天的时间内不许见我！柳云怒着转身就走。刚刚还在心思各异的4个哨兵，瞬间因为柳云的这句话和状态慌了神。他们没想到，他们闹这么大的下场，竟然会是和柳云见不到面。除上官恒外，其他3个哨兵统一上前追着柳云。上官恒却站在原地没有动弹，并不是因为他不想要和柳云见面，而是因为他觉得他的确没有脸去见阿云。上官恒沉默着，伤心的情绪在眼中晕染开来。他爱阿云，护阿云，不想要让阿云受到一点伤害。他可以为了阿云什么都不要，可他即便克制住了对阿云的欲望，还是没有克制住对阿云的爱所生成的嫉妒心，否则就不会有那个窗口贴的存在，他也不会在精神迷乱时。第49章挽留的乞求。上官恒头低着，唯有痛苦与难过，他也就不会在精神迷乱时满脑子都只有杀了在阿云脖子上留下深重咬痕的秦墨萧。其他3个哨兵却并没有上官恒这样的愧疚痛苦的心思，1个2个3个的齐齐上前喊停柳云，就是为了知晓他们在柳云心目当中的地位。亲爱的，秦墨萧最先开口，野性蓬扬的邪肆不再如之前那般无所顾忌，而是狂悖当中带着乞求。亲爱的，我好不容易找到你，好不容易能够和你在一起的保护你，你怎么能够转头抛弃我而离开呢？秦墨萧心底压抑着浓郁的不快与不安。他的亲爱的一向特殊，若是早知道终端分配给他的向导正是亲爱的，他说什么也会在知道消息的那一刻赶过来与亲爱的绑定。阿云，你不喜欢我，也不可以不要我啊！程立因柳云而害羞的面颊此刻有些苍白，脆弱的抬着眸直勾勾的望着柳云，只剩下了心碎。阿云，她好漂亮好漂亮，好喜欢好喜欢的阿云，怎么能够在他刚刚喜欢上她，刚刚迷恋她，迷到想时时刻刻痴痴望着她的阿云，就这么要把她丢下，还不要她与他见面呢？仅仅是3天的时间，他也不愿意啊！程立飘然欲泣地望着柳云，眼中噙着惶恐。白卫青更是直接咬碎了牙的直接抓住了柳云的手腕。阿云，你不能走！早知道他就应该在昨晚就和阿云告白，让阿云知道他的心意。即便阿云不喜欢他，对他没有丝毫情欲上的东西，可是至少他也能够让阿云这颗装不下任何私欲的心脏，因为他产生一丝波动。阿云，我喜欢你。白卫青直截了当的告白，早在那一日为你诊治时，我就喜欢上了你。你与任何一个向导都不一样，我喜欢你的力量，喜欢你的气质，喜欢你的每一寸。你不能够就这样抛下我离开，也不能不让我去见你。阿云。柳云听着他们的话，只有更加生气的恼火，对着他们3个哨兵说出了他们嘴中对他诉说的话：喜欢，亲爱的，不能不要你。柳云从未有过如此生气，可因怒火而张扬的更加盛的面庞，让本应该因为柳云恼怒而恐慌的3个哨兵更加深深的痴迷着柳云。白卫青，他就知道该让阿云知道他喜欢他，他就是自私，就是想要不顾及阿云感受的，让他的心中不得不挤出一丝情感给他。秦墨萧，亲爱的，果然永远都是特别的。生气时的样子，这特别就更加明显了。程立，阿云太美了，他的心脏怎么也停不下来，疯狂的跳动了。下一刻，柳云的举动让3人齐刷刷的呆住。啪啪啪，连贯的3道声音响起，原来是柳云一巴掌连扇了他们3个。阿云，程立最先回神，捂着通红的左脸，迷惑不解。更多的还有第50章，4人都被打爽了，更多的却是程立不想说话，他满心满眼都是自己被柳云扇了的脸颊上的温度。分明脸颊因为柳云一巴掌的扇起而热胀红肿，可是上面酥酥麻麻的感觉却让程立感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高兴和愉悦。阿云给他耳刮子了。阿云的手是香的，扇过来的时候还带着香风呢。阿云好美，好漂亮。在程立的眼中，怒气冲天给他巴掌的柳云显然美得不太正常。程立的身侧，白卫青脸颊火辣辣的痛着，他不敢置信地看着柳云，难以相信柳云给了他一个巴掌。阿云，这是什么意思？仅仅因为他的告白，阿云就生气了吗？他期盼的确是阿云的心因为他的告白而产生动摇，可看到阿云生气，他的心又为什么会这么的不愉快？他想要的确是阿云因为他的告白而拥有其他的情绪，但是他更想要的不是阿云生气，而是因为他的话对他这个人产生动摇。可是没有，阿云生气的在意的根本不是他，不，或者说从头到尾都没有他。他的告白，他的满心欢喜又算什么？
被柳云同样打了一巴掌的秦墨萧顶了顶腮帮子，正愣的刹那过后，便是溢出的一丝带着危险的笑。阿云总是给他惊喜，可是阿云是不是有些太不在意他了？便是给他巴掌，也是连带着给其他2个人的同时给他，为什么就不能单独的给他一个巴掌呢？秦墨萧不高兴。柳云并不知道他们3个哨兵在想什么，唯有对他们3个不是带上上官衡的4个哨兵所感到的荒唐。他气得指向那堆别墅废墟，怒着：这就是你们口中的在意，就是你们口中所说的喜欢，所说的亲爱的，所说的不要你。柳云气的胸脯一上一下的起伏着，你们的喜欢，你们的情谊，你们的不要你，就是指让我不得不把别墅给炸毁，不得不去解决你们4个人那点所谓的感情惹出来的烂摊子。柳云气的转身直接离开。这一次秦墨萧、程立、白卫青3个人并没有再追上去，他们不是认识到错误了，而是都齐刷刷的意识到一件事：如果他们再继续追上阿云，那么阿云这一次给他们的就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巴掌了，而是真的会彻底的不要他们。3个哨兵，你瞪着我，我瞪着你，都写明白了一个意思，他们的自私对阿云的自私完全相同。即便是这个时候，他们也压根不打算改了那点心中对阿云的自私欲念，唯有想要阿云更多的被他们拥有的想法。哒哒哒，上官衡走了过来。你们，上官衡一句话还没有说完，白卫青却已经打断了他。白卫青嗤笑着：上官衡，你该不会是想要说教我们，既让我不要对阿云告白之后，这次要做的是要让我们3个再也不准对阿云做出丝毫过分的事吧？第51章，恶魔般的心思。白卫青最看不惯的就是上官衡这副自诩正义的样子，他冷冷吃着：上官衡，可不要忘了，你也是对阿云有着浓浓私欲的人，你根本就没有你想的那么伟大。白卫青直截了当的揭开了上官衡的伪装，你的爱是让我们3个哨兵都比不上，可是你的自私，你对于阿云的占有欲和私欲却也和我们根本不相上下。白卫青抓到了什么的密谋，否则早在阿云要离开之时就会上前安抚阿云，而不是愧疚的连阿云一步都不敢靠近。上官衡冰冷的表情弧度有些不自然，可是他靠近他们根本就不是为了让他们改邪归正，更不是要让他们再也不能够对柳云表述出丝毫感情。他正是因为知道自己对于柳云的私欲，所以才会来和他们谈话。我来和你们要说的，不是为了要让你们把心中对阿云的私欲给压下去。上官衡道。话音落下，白卫青诧异的眨了眨眼，这家伙转性了。白卫青揉揉眼睛的在看上官衡，发现上官衡还是那个上官衡，冰冷无情，对任何事都有着一套他自己给自己设定的社会规则的枷锁。可是他这看似因为柳云而生出温和的冰冷面庞上，升起的还有一丝毫不遮掩自己心底欲望的病态般的阴戾。原来上官衡变了。白卫青扯唇，看来因为阿云而改变的根本不只有他一个，就连上官衡也改变了。上官衡唇绷着，他对阿云的确有着深深的爱意，可是和爱意一同升起的便是谁也无法克制的对阿云的私欲。他没有办法，也无法克制。他对阿云的私欲和对阿云的爱意根本是相同的，成倍的增长。每每他对阿云的爱意更厚重上一分，他心底对于阿云的占有欲和浓厚的私欲也就跟着上涨一分。他没有办法，也根本无法克制。既然这样，他倒不如接受了他。只是阿云，我对不起你。上官衡心中默默念着，再抬头已经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对着秦墨萧、程立、白卫青说出了自己的计划。阿云不是一般的向导，你们知道。上官衡道，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让你们把对阿云的私欲克制下去，而是想说。上官衡冷酷地说着，宛如一个坠入地狱的恶魔，你们包括我在内必须做出改邪归正，再也不会让阿云因为我们的私欲感情有任何麻烦的后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挽回阿云，才能够让阿云再一次回到我们的身边，一直在我们的身边。一直这个词太美好，让秦墨萧、程立和白卫青3个人的呼吸都不约而同地停止了。他们齐刷刷地看向上官衡，在这一刻抹去所有前尘往事的达成和解，为了能够把阿云永远绑在他们的身边，为了让阿云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他们愿意共同撒下这个逆天大谎，做出完美和谐相处的假象。第52章，一切为了阿云。好，秦墨萧最先出声作答。这不代表他原谅了上官衡把柳云独自一人留在了鬼窟林内面对危险，而是为了得到亲爱的，为了能够和亲爱的永远的在一起，他心甘情愿如此。亲爱的太过不同，用寻常的方法他必定得不到他，更不用说是让亲爱的对他动感情，让他在他的身上留下满身属于他的咬痕。要是能够用这样的方法留住亲爱的，他就算是装出和他们3个哨兵的关系好也无妨，毕竟亲爱的才是他的一切。紧跟着开口的是白卫青，为了阿云便是撒个谎又能怎么样呢？而且上官衡也只是说了让他们几个哨兵做出和谐相处的假象，可没有说他不可以继续对阿云动着让阿云喜欢上他，在意上他的感情的动作。白卫青笑眯眯，我答应。毫不意外的，程立是最后一个答应的，他甚至还有些不太愿意。虽然在听到上官衡所说的那声一直时，他的确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和兴奋，但是紧跟着来的便是不满。不满到了极点，他竟然要和其他3个哨兵装作和睦的相处，让他们和他竞争抢夺的机会。如果是他最先开口说话，那他所说的第一句话必定是
要杀了你们，而不是什么合作的事。那么漂亮美丽的阿云，明明就应该让他一个人享有，这样，即便是有哨兵和他争吵，要和他抢夺和阿云在一起的机会，让阿云因为他们的争吵而恼火的离开等等，都不会发生了。可是偏偏因为上官恒的一句话，毁了他的所有。程立咬牙切齿，恨得一双眼睛通红，几乎想要直接爆发的杀了另外3个哨兵。可是他的理智也在告诉他，如果他真的杀了另外3个哨兵，他的阿云就再也不可能和他在一起了。他美丽动人，每一缕头发丝都让他心动的阿云，就彻底的再也不会与他来往了。想到这一点，程立的面颊就陡然碎落，心脏更是碎得难以复原。他不想要见不到阿云，更不想要阿云为此讨厌他、憎恶他。好，程立咬紧牙关，终于从腮帮子中间费力地吐出了一个字。上官恒点头，并没有着急地带着他们去向柳云道歉，让柳云重新回到他们的身边，而是转身道：要想挽回阿云，要想让阿云和我们在一起，要想让阿云彻底相信我们不会在内斗争吵，第一是不是去找阿云，让他相信我们已经知道错了，而是应该……上官恒看着别墅道：把别墅建好。4个哨兵开始了忙活来忙去建造别墅的计划，他们并不担心柳云被什么人伤害到，更不担心柳云会吃亏。且不说这是异常安全的城中心，即便是有人想要对阿云做什么，秦墨萧、程立、白卫青3人脑中齐齐升腾起一个想法，即便被所有人围攻，阿云亲爱的也一定能够。第53章新哨兵登场的节奏，安然无恙的走过。毕竟他的亲爱的阿云是如此的特别与与众不同，任谁也不可能会挡得了他。另一边，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的城中心居民，得到信息的来源远远不如距离 A 区极为相近的 B 区所知道的清楚明白。B 区的向导们清楚地看到了唯有一个向导入住的 A 区，一栋别墅倒塌的连个影子都看不见。他们纷纷惊讶地从别墅内出现，一个个都带了点看好戏的趣味模样。B 区02栋别墅外，黄英则生饶有兴致，看来那个 A 区的柳云是吃了一个大苦头啊！看起来就连别墅都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给弄得毁了呢，真是搞笑。呵，什么柳云，一个贫民窟来的孤女也配和他们站在一起，也配成为 A 区的特级指挥官？想都别想。01栋别墅外的白霜优雅高贵的面色却染上了些许得意，呵呵，看样子是那个地下黑场的王程立成功的把柳云给杀了。还好，白霜唇角上扬一个得意的弧度，在哥哥没有被柳云绑定之前，程立就把他杀了，他的危机已经解除了，哥哥依旧是他的，而他也依旧会努力的升级，让哥哥不得不被终端分配绑定给他。白霜眯着眼睛极为愉悦，压根没有想到柳云根本没有死。另一头，独身走在路上的柳云有些恼火的到了 A 区的角落，天色还是深夜，冷风打在柳云的身上掀起丝丝凉意，让柳云有些无可奈何。搞了这么久，没想到我最后还是要住在帐篷里面。柳云无可奈何的将帐篷从随身空间内掏出，安插好，又拿出了火炉放在一侧烤火。幸好我随身空间内的东西足够，不然还真不知道该如何度过今夜。柳云说着步入了帐篷内，他所寻找的角落极为隐蔽，并不担心自己会被人发现。而上官恒、秦墨萧、程立和白卫青4个哨兵，他也坚信他们不会再来烦他。什么喜欢，什么情情爱爱的，柳云心烦的嘟囔，根本就是没有用的乱来，还不如和我痛痛快快打一架来得好。不知何时才能够进行一场酣畅淋漓打斗的柳云丝即此更加烦躁。哎，不想了，睡觉。他闷着气裹紧睡袋陷入了沉睡，根本不知道他这几次从随身空间内拿出东西的举动已经吸引了不知道多少暗处的东西。陷入沉睡让精神力长久恢复的柳云根本没有注意到他的周围不知何时攀爬而来了无数的会，一只两只最低等级也在 S 级的会伴随着其他密密麻麻数不清的 SS 级会和另外几只 SSS 级会的朝着在帐篷内酣睡的柳云爬着。对于这个世界知之甚少的柳云根本没有想到将精神力全部陷入沉睡的他是察觉不到精神体的会的。是以当会密密麻麻聚集在他的帐篷周围时，他还在完全无所知的沉睡着。第54章新哨兵登场。啪嗒啪嗒，每一只会的口水都疯狂地砸落在地面上，他们闪烁着猩红的眼睛，集体都充斥着一个念头：吃了它，吃了它，吃了它。他们无声地低吼着，每一只会看彼此的眼神都充斥着竞争者的意味。他们要吃了这个向导，只要吃了它，他们就能够升级，就能够升级。哦，所有会齐齐地朝前扑着，要将柳云的帐篷压垮，要撕碎帐篷，把帐篷里面的柳云给咬个粉碎，给咬个嘎嘣脆。突然的，就在所有会冲上前的刹那，天空上的月亮爆发出明亮的光芒。光芒在这一刻洒在地面上，柳云的帐篷前出现了一个身高挺拔、长相极为帅气的男人。他穿着乳白色的西装，浑身上下都因为月亮的光芒散发着淡淡的白色。他上挑的唇轻轻张扬着笑容，优雅金贵的容颜宛若童话书中的白马王子，每一寸肌肤都透着莹润的光泽，就连那双眼睛都是晶莹剔透的黑色。他从容不迫地看向那一群虎视眈眈对着柳云的会，眼中没有丝毫压迫感与对会的嫌恶。可是那群刚才还要对柳云发起猛烈进攻的会，却不知为什么对这样一个看起来没有丝毫威胁感的男人极为恐惧和害怕，更像是被什么东西给死死地压着身子一样，一个个都趴在了地上，发出害怕的神色。哼，宫浩轻轻地笑着，你们快些离开吧。
趁我没有生气的时候。吼吼！有 SSS 集会不甘心地盯着柳云在内的帐篷，口水还在不断地分泌着。宫浩眉梢轻动，看向发出声音的 SSS 集会，笑了笑。你似乎很不满意我的做法。就在 SSS 集会想要再次发出抗议的声音时，下一瞬他已经变成了一滩血肉糜烂在地上，再也不见丝毫踪迹。其他的会一个哆嗦，猛然转身的疯狂逃窜似的离开。宫浩这才温文尔雅地继续笑了笑，对他们的识趣很满意。紧跟着他慢悠悠地转过身，对柳云升起了浓浓的占有欲与兴趣。他缓缓地拉开柳云在内的帐篷，打开帐篷，漫步着步入了柳云的帐篷内。望着熟睡的柳云，宫浩慢悠悠地单膝跪在了他的身侧。他修长的长臂探出，骨节分明的手指摆弄着挡住了柳云精致容颜的碎发，细细地摩挲着柳云的面颊，而后唇角笑容高高扬起的将手放到了柳云的额头上。你说，你这脑子里面到底装着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呢？极具磁性柔雅的声音，仿佛嗓子里放着一个加剧浓烈程度的清冽湖水，让人无法不为之心动。宫浩抚摸过柳云的额头，将手指划过柳云的耳朵，摸到了她的后脑勺。柳云圆润的后脑勺让他爱不释手，可更让他爱不释手的是柳云脑子里装着的那个几次三番产生剧烈精神感和超出这个世界的空间感的东西。哼，宫浩歪了歪头，对柳云。第55章被烙上灵魂印记。对柳云这个他从来没有见到过的稀有存在，升腾着浓浓的欲望。不过不是爱情上的欲望，更不是男女之情的欲望和占有欲，单纯是对一个新奇又特殊的物品所升起的占有欲。真想把你的脑子撬开，好好看一看那个藏在你的脑子里的东西啊！宫浩像是在抚摸自己的爱人一样，温柔又低低笑着地抚摸着柳云的脑袋。极致的柔和把他的话语也变得柔和了起来，让他看起来仿佛就是一个深深痴爱着自己的爱人的人，而不是什么其他人所无法接受的可怖的存在。我的宝贝。宫浩摸着柳云的头，手指轻轻触碰着柳云光洁的额头。以后你就是我的了，可千万不要让任何人触碰到你啊！他说着，将自己的手指用精神力割破，滴出了血液的在柳云的额头上蹬了一下。很快，那滴血液被柳云快速吸收，容纳进了身体内。下一刻，柳云的额头一抹淡月光色的印记一闪而逝。见到契约成立，宫浩这才满意的笑了起来。他低低的笑着，因为喜欢和高兴，低头轻轻的咬了一下柳云的耳朵。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能够碰你了，只有我。宫浩说着，还想再仔细的研究一下柳云的神奇之处。可很快，月亮的光泽暗淡下来，他又该回去了。宫浩无奈起身，对睡梦中的柳云道：“宝贝，我走了，下次见。相信我们很快就会再见到的。”宫浩说着，身影转瞬消失不见。而因着宫浩的手段，沉沉睡着的柳云，额头上月白色的印记却在辉映闪烁着，让柳云皱起了眉头，只觉得自己的灵魂深处某个地方在生生的发痒，像是有什么东西在强硬的挤进他的灵魂，要与他合二为一，又像是在强硬的要占据他的灵魂每一寸，要将他的灵魂转化为另一个人的私有物。夜渐渐的更深了，柳云的眉毛还在紧紧皱着，在强硬的抗拒着灵魂上的变化。而另一头在重新建立别墅的4个哨兵，对柳云身上所发生的一切完全不知晓。他们分别动用着手中的力量，让哨兵源源不断地运送着材料过来，就为了快一点把别墅给盖好，让柳云能够高兴，让柳云相信他们是真的放下了对对方的芥蒂，不再生他们的气，而愿意与他们绑定的共同生活在一起，让他们可以尽情地享受与战友和柳云在一起的时间。直到天亮，4个哨兵还没有停下，柳云挠挠脖子，终于从这一夜不怎么安稳的睡梦中醒了过来。他古怪的凝眉，总觉得他昨天晚上好像不知道和谁争斗了一晚上，可他又明明记得自己只是单纯的睡了一觉而已，真是奇怪。柳云想不通，干脆不想了，直接起身，趁着没人把东西都重新塞到了随身空间内。依照上官恒的说法来看，军校每3个月都会对外开放1天，想来现在军校内已经不会有太多的向导和哨兵。第56章，黎天阳是柳云的新哨兵，正好可以让他畅通无阻的去训练密室内好好的训练一番。他昨日在密室内见到了哨兵训练身体时的一些机器，他用来训练正好。柳云想着，心情舒畅了不少，一路顺着朝哨兵军校内走去。可已经见到过这个传说中 SSS 级向导长什么样子的向导们却极为的震惊，因为就在昨晚还传出这个来自贫民窟的 SSS 级向导被其他哨兵联手给杀了的事。可是现在看来，虽然不知道不应该离开向导太远的哨兵在哪儿，但柳云的出现却光明正大的告诉了他们，柳云这个来自贫民窟的 SSS 级向导根本没死，还活得好好的。一时间信息爆炸，在向导们中间又将柳云还活着这件事给传了个遍。得知这个消息最先恼火的却不是对白卫青有着畸形喜欢与爱的白霜，而是那个因为得知柳云死了高兴的睡不着觉的柳娇珠。柳娇珠气的一脚踢在了跪在自己面前的哨兵陈卫的身上，陈卫被踢得浑身颤抖，面色发白，因为疼痛更是不受控的抽搐着面颊，但是他却连闷哼一声都不敢，因为他知道若是他表现出丝毫痛苦的表情，换来的就是柳娇珠更加狠厉的虐打。柳云，柳云！柳娇珠恼怒的低吼着，你为什么没死？为什么没死？柳娇珠又嫉妒又恼火的喊着，根本平复不下来自己的心情。他恨得牙痒痒的恼怒着，一个废物一样的被母亲除名，连精神动物都检测不出来，精神力为负的窝囊废，摇身一变成了 SSS 级的向导，还被终端分配了4个最强哨兵。他凭什么？
凭什么？如果母亲知道了他现在的精神等级和分配的哨兵，那他岂不是就成了母亲所生下的他们5个向导之间最厉害的那个？昨夜他就应该死得透透的，死得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可是为什么？为什么他没死？他没死！柳娇珠气得低吼一声，更加恼火地站起来，凶猛地朝陈卫的身上连踹了好几脚。他发狂发怒地大力踹着，直到把陈卫踹得蜷缩在地上，神色痛苦得不能动弹，才停下来。他喘着粗气，看着陈卫这个样子，火气不增反减。你这个废物，和黎天阳那个废物一样的废物！哼，黎天阳那个没用又粘人的废物，被我昨夜丢在哨兵军校绑在一棵树上的废物，到现在也不可能有人发现他，说不定会在今天晚上就会被活生生的冻死。你难道也要和他一样？柳娇珠冷酷又不屑地说着，根本没有把自己的哨兵当一回事儿。陈卫哆嗦着，咬牙，勉强撑着，将自己撑着跪了起来。他咽下唇中的血沫，唯有可怜与不敢喊一声痛的苦。娇珠，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柳娇珠翻着白眼，嫌弃哼着，重新坐了下来。陈卫低着头，面颊上只剩下苦涩。不知道天阳现在怎么样了？他们都知道哨兵地位低下，也知道第57章黎天阳害怕柳云，也知道哨兵没了向导的爱怜，极易死亡。他们也没有办法，只能够依照向导的喜爱去做出向导喜欢的样子，只为了得到向导的青睐，也是为了得到活下来的机会。但是天阳，陈卫的心中只有寒凉。天阳明明什么也没有做，可仅仅是因为娇珠在不知什么原因生气那个贫民窟的向导从他面前走过时安慰了他，便被他捆绑到了一棵隐秘的树下，还强行遏制了他的精神力，让任何哨兵或者向导都发现不了他。天阳现在究竟如何了呢？陈卫忍着疼痛，一边对同样身为哨兵的黎天阳下场感到了深深的心寒。而此刻步入哨兵军校内的柳云，因着飞人的敏锐度，恰好发现了被捆绑在树上一动也动不了的黎天阳。柳云吃惊地看着黎天阳，诧异无比。这个世界的哨兵不是不能够离开向导一步吗？这个哨兵怎么还会被捆绑在树上的一动也动不了？面前已经因为一夜寒冷而冻得昏死过去的黎天阳，面色苍白的没有一点血色，一张面庞更是白得透明，看起来活像是已经死了一样。柳云却察觉到他还有着微弱的呼吸。柳云皱眉，眼下最要紧的是要解救这条人命。他连忙将捆绑着黎天阳的绳子解开，将他放在了地上，从随身空间中掏出药片的喂到了他的嘴里。虽然这个世界的医疗和我的世界完全不同，但相信对人体来说都是有用的。柳云道。话音落下，因着哨兵是用精神力酝养身体存活的黎天阳，身体极快地吸收了柳云喂去的药片。他睫毛轻颤着睁开了眼睛，入目便是柳云精致漂亮带着担忧的脸蛋。黎天阳却在看到柳云面庞的刹那，瞬间凝上了恐惧与惧怕。他哆嗦着身体，不住地打颤，声音虚弱，却还是磕磕巴巴的，用着有气无力的音调道：娇珠，娇珠，我错了，我不该趁你生气的时候对你说没用的话。别杀我，别杀我，你走，你走。黎天阳拼命地推着柳云，好像要了他的命的不是柳娇珠，而是柳云。柳云眉毛蹙了蹙，却是感到了一抹趣味。娇珠，柳云唇角上勾，我似乎知道该怎么样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打斗了。柳云看着还在满脸恐怖害怕看他的黎天阳，笑容满面。关键的地方就在于你了，这个不知什么原因害怕我的哨兵。柳云压根不顾黎天阳的挣扎，直接扛着身体异常虚弱的黎天阳朝着训练密室走。那干净伶俐的动作，洒脱自然的模样，处处都是漂亮干脆的恣意。黎天阳傻了，抖动着想要把自己从柳云的手中救出来，可是无济于事。而这一幕在军校内的其他哨兵和上官恒的副官们眼中，就是柳云强行掳了一个哨兵。还在对上一次无意间撞到上官恒抱着柳云亲密无间样子耿耿于怀的副官庄格，看着这一幕呆住了。第58章4哨兵得知消息。他看到了什么？他的长官的向导掳走了一个哨兵。长官怎么不在他的向导的附近守着？长官和向导当初那么亲密的样子，现在是什么情况？庄格震惊不已，震惊当中还有些纠结和不安。他现在到底该不该把这件事情告诉给长官？下一刻，庄格就知道自己不用纠结了，因为他的周围其他副官和哨兵们都已经拿着身份卡发起了消息。庄格知道，现在这个消息必定已经传到了上官恒的耳朵当中。庄格没有猜错，此时此刻的上官恒的确知道了这个消息。他站在 A 区01栋别墅外，定定地看着手中的身份卡，一动不动，看起来还是面无表情，和往日没有什么两样的样子。可是实际上，他握着身份卡的手早已经紧绷的恨不能把手中的身份卡给捏个粉碎。上官恒奇怪地站在原地的样子，让其他3个还在盖别墅的哨兵察觉到了不对劲。他们齐齐围了上去，看到了上官恒身份卡上的信息。当看清楚上面所写的内容是什么后，他们面上的表情纷纷变了。秦墨霄眼睛眯着，极为危险地看着身份卡上的信息，发出一声低低的呵笑声。他恼怒地握紧了拳头，手背上的青筋疯狂地跳动着。上官恒，这就是你说的让我们假装和好，让阿云相信我们关系融洽的好方法？你所说的方法却是……秦墨霄话还没有说完，承受不住这个打击的程力，却已经出了口：阿云抛弃了我，不要我了，他去找其他听话又乖巧的哨兵了。阿云怎么能够这样对他？他不过就是想要阿云更多的和他在一起罢了，他不过就是喜欢阿云罢了。可是为什么阿云却不仅仅是让他不能和他3天内见面，还去找了其他的哨兵？
闭嘴！白卫青阴厉地斜睨了一程立，温润的面庞和好看的狐狸眼顷刻间化为乌有。阿云是我们的向导，除此之外，任何一个哨兵都不能够和阿云绑定，你可不要忘记了。那这个你又该如何解释？程立冷冷道。白卫青说不出话，心中的堵塞和面颊上的凶狠可以看出，他对于这件事情不仅在意，还很在意。哼，秦墨霄笑了笑，野性张扬的面庞唯有爆发的冷寒。亲爱的这么不乖，我又怎么能够不好好教训他一番呢？秦墨霄笑着要去哨兵军校内寻找柳云。停下！上官恒阻拦了秦墨霄的举动。如果你现在去，即便是你能够把阿云绑回来，又或者把阿云绑到一个只有你知道、能看到的地方，又能如何？即便是你囚禁捆绑了阿云一事，又能如何？你依旧永远都得不到阿云的心。上官恒每说一个字，心脏就痛上一分，呼吸更是因为疼痛而凌乱地抖动着。呵呵，秦墨霄带着充满厌恶的眼神看他。第59章，拥有阿云的方法。上官恒，看一看你的脸色吧，你明明是我们4个之中最为在意的那个，不是吗？秦墨霄瞧不起的道。即便他再怎么不愿意承认，也不得不承认，上官恒是他们4个哨兵之中爱阿云爱得最深的一个。现在出了这样的事情，上官恒只有可能是他们之中最为接受不了、最为痛苦的那个。果不其然，在上官恒不知道自己面上的样子是什么的面庞上，他冷峻冰寒的五官是前所未有的苍白，一双眼睛里更是透着密密麻麻的痛苦和难过。更重要的是，他面上的表情是从未出现在他面庞上的心碎。上官恒勉强呼吸着，从痛苦当中回过神的将话语转到了往常的口吻。如果我们现在去找阿云，只会让阿云更加厌恶我们，而且我们也仅仅只是听说阿云掳了一个哨兵罢了，真正的情况是什么样，谁也不知道。我们只能够尽全力不让阿云再对我们失望和厌恶。哼！秦墨霄冷笑。上官恒，你有这样对我的亲爱的耐心和爱，我没有。我装不下去了。什么狗屁的假装和谐，什么关系融洽，来让亲爱的认为他们关系很好，不会再给亲爱的捣乱。呵呵呵呵，他就是自私，就是见不得亲爱的身边有其他任何哨兵的存在。他现在，秦墨霄眼中凶狠乍现，就去杀了那个被亲爱的掳走的哨兵。秦墨霄转身就走，程立见状眸光微闪，跟在了秦墨霄的身后。秦墨霄这个人性子很戾，不是一个好招惹的，可是他的阿云，他想拥有他，就趁着秦墨霄去杀了那个哨兵的时候，把阿云给拐走。程立幸福的笑了。白卫青斜眼看了几眼秦墨霄和程立，心底想的却是要把他们给一起杀了。阿云明明是他最先比他们2个喜欢上的才对，他们这么兴冲冲的干什么？阿云明明该是他的。白卫青跟着上前，很显然也要趁着这个混乱把柳云带走。你们去了，只会伤害到阿云。上官恒太透，终于不再压制自己心底的嫉妒和肮脏。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阿云快速对我们改观，和我们在一起。3个心思各异的哨兵听了这句话，纷纷停下来了脚步。至于最后半句的和我们在一起的话，被他们自动翻译成了单独和他们在一起。亲爱的阿云他啊，他心底对亲爱的阿云的自私也要。3个哨兵齐刷刷抬眸，都压下了眸底自私的邪气，决定听上官恒讲一讲。很快，当上官恒话音落下的刹那，秦墨霄、程立、白卫青3个哨兵齐刷刷的眼中一亮，眼中都透露着一个想法：他可以拥有亲爱的阿云了。另一头，将虚弱的步行的黎天阳抗进训练密室内的柳云，丝毫不知道上官恒、秦墨霄、程立和白卫青4个人已经做出了一场针对占有他的计划，还在为黎天阳的出现。第60章，黎天阳震惊，以及黎天阳代表了什么而感到兴奋。柳云摸着下巴眯眼笑的，唯有害怕的黎天阳。鲛珠这个他并不怎么熟悉的名字，初次听到他的确有些纳闷，可是很快原身的记忆就让他知道了鲛珠是谁。鲛珠正是柳鲛珠，原身的4姐，同样也是原身在家中欺负原身欺负的最狠一个姐姐。看黎天阳这个样子，恐怕他被丢到外面的原因是因为柳鲛珠看到了他还活着而感到气恼，所以在撒气吧。啧，柳云啧声。柳鲛珠这个脾气还真是不管对谁都是一生气就不管不顾的欺负和撒脾气啊。只是他可太适合成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战斗的第一个人了。柳鲛珠欺负原身欺负的异常凶狠，若是他看到了他还活着，还成为了 SSS 级向导，只怕会巴不得他快点死吧。这样的人来做生死战斗太合适不过了，而且他也一定不会拒绝。柳云想着，干脆蹲了下来，迫不及待地对黎天阳扬起了一个极为灿烂的笑容：给你的向导发个信息吧。什么？黎天阳还在害怕，却不哆嗦了。温暖的训练密室让他想哆嗦都不能。你的向导在看到我时异常生气吧？柳云笑眯眯，和他发个信息吧。相信他在得知是我救了你后，不会再生你的气的。你，黎天阳害怕地咬了咬唇，漂亮的雌雄莫辨的面庞上看柳云的眸子充满了不安。你凭什么保证？保证？柳云沉吟了一会儿，笑着，就凭我是柳家那个已经办了葬礼的柳家五小姐。什么？黎天阳震惊，恍然间明白了为什么柳鲛珠在看到柳云的面庞时那么的诧异，也知道了为什么在得知他就是那个 SSS 级向导还绑定里4个最强哨兵后，脸上嫉妒的表情那么强烈。因为他是他那个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对外宣说死亡的基油大亨柳家的吴小姐。我知道了，为了活下去，
黎天阳决定按照柳云所说的做，他发出去了柳云所说的话。很快，黎天阳发出去的信息快速得到了回复。等着。简单的2个字足以看出柳娇珠的怒气。柳云看着黎天阳身份卡上显示出来的回话，异常满意的伸了个懒腰。终于啊，久违的战斗要来了。柳云所让黎天阳发送的不是别的，正是让柳娇珠带着他的哨兵，凭借着他的指挥能力，让他剩下的4个哨兵与他来一场不使用精神力的生死决斗。而打动了柳娇珠迅速前来的，不仅仅是那个生死决斗，还有柳云让黎天阳发送的最后一句话：姐姐，你不会是怕了吧？柳云笑得极为开心。黎天阳心中升腾起诡异的感觉，只觉得柳云极为不同。他看着他，终究犹豫着出声：除了我之外的4个哨兵都不简单，你没有哨兵和你一起作战，恐怕活不下来。第61章，不一样的向导。哨兵。柳云想到上官恒、秦墨萧、程立和白卫青4个人，他面上的情绪凝上了一些轻微的火气。在战场上，最致命的就是带领的战士不听从命令，也不合作，甚至为了一些作用不大的东西随意争吵，导致作战计划根本没有办法进行下去。更不用说是最为关键的补充精神力的休息。放心，柳云知道他对于这个世界的精神力了解的并不太多，但是这一次与柳娇珠和他手中哨兵们的战斗，也可以让他知道这个世界的战斗和作战的军事方式是什么样的了。黎天阳看着柳云面庞上的沉着思索，一时间有些呆愣。他从来没有见到过哪一个向导的脸上出现过这样的表情，即便是向导排行榜上那个所有哨兵都想要为之绑定的白家2小姐白栓也从来没有过。柳云激怒的方式非常有用，柳娇珠几乎是顷刻间就抵达了哨兵军校的门口。柳娇珠气的面色狰狞扭曲，十分的想要就此直接大声喊着让柳云滚出来。可是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就代表主动把他和柳云有关系这件事情给说了出去。如果母亲知道了柳云不仅还活着，还活得很好的这件事，一定会把本来就在他身上不多的爱给统统的投入到柳云的身上。如果到时候因为柳云的存在，母亲觉得他没有用了怎么办？到时候想想检测出精神力为负10柳云的下场，柳娇珠的身体都止不住的颤抖了起来。你在哪儿？柳娇珠用身份卡发送着信息。稍等。很快回复送来。柳娇珠紧张又怒气冲冲的看了看四周，又看了看哨兵军校的门口，生怕被别人看到他突然间出现在了哨兵军校，又生怕没有看到柳云那张让他厌恶至极的脸蛋来。很快，柳云和黎天阳出现在了哨兵军校的门口。柳娇珠气冲冲的看着柳云身后的黎天阳，眼睛当中只有怒火和怨怒。黎天阳这么废物，既然离柳云这么近，这一条贱命被谁救了不好，偏偏是被他最为厌恶的柳云给救了。本来就肮脏恶臭的东西，现在更加的恶臭了。柳娇珠气得要死，在哨兵军校的大门打开的一瞬，立马冲了进去，给了黎天阳一个狠狠的巴掌。黎天阳的身体当即不受控制的摔倒在了地上。本来就因为挨饿受冻了一个晚上变得极为虚弱的身体，根本经受不住柳娇珠这样凶狠的一个巴掌。柳云眼眸暗了暗，对于柳娇珠这样的做法十分不赞同。战友之间可以吵架，可以让彼此冷静几天，但是绝对不能够用这样压迫的形式去组成一支小队。柳娇珠对于他的战友太过苛刻了，这样下去，他的战友不需要时间的证明就会主动的离开他。你这个恶心的东西！柳娇珠恼怒的呵斥着。黎天阳浑身发抖的哆嗦着，抬头，那张狐狸脸精致漂亮的面颊上浑是害怕。第62章，不想柳云死。柳娇珠的其他4个哨兵看了，心中的寒冷更甚，可是他们却依旧连一句话也无法说得出来，只能够沉默着。他们不敢再看黎天阳，因为会让他们看到未来的自己。军校大门关上，柳娇珠抬头刹那，对于柳云的嫉妒怎么也遮挡不住。他从刚刚就发现了，这个传说当中管理非常严格，每3个月唯有一次会对外开放的哨兵军校，仿佛都听着柳云的命令。就连那些根本没有被他绑定的副官和所有 S 级的哨兵们也是。呵呵，柳云，你以为你现在有了 SSS 级的精神力，有这4个最强哨兵就无敌了吗？柳娇珠带着妒忌的道，就算你拥有这些，你也变不成什么厉害的人物，你也依旧只是哪个在家中看到我就害怕的双腿发颤的废物妩媚。而且柳娇珠装模作样的看了一眼他的身后，笑呵呵的，柳云，你的那4个最强哨兵呢？怎么都不在你的身边保护你呢？哦，对了，我忘记了，你只不过是绑定了其中一个哨兵而已。现在看起来，唯一的那一个被你绑定的哨兵，哨兵军校的长官上官恒，如今也不愿意在你的身边保护你了啊。柳娇珠咯咯笑着，异常开心，带着满满的解气感。柳云懒得和他废话，你也不想我就在这儿和你打吧？其他副官和哨兵可都在我身后的大楼里。柳娇珠面色一变，连忙看向柳云身后机械感充足的大楼。双层玻璃面盖成的大楼，里面的人可以清晰的看到外面，外面的人却怎么也不可能看到里面。柳娇珠并不担心自己被柳云打败的丑态出现在人前，她根本不认为自己会输掉。柳云再怎么是一个 SSS 级的向导，也终究不过是一个连军事书籍也是费劲巴拉背下来的窝囊废，更不用说是不使用精神力的和他与4个哨兵生死战斗了。他就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个向导是会用肉身作战的，更别提柳云身边连一个哨兵保护都没有。柳娇珠轻蔑地看了眼柳云，不过他的确担心自己和柳云的战斗被其他哨兵猜测出来他们2个人的关系。走吧，柳娇珠笑嘻嘻，让我去杀了你。
柳云耸耸肩，无所谓的带着他走。他并不想要让自己多上一层柳家五小姐的身份，这样只会让他多上许多其他乱七八糟的事情，让他更加没有额外的时间去好好战斗。也不知道他的精神力究竟什么时候能够恢复。柳云想着，已经到了他提前看好的训练密室01号训练密室。01号训练密室机械最多，仪器最多，更重要的是空间最大。门关上，柳娇珠勾唇笑着，直接招手上。他笑眯眯的，仿佛已经看到了柳云被他的4个哨兵给齐齐杀死的景象。一侧站着的黎天阳面色白了几分，他对于柳云并没有感情，可还是忍不住的不想要柳云死亡。第63章，所有哨兵的向往。因为柳云毕竟是救了他，也是他在成为娇珠的哨兵后第一个对他好的人。下一刻，让人震惊的画面现出，柳云一个人就直接抵挡住了所有人的攻击。柳娇珠瞪大了眼睛，面庞上的笑意瞬间变为了震惊。怎么可能？怎么可能？柳娇珠不敢置信，完全不相信柳云一个人就能够抵挡得住他4个哨兵的攻击。黎天阳的心脏却在瞬间扑通扑通的跳动了起来，他的心脏越跳越快，看着柳云身影凌厉，干净无比的穿梭在4个哨兵之中，一下又一下猛烈攻击之中，更加迅速的给出了他们更加狠厉的攻击。心中仿佛有什么东西被点燃，他的心中和灵魂之中点燃起了一股熊熊燃烧的怒火，眼睛之中的光芒大亮。他想，原来这个世界上的向导还可以是这样的姿态。柳娇珠恼怒的大喊着：“给我杀了他！杀了他！”柳娇珠精神力爆发，突然间齐齐的向他绑定的4个哨兵压去，逼迫他们猛然爆发出了精神力。黎天阳震惊，撑着苍白瘦弱的面庞看去，娇珠这是打破了规则，强行用自己的精神力唤醒了他所绑定的哨兵们的精神力，让他们提前进入狂乱期的对柳云发起进攻了。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柳云根本不可能会是4个 S 级哨兵的对手。黎天阳的身体行动的比他的思想还要快，他大喊着不要，直直的朝着柳娇珠行去，趁着柳娇珠发怒的时刻，猛然推着他，喊着不要。大柳娇珠被黎天阳推倒在了地上，柳娇珠的后脑勺撞到了一个机械上的开关，让现场的一幕统统传送到了城中心各处的大屏上。那是专门为对哨兵军校内感到好奇的，让外人可以看到里面训练情况或者战斗情况的电子大屏。柳娇珠被黎天阳的这次撞击撞得直接昏迷了过去。黎天阳挣扎着爬起来去看柳云那边的情况，却见柳云已经被4个陷入精神狂乱期的哨兵逼迫得节节败退，他的身上和脸上已经出现了伤痕，可是他仍旧坚持不懈地战斗着，甚至仍旧没有使用精神力。黎天阳除了震撼就是震撼，可是更多的还是担忧，因为他发现柳云已经快要支撑不住了。哨兵军校内所有副官和哨兵以及城中心的人们都震撼地看着电子大屏上呈现出来的这一幕，所有的哨兵都被柳云的身影所吸引，他们惊骇地看着，根本没有想到在他们认知当中，只需要坐着不动指挥他们作战的向导还可以拥有这么美的一幕，这么不可思议的一幕。他们的眼神当中纷纷露出了向往，向导们却面色扭曲，十分不快，看着电子大屏的白霜，优雅的容颜上出现了看癞蛤蟆一样的神色。他撇了撇唇，压着心中的嫉妒的想着，哥哥，你的心怎么就能够被这么一个像是一只蛤蟆一样到处乱跳的丑女人勾走呢？第64章4人吃醋。不过真是好希望他就这么死在4个 S 级哨兵的狂乱期下。白霜儿眼中流露出兴奋。与此同时，早已经隐藏着身份到了哨兵军校内的上官恒、秦墨萧、程立和白卫青一个个都面色狰狞地朝着中控室走去。中控室内，围绕着中控室的屏幕边看边惊呼的副官和众哨兵根本没有注意到他们的房间内多出了4个最强哨兵。天啊，这难道就是 SSS 级的向导吗？他怎么会这么厉害？这样的向导我也想拥有，和这样的向导绑定在一起一辈子似乎也不错。哼！一道隐藏在空气当中发出的冰冷笑声，却是让所有哨兵都听了个一清二楚。他们几乎是一瞬间浑身鸡皮疙瘩就起来的安静了下来，一个个慢悠悠的转过身，立刻看到了那4个他们想都不敢想，从来没有见到过4个最强哨兵一齐出现的哨兵出现在了他们的身后。秦墨萧笑着，唇上的危险角度还没有移下来。你们刚刚在说什么？上官恒、程立、白卫青3个哨兵同样用着不同寻常的眼神看他们。想到他们刚才讨论的话，所有哨兵脊背上的冷汗几乎就控制不住的疯狂要砸落在地上。程立最为受不了柳云被其他人惦记，阿云的漂亮与好看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就好了。程立上前几步，对着他们流露出了那个人人畏寒的地下之王的气息。他道：你们是自己戳瞎自己的双眼，还是让我一个个把你们的眼睛给挖出来？什么？所有哨兵慌了，根本没想到会有这么一遭，还好庄哥出来抵挡了这一切，岔开话题的连忙询问上官恒：长官，您们来是不是为了您的向导柳云？想到今天清晨看到的柳云掳走一个哨兵后，又兴冲冲找到他让他把哨兵军校清场，只是为了和所救哨兵的向导打一架的事，他就感到荒唐。可是他不得不承认，他在电子屏幕上看到的训练密室内柳云和4个狂乱期的哨兵战斗的样子，让他第一次知道向导是可以这样子震撼人心的。只是这样下去，柳云被狂乱期的哨兵杀死也不过是时间问题，更不用说他根本没有使用精神力。您的向导？您的？白卫青打岔，您的这2个字说的可真是好听啊。
白卫青歪了歪头，温润如玉的面颊凝上了几丝笑意，可是那笑意分明不达眼底，更带着阴翳。不，我说错了。庄格害怕的连忙改口，是你们的。上官恒知道现在不是争风吃醋的时候，而应该是阿云最为重要，可他却无法否认，当庄格默认阿云是他一个人的时候，他有多么的开心。但是不能够再耽搁了。上官恒压了压眸子，让我们进去。阿云现在一个人对付4个 S 级精神狂乱期的哨兵很危险。第65章，4人为柳云争执。庄格害怕的道，长官，您是知道我们训练密室的情况的，如果没有到时间，密室是不可能会开的。你们的向导给这间密室设置的时间是5H。什么？上官恒错愕，随后快步向前走了几步，抵达屏幕面前。他冷冰冰的紧绷面庞再触到被逼到角落，浑身血痕的柳云唯有紧张的担忧与恐慌。5个小时是密室最高的训练时间，在这5个小时内，不管是军校内的哨兵和他手中的4个副官，都不可能会在仅仅只是训练的密室内安然无恙的出来。可阿云却是被4个陷入狂乱期的 S 级哨兵围攻。上官恒的双手握紧成拳，手心有血液溢出，唇中更是弥漫着铁锈的血腥气。没用的废物！秦墨霄看他一眼，转身离开，去的方向正是柳云所在的密室。他要硬闯。呵呵，上官恒这个废物，虽然提出来的拥有阿云的计划的确值得一试，可是终究还是那个只会把阿云丢到一旁的废物，让阿云一个人去承受危险。呵，什么爱？不过如此。程立早已经比秦墨霄更快一步的跑了出去。阿云，他的阿云一定不能够有事，一定不能够。程立的面颊惨白，一颗心全部都被柳云所揪住。慢一步的白卫青看了眼上官恒，藏在口袋中的双手也因为担心柳云紧紧地握着，但他温润清澈的面庞上，狐狸眼还是不忘对着上官恒投递去不耻的神色。上官恒，有时你对阿云的爱挺可笑的。话落，白卫青跟着出去。上官恒整个人沉默又压抑地站在原地，其他的副官和哨兵完全不敢说一句话。长官，好可怕！平日里的长官只给他们训练上的压力和威压，可是现在的长官给他们的压迫感完全不同。那是为了向导深深的自责，还有分明可以为了向导不顾一切，却因为他太过于深爱向导，导致做事情瞻前顾后，根本没能立刻反应过来拯救向导的阴郁。长官，庄格小心翼翼地喊着。上官恒眸子压了压，心中的痛苦怎么也无法避免。他冷淡磁性的声音淡淡出手，庄格把屏幕切断。今天这件事，我不希望从我们的人中传出去一声。是。庄格连忙应声。上官恒迈着沉甸甸的步子出去，其他哨兵看着他的背影，仿佛看到了一条极为失魂落魄的狗，又仿佛看到了一个让他们所有哨兵感到惧怕的煞神。阿云！程立大声地喊着，试图让自己的声音传进去，给阿云带去力量。他大力地进攻着训练密室的封闭大门，一双眼睛赤红血腥。阿云的身体已经布满了伤痕，他一定不会放过那4个哨兵。秦墨霄和白卫青抵达，2个人同样拿出了精神力化成的武器，开始疯狂地进攻训练密室的大门。他们都对彼此有着深深的厌恶，恨不得。第66章，黎天阳想，他不配，恨不得对方能够立刻去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毫无保留的独有他们一个哨兵享有亲爱的阿云。可是如今，他们不得不合作，为了救出亲爱的阿云。很快，上官恒也抵达，4个人分别怀着对对方怨恨和怒火的轰然一声，将训练密室的大门破开。内里，柳云正进行着最为精密的计算和躲避，他是不可能会让自己陷入绝境的。这4个哨兵虽然武力值大增，而且手中的精神力武器也拥有着极为凶猛的力量，可是他们的动作也变得没有章法了起来，甚至极为混乱。既然如此，他就可以使用那些堆放在黎天阳河地上的柳胶珠身后的作战机甲。柳云舔了舔唇，面上的笑容无比兴奋，他的表情璀璨明亮，看起来极为亮眼。原神所学的军事书籍当中有提到过，机甲的身上有着一个强行启动的按钮，可以进入自动作战模式。这个世界的机甲，可是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它的作战样子是什么样的。柳云灵活地到了黎天阳的不远处。黎天阳看着柳云那张精致漂亮的容颜之上，那抹轻易就可以让人燃烧起所有求生欲望的热脸，一时间看呆了。他想，如果他被终端分配绑定的向导是他，是不是也会因为和他靠近而变得拥有这么一抹如此灿烈的火光？轰！一阵巨响响起，紧闭的训练密室大门被人七零八碎地破开，机械感充盈的碎片被人用精神力操纵着平稳地砸落在地。刺眼的亮光之中，出现了4个身高同样挺拔，样子各有各的帅气，气质完全不同凌厉的哨兵。黎天阳被柳云燃烧着生命般的笑容所生扬起的心动，一瞬间归为了冷寂。是啊，他这样的哨兵又怎么可能会被终端分配给柳云柳小姐绑定呢？他便是连他被终端分配的4个最强哨兵之中奇异的头发丝都比不上。他不过就是一个被柳娇珠整日谩骂折磨，他还不得不跪地祈求讨好得来他的怜爱的废物罢了。背对着大门的柳云完全不知道身后上官恒、秦墨霄、程立和白卫青到来，正想要躲开身后的爆炸，跳到视野宽阔的地方好好的看一看身后是什么情况时，他的腰肢就被人猛然抱住的退到了一侧极为安全的地方。再抬头却发现抱住他的人竟然是上官恒。
上官恒冷淡冰凉的五官上看起来没有丝毫的表情，可是柳云却还是从他的面容上看出了一丝压抑的、让人琢磨不透的隐晦气质。与柳云精神绑定的上官恒，与柳云有着精神相互结合疗愈过的上官恒，根本不能够让柳云察觉到他出现在他身侧的，将他完完全全的揽住腰肢，抱在了怀中。上官恒握着手中纤细到用一只手就可以圈起来的腰肢，悄无声息地将柳云往他的怀里更深的带了带。柳云看着上官恒面庞上的表情。第67章三人的嫉妒与忍受。没有挣脱他的怀抱，他看出他的表情内里隐藏的东西与之前太过不同。如果他随意的挣脱开上官恒，极有可能会对他的战友造成不少的伤害，而这是他最不愿意看到的。上官恒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战友，也是他最对不起的战友，他不能够再伤害到他。上官恒，柳云小声的喊着，试图喊回他的理智。另一侧，破门而入的秦墨萧、程立和白卫青，在破门的那一刻，眼中盯紧着的同样也是柳云。可是他们根本没能比上官恒更快一步的护住亲爱的阿云。程立气的几乎要直接冲上前给上官恒一拳，秦墨萧恨得牙痒痒的拦住了他。程立红着眼转头看他，似是在质问他拦着他做什么。秦墨萧眼神中的阴翳不比他少，可是他却只能够横亘着心底的不舒服的对程立开口，如果你现在上手，只会让亲爱的对我也对你们更加的厌烦。比起我们，亲爱的的确不会推开上官恒对他的保护，为什么他当初没有直接选择和亲爱的绑定，而是让上官恒抢占了先机，让亲爱的对上官恒永远都比对他们偏爱上那么一分，不是一分，很多分。秦墨萧看着柳云一动不动，只是因为关切上官恒情绪的面庞上的神色，心中的嫉妒比火焰燃烧的还要旺盛。他压了压眸中的神色，短暂的呼吸着，勉强克制了下来。为了不让亲爱的对他厌烦，他即便是再怎么嫉妒，也只能忍下来。而且上官恒那个拥有亲爱的的办法，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办法。他也愿意为了亲爱的忍一忍，做这么一场戏。程立听明白了秦墨萧的话，可是他的积怨却止不住的冒出来，全部化为了苦水，一股股的往外流。他咬碎了一口银牙的转身，将所有的怒火统统对准了那4个狂乱期还要朝着柳云攻击的4个哨兵。他闷声不吭的瞬间与4个哨兵对抗上，带着把他们打死的力度。白卫青泛酸的笑了笑，没有动弹。他怕他动弹一步，他就忍不住的哭出来。白卫青鼻头发酸的没有动。另一边，抱着柳云的上官恒终于对柳云说出了那句：“阿云，对不起，对不起。”柳云关注着上官恒的情绪，轻声：“上官恒，发生了什么？”上官恒一言不发的，只是抱着柳云：“阿云，对不起，没有保护好你。阿云，对不起，只想要自私的把你作为我的独有了。因为对你的爱太深，所以我才会一次又一次的忍受着对你的诸多情绪。可是我爱你，但我也更想保护好你。我不想要再因为太过在乎你而错过拯救你的机会。这次有他们3个在，如果下一次发生了同样的情况，我还能够有机会救得下来你吗？阿云，我对你的感情变质了。”上官恒搂着柳云，眼神中是汹涌冒出的占有欲。那是第68章上官恒黑化。虽然对柳云仍旧是浓浓的爱意，可更多的从顾念柳云一切的无私，变为不再顾念柳云，而只是顾念自己对想要拥有柳云的情感的自私。柳云并不知情上官恒怎么了，但是黎天阳的叫喊声却唤回了他的思绪。别打了，别打了！黎天阳大声的叫着，他虚弱的咳嗽着，为4个哨兵求情。他们是无辜的，他们。黎天阳为自己感到悲哀，又因为自己要在柳云面前说出这些话而有些自卑的喊着：“他们是被逼无奈的，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的，他们没有办法，不这样做，他们活不下去，活不下去啊！”黎天阳喊着，嘴中所说的话更多的却是在说他自己。在今天之前，他从来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向导，更不知道原来向导看哨兵的眼神可以那么柔和，也不知道原来哨兵根本不用跪地祈求，只为得到向导那一点怜爱。别打了，别打了！黎天阳瘫软的跪在地上，已经彻底失魂落魄，为自己感到绝望。上官恒，放开我吧！柳云轻轻地说着，用着极为温柔的声音。上官恒应着，这才放开。听着柳云轻柔的话语，黎天阳的心中更是只有绝望的无助。柳云到了柳娇珠的身侧，看着地上还在昏死着的柳娇珠，他笑了笑，无声地对她说着：“真是感谢你送来的一场战斗，让我知道了这个世界上的哨兵作战方式与我的世界并非完全相同。仅凭肉身，绝对不可能会胜得过我。”想着，柳云直接2巴掌甩在了柳娇珠的脸上。谁？是谁敢打本小姐？柳娇珠被这剧烈的疼痛唤醒，她怒吼着瞪开了眼睛。柳云的巴掌力度，甚至比让她陷入昏迷的后脑勺的疼痛还要重。柳云笑嘻嘻地看她，当看清楚柳云面庞的刹那，柳娇珠几乎是下意识地狰狞上了面孔，更打算大声地喊着，让她的5个哨兵齐齐作战杀死柳云。可是很快，柳云低声讲出的一句话，让她瞬间歇了心思：“我的好姐姐，你也不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的五妹活了过来，还是一个如此厉害的向导吧？”柳云轻悠悠的话语瞬间让柳娇珠惊醒。柳娇珠这才发现密闭的训练密室不知何时已经破开了，而4个让人看一眼就觉得双腿发颤、害怕到畏惧的哨兵就和他同处一个空间。他连忙滑溜的起身，忙开口：“我认输，我认输。”
他说着，释放出自己的精神力，让4个狂乱期的哨兵瞬间恢复了正常。4个哨兵立马摔倒在地，面色白得近乎透明，身体和精神力的透支更是极为严重。柳娇珠厌恶地看了他们一眼，只觉得他们真没用。柳云小姐，柳娇珠强行忍着对柳云的憎恶，从脸上挤出来一个笑容的道：“真是抱歉，麻烦你救了我的哨兵。与你的对战。”第69章，好想对阿云做。答应与你的对战，就是我完成了。柳娇珠强行撑着嘴角的笑容：“我就不打扰你了。”柳云点点头，笑盈盈的：“很好，只要柳娇珠能够管得住她自己，她也就避免了多上一层机油大亨柳家五小姐的身份，可以省去不少没必要的麻烦。”等等，程立叫停了要带着5个哨兵离开的柳娇珠，她的瞳孔透着无比深害的阴翳。虽然是阿云要与你对战，可是阿云绝对不会与你的哨兵要进行精神力的作战。为什么你的4个哨兵却都陷入了狂乱期？对阿云，程立看了眼浑身血痕的柳云，眼中的怒火和血腥气更重，对阿云做出了如此之重的伤害。程立带着怒音的低厉话语，几乎让柳娇珠吓得跪下来。他面色煞白，身体生疼着细微的抖动，顶着2个红肿面颊的脸庞上更是清楚地写着恐惧。他第一次知道 SSS 级哨兵的威压，这是一种仅仅与他对视上眼就能够知道，他和他的5个哨兵加在一起也绝对不可能打得过他的格外分明的势力等阶。S 级与 SSS 级差别太大了。柳娇珠害怕着，但眼中流露出凶狠光泽，比嗜血的凶狼还要可怕的样子，让柳娇珠根本连话都说不出来，更不要说是这件他本身就做的见不得人的事。程立，柳云皱着眉喊着他，打断了他的凶恶。上一秒还凶巴巴在看尸体一样看柳娇珠的程立，一瞬间换上了可怜巴巴的痴痴表情。他转过身，委屈着：“阿云。”软乎乎的喊声很难让人相信，这软软的声音是出自刚才凶神恶煞的 SSS 级哨兵。柳娇珠表情有一瞬间的扭曲，极度更是汹涌的把他的心脏涌满，像是有10只手在不断恶狠狠地抓挠他的心脏，折腾得他难受异常。程立用着无辜悲情的表情看柳云，唇中几乎要立时吐出各种喜欢柳云、爱柳云、不想要柳云受到伤害的种种话。可是下一刻，他看到了在柳云身后站着的，用着暗示眸色看他的秦墨萧和白卫青。2人的神情都有些不好看，可分明都写着要为了柳云而被逼无奈做出的不得不的伪装。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够诓骗住的亲爱的阿云，让亲爱的阿云与他们在一起，他们也能够对亲爱的阿云做出更多渴求的事情。秦墨萧与白卫青眸子闪动着，让程立跟着伪装。程立一瞬明白了他们的想法，面上的无辜变为了伤心，他微微垂下的眼睑遮住了眸中的情绪。阿云太漂亮了，太漂亮，太漂亮了！即便是现在这样浑身血痕，面颊上也带着血色的样子，也好看到不行。他好想就这样对阿云做过分的事情。可是如果就这样太直接的对阿云诉说心中的情意，阿云一定会被吓跑。为了最后的结果，为了最后的与阿云在一起的结果，他现在忍一忍，装一装也无妨。第70章，偷偷的兴奋着。程立在柳云的眼前缓缓地抬起了头，那张浑是危险气息和偏执病力、极为英俊帅气的面庞在此刻变得乖巧的不行，甚至面庞上透露出来的还是极为担惊受怕的苍白。他的声音带着颤抖，和刚才装可怜的无辜完全不同，是真正的恐慌与惧怕。柳云一时间顿住了，所有的郁闷与不愉快统统消散，只剩下了无措的担忧。你怎么了？柳云道，语气中的局促唯有对程立的关切。怎么回事？他的战友上官恒不太对劲，怎么会连程立也跟着不太对劲？程立的唇角微不可微的翘了翘。阿云，你的心脏真的好软啊，软的让我能够轻而易举的把你诓骗进来，让你落入到我的陷阱之中。看来程立眼中一闪而逝得逞，上官恒所说的方法的确有用，阿云的确是他所说的极为柔善的人，不仅拥有任何向导都没有的力量与强大，更有所有向导都没有的柔软与善良，更没有那些向导所有没有的阿云一个人才拥有的对生死不在乎，只对愿意和他在一起的哨兵的安全与情绪。阿云，程立更加轻柔地放软了语气，他缓缓向柳云靠近了2步。果然，柳云这一次并没有躲避，也没有露出生气的表情，而是一动不动地任由他靠近。程立心中的笑意更盛，面上的伪装也愈发厉害。他轻轻地靠在柳云的肩头，鼻子轻动地嗅着柳云身上好闻的夹杂着血腥气的淡凉的玫瑰花香，几乎想忍不住地抱着柳云闻个痛快，可还是忍住地继续说着：“阿云，我知道你讨厌我，不愿意见到我，但是至少要让我保护你，要让……”程立勉强装着的继续道：“要让我们保护你，不要让你受到伤害，否则我们可怎么活？”他最后的一句话带上了轻微的哭腔，仿佛真的在为保护不了柳云而痛心，也在为失去柳云的那个可能性而悲伤。无人所知的，无人所能看到的是他面庞上细细闻着柳云身上隐藏在暗处的陶醉和痴迷的笑。柳云被程立的话打动，根本看不到他面庞上的表情的有些歉疚，他只想着他们为了那么一点小事作乱，影响他作战有多么的折腾，却也把他的生死危机和本该与他是一体的哨兵们分割开来。现在的他才是那个最为折腾的不受作战计划的那个人。柳云唇动着道出了那声：“对不起，我不该如此无视你们。”没关系，没关系，程立瓮声瓮气地说着，身体也在抖动，像是在害怕失去柳云，这更加加深了柳云的愧疚。柳云根本不知道程立的身体抖动根本不是因为害怕失去他，而是因为兴奋。
因为与他的感情接近的兴奋，与他的距离如此之近，拼命克制不去拥抱他的兴奋。柳云毫不知情，程立已经披上了一层专门为他打造的羊皮。第71章，不该把拥有阿云的方法告知他们。而注视着这一切的秦墨萧和白卫青知道，上官恒所说的拥有亲爱的阿云的计划已经正式的实行，而且实行的极其完美。他们看着靠在柳云肩头的程立，一时间无声的啧声。这场戏他们怎么就没有赶上为亲爱的阿云演呢？不然现在靠着阿云的就是他们了。程立还在靠着柳云不愿意离开，几人身后看着这一切的上官恒却是后悔着，他的眸子暗沉沉的在程立的身上扫过，眼神阴郁。若是之前的他必定会喜闻乐见的看到他的计划在阿云的身上实施的这么完美。他是那个唯一和阿云长时间接触过，知道阿云秉性，知道怎么做能够使阿云不再生气，更知道阿云如何才能够对他们心软的人。因为他是唯一爱阿云的哨兵，自然也是唯一一个知晓阿云的本色是什么样的哨兵。过去深爱阿云的他，可以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只想让阿云不再烦恼，让其他3个哨兵与他一起不再乱折腾的与阿云在一起，和阿云保持好关系，让阿云不再为他们烦恼。可是现在他只后悔把这张本来只有他一人知道的真相告诉给他们，让他们拥有了获得阿云的方法，而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知道的，唯有他一个人能够得到阿云。他现在依旧爱阿云，无比深爱，但却变了对阿云无私的，只想要阿云快乐的无私的爱，而是自私的，只想要他一个人享有阿云的爱。上官恒深邃的黑眸凝望着柳云与程立，不知道在想什么。同样看着这一幕的黎天阳和柳娇珠却是拥有了更多的不同的观感。黎天阳在今天之前根本不知道原来向导也可以这么柔声的和哨兵说话，更不知道向导原来会安慰哨兵，哨兵也可以这么放松的靠在向导的肩头，可以大胆的让向导安慰他。他心情五味杂陈，握紧的双手有些呼吸钝痛的颤抖。柳娇珠眼珠子都快要瞪出来的震惊着，怎么也不相信眼前看到的一切是真的。那个让他从灵魂深处感到惧怕的4个最强哨兵之一的 SSS 级哨兵，为什么会露出这样的表情的靠在柳云的肩头，就像是一条朝着主人身上扑着想要被摸摸头的可怜兮兮靠在主人身上的狗一样。柳娇珠的面容更加不受控的扭曲起来。到底为什么一个柳云凭什么能够得到这样的待遇？柳娇珠嫉妒的不行。地上黎天阳已经站了起来，和4个哨兵站到了一起。柳娇珠狠狠地瞪了一眼黎天阳，很显然将所有的火气和对柳云的仇恨都记到了黎天阳的身上。黎天阳眸中灰暗无光，已经知道自己跟着柳娇珠回去会是什么样的情景。他想，他这一次回去应该就会被彻底折磨死吧。黎天阳扯唇无力地笑着，羡慕又憧憬地看着柳云身前靠在他肩头上的程立。如果有来世。第72章争宠。如果有来世，希望他能够短暂地靠在柳云的肩头一次，即便是当他身旁的一阵风，他想也会是极度舒适的。柳娇珠不想要再看这样让他恼火的画面，挤着笑容笑着，我先走了。有了柳云的抚慰，程立哪里还会在意柳云拦下来他要杀了柳娇珠的举动，根本连头也没抬的，只是靠着柳云。上官恒、秦墨萧和白卫青则是连看他一眼也未曾，唯有柳云冲着他扬起了一抹笑，走好。柳娇珠更加生气，还不能发作的，只能装作若无其事的离开。路过柳云身旁时，黎天阳透明苍白的面色忍不住侧了侧，看了眼柳云那张他可能再也见不到的漂亮面孔。柳云注意到了黎天阳的眼神，冲他看了一眼，未做任何反应。柳娇珠太过自傲，私自把自己的战友当做了财物一样大肆折腾，这样迟早会让战友统统远离他。至于黎天阳这样遭受柳娇珠折磨的战友，他不可能会帮助他们。如果他们自己不想着去挣脱这样的战友关系，即便是他帮助了他们，他们也会再一次回到这样的环境之中。是以，当黎天阳朝他递来眼神时，柳云只是看了他一眼便过去了。黎天阳脚步越来越沉重，眼中的光泽死寂着，已经是一个死人了。柳娇珠带着5个哨兵离开，程立这才起来。他知道，如果他再这么继续靠在阿云肩头不起来，就会被阿云发现他的真面目。他可不愿意这样，他要的是和阿云真真正正的在一起。阿云，程立温和了许多，就连眼睛当中看着柳云总是透露出来的痴迷，也像是从未有过一样，清澈的不行。今天可以与我完成绑定吗？程立说着，仍旧是那可怜的样子。我的狂乱期快要到了，如果没有你帮助我度过，我会因为没有与你绑定而更加剧烈的狂乱期，更加难受的。好，柳云当即答应。战友这么说，他当然要答应。便是不说，他也要为了战友的身体去与他完成绑定。在战场上，战友的身体与精神都是必须关注的东西。他们既然选择了要和他一起作战，他也不能够辜负了他们。亲爱的，不要忘记了，还有我。秦墨笑笑着上前，眯着的眼睛里看程立的眼神透露出点点凶芒。程立这个家伙可真是能装。阿云，还有我。白卫青上前2步，眸中凝着的对柳云的怜惜不加掩饰。他心疼又怜惜的到了柳云跟前。不过在去之前，先让我找个地方为你治疗一下伤口吧。提起这个，柳云就有些尴尬。他也不该一句话也未说的私自与柳娇珠战斗，现在把自己折腾成这样，还要他们来帮助他。好，柳云不敢拒绝。以后他还是不要和战友们冷战，只和他们讲道理的好好合作吧。柳云毫不知情，
往后他与他们讲道理的好好合作，效果之所以那么好，不是因为第73章怜爱之下藏着，不是因为他们真的要与他完成一场场配合极佳的战斗，而是因为他们每一次的假意合作与顺从，都是为了能够和柳云拥有更深厚的感情，更多的在一起，更亲密的在一起，更多的与柳云拥有更加深入的亲密接触。白卫青手指轻轻触碰着柳云，说话的语气是那么的温柔，望着柳云的眸子带着无比细密的心疼和怜爱。可是谁也不会察觉到他擦去柳云脸颊上温柔的血渍时，温和的唇后藏着的是让他骨髓都为之颤抖发痒的舒爽。阿云，原来这样子就可以拥有你，可以与你更加靠近，更加亲密。白卫青放下抚摸柳云面颊的手，温和的笑了笑，走吧，去军校内的医疗室。柳云点点头，对4个哨兵如今的状态和样子十分满意。他的4个战友看起来是当真不再失控了，相信他们能够共同合作出更多的战斗。这边柳云与上官恒、秦墨霄、程立和白卫青处于美满的和谐当中，另一边却有许多的向导不满，其中最为不满的便是白栓。城中心电子大屏关闭的刹那，所有向导和哨兵都有一瞬间的沉默，而后迎来的便是七嘴八舌的围攻与鄙视。这个叫柳云的向导果然不愧是从贫民窟来的，竟然做出这么丢我们向导脸的事。一个向导不好好被哨兵们保护着指挥他们战斗，反而亲自下场与哨兵们战斗，真是丢尽了我们的脸面。就说贫民窟来的向导不能担任特级指挥官的职位，闹出笑话来了吧？向导们七嘴八舌，哨兵们却一个个沉默着没有讲话。他们不敢说，在看到大屏幕上那个名叫柳云的向导身影穿梭在4个狂乱期哨兵有条不紊的躲避和进攻时，他们的心情有多么的复杂，眸中的神色又有多么的明亮，是被全新的完全不同的向导所震撼到的明亮。然而另一边，被2个 SS 级哨兵、1个 S 级哨兵簇拥着的白栓早已面色不爽快了起来。断了！城中心的所有屏幕竟然全都断了。能够让军校哨兵如此听从话语的，只有可能是他们的长官上官恒。上官恒去的话，不就代表哥哥也去了吗？他的哥哥，他完美无瑕，应该属于他一个人的哥哥，竟然为了一个行动那般丑陋的向导，紧忙赶到了哨兵军校。白栓压抑着心中的嫉妒和无言的怨恨。柳云那个行动丑陋如癞蛤蟆的向导，凭什么能够得到哥哥如此的在意？哥哥，难道你真的要与一个蛤蟆一样丑陋不堪到向导绑定，也不愿意多等我几年吗？明明差一点我就能够突破 SS 级，到达 SSS 级了。白栓握紧手心，他拼命的猎杀会一次又一次的吸收掉回体内的星核，而不把星核给哨兵们使用，为的就是能够早日突破 SS 级精神力，达到 SSS 级的精神力。可是第74章成为柳云的哨兵，可是他每吸收一次星核，就明显的感觉到距离 SSS 级等级的精神力就愈加遥远。白栓咬紧牙关，十分不快。另一头，带着5个哨兵回到别墅内的柳娇珠，在别墅的大门关上的刹那，将黎天阳直接推倒在地，面色凶狠的狠狠踹打了起来。你这个废物！柳娇珠唇中喷出口水的骂着，力度与动作带着要把黎天阳给直接踹死的凶狠感。柳娇珠蹲在地上，一把揪起黎天阳的头发，将他摔得鼻青脸肿的面颊露了出来。看着他白皙面庞上异常显眼的青紫淤痕，柳娇珠心中的恨意不减反增。他抓着黎天阳的头发，狠狠地朝地上一下又一下的砸去，脸上那双带着戾气的眸子更是闪动着猩红的血色。唯有残暴！他恨意翻滚的低低喊着：废物！如果不是你，我今天就不会出丑，就不会在柳云的面前露出这么大的一个洋相。你竟然还敢推我，让我晕死在地上！废物！其他4个哨兵看着头破血流，面色没有一点好的黎天阳大气也不敢出一声。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这个时候出一声，就会变得和黎天阳一样的下场。终于在黎天阳被折磨的只剩下一口气的时候，柳娇珠发泄完了他的全部怒火。哼！柳娇珠站起身，踢死了一样不再动弹的黎天阳，冷哼一声，谁敢救他，就和他一样的下场。说罢，柳娇珠转身朝着楼上走去，他的一举一动浑是畅快和松散，显然知道剩下的4个哨兵没有一个是敢对他的命令做出违抗的。4哨兵之一的陈卫于心不忍地在黎天阳的身旁蹲了下来，他看了眼身后的3个哨兵，摆了摆手。3个哨兵明白他话中意思的点点头，转身去寻找柳娇珠去了。为了让天阳有最后的喘息的时间，他们接下来必须尽全力讨好柳娇珠，让她开心，让她没有一丝想起黎天阳的空隙。3个哨兵立马上楼去哄柳娇珠。蹲在黎天阳身侧的陈卫担心地看他，压着声音：天阳，你怎么样？地上呼吸微弱，胸膛只有一点点细微起伏的黎天阳听着这声音，挣扎着睁开了被血糊住的眼睛。他的眼前头晕目眩，眼睛也看不清东西，身体更是沉重的像是背了几千斤东西一样。更重要的一点是，他好累，他真的好累。黎天阳想出他可能没多长时间了。看到黎天阳睁开眼睛，陈卫又兴奋又悲哀。天阳，你还有什么最后想要做的事情吗？我满足你，如果能够有来世，希望天阳不要再成为柳娇珠的哨兵。如果可以。陈卫记起和柳云战斗时记忆中闪过的眼中漂亮无比精彩绝伦，一举一动都仿佛在闪闪发光的柳云的样子。如果可以，就让天阳成为柳云那样的向导的哨兵吧。我想黎天阳思考着回忆着。第75章
擦药也要抢。黎天阳灰暗死寂的躯体当中，被脑海中那点光亮的记忆搜照射，恢复了一点微弱的生的呼吸。柳云，柳云！黎天阳喃喃地喊着，仿佛看到了柳云与上官恒、秦墨萧、程立和白卫青4个哨兵相处时的情景。他跟着贪恋地喊着阿云，阿云，好像这样就能够感受到上官恒、秦墨萧、程立和白卫青与柳云相处时的感受。陈卫听着他的话，无奈叹气：“陈卫，帮我把门打开！”黎天阳虚弱地喊着。陈卫不解，但还是照做。下一刻，却见黎天阳挣扎着从地上爬了起来。他一只手的用力，拼尽全力地朝着门外爬，朝着那点光亮走。陈卫于心不忍，不再去看，去厨房为柳娇珠做饭。门外，黎天阳的身后有着一道蜿蜒的血痕。他爬到另一栋别墅的拐角，还没看到面前的阳光就死了。可是窸窸窣窣间，一只隐藏在暗处的会闻到他身体的血腥气出现。那是一只低级会，等级不过才地级。正因为他的级别低，才躲过了无数哨兵向导在内的 B 区别墅的探查。他小心翼翼地走出，凭着机灵，一股脑将黎天阳的尸体吃了个完全。等级突破的刹那，他彻底吸收了黎天阳的身体，连带着的还有黎天阳死后的记忆。云，阿云，升级为 B 级的会，混沌的大脑被黎天阳临死前最后一点记忆所占据，他仿佛拥有了黎天阳最后那点意识的，化为了黎天阳，唯有最后那点对柳云的向往与执念。阿云，阿云，他喃喃自语着，拖着身体朝鬼库临行去。他有了新的目标，他要去见阿云，他要成为阿云身旁的风，身旁的哨兵。可是只有达到像阿云身旁那几个哨兵一样厉害的 SSS 级哨兵才可以。阿云，阿云 ，B 级会喃喃低语着，分不清自己是会还是黎天阳的离开。柳云并不知情柳娇珠别墅中发生的一切，她的衣服被白卫青轻轻掀开，细细地为她擦着药。白卫青小心地为柳云擦拭着胳膊上的伤口，纤细的手臂上红色的血痕看起来异常显眼明亮。几道血痕的出现，映衬的柳云的肌肤异常白皙，仿佛盛放在雪地里的一株曼珠沙花。白卫青唇角细细扬着笑容，温热的手指抚着柳云的肌肤，唯有愉悦。上官恒的办法果然有用，现在就是他享受和阿云在一起的时间了。阿云，上官恒突然从医疗室门外走入，心长挺拔的身形就这样猝不及防，带着些许冷气的在柳云的面前半跪了下来。上官恒抬起柳云的脚，将她的裤脚向上掀起，动作间没有丝毫暧昧，唯有凛冽的利落。时间有限，上药这件事情一个人做要比两个人快。上官恒不带感情的说着，实则看柳云的肌肤上的眸子早已暗沉的像是有浓浓的墨在里面晕染着。扶着柳云右手缓慢为柳云擦拭伤痕的白卫青，面上的笑容突然就僵住了。第76章，4人一起为柳云上药。白卫青笑容僵硬，明显察觉出上官恒的变化。往日的上官恒可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直接闯入医疗室为阿云擦药的举动，他很显然变了，变得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现在的上官恒不再是以阿云的事为中心的上官恒，而是……白卫青看着上官恒英俊冷惜容颜上阴影之下折射出的独占欲，心中警惕油然而生。上官恒是除了秦墨萧和程立的，对他而言最大的敌人。以往他根本不可能会把上官恒当作他的情敌，因为上官恒爱柳云，爱得胜过他自己，柳云的开心与幸福远远超过他的幸福。可是现在他变了，这个要以自己为中心，而且深爱阿云、极其了解阿云的上官恒是他最大的敌人。唰的，正面色变来变去的瞬间，医疗室的门再次打开，秦墨萧和程立也冲了进来。亲爱的，你脸上的伤痕就交给我吧。秦墨萧笑着，性张力拉满的野性容颜上是极为罕见的，从未有人见到过的温和。堂堂组织的首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人忌惮惧怕的首领，怎么可能会出现像温顺的小羊羔一样的表情？柳云还未反应过来，秦墨萧就已经抬着柳云的下巴，轻轻地为她上着药水，动作间毫无暧昧，唯有怜惜与温柔，让柳云拒绝的话也说不出来。阿云，我想要早些与你绑定，好和你磨合战斗。程立说着，跟着半蹲下，霸占了柳云的另一条腿，细细地擦拭了起来。柳云所有的话语都被堵住，完了，战友们对他实在是太体贴、太照顾、太细致了，让他更加不好意思，这一次与柳娇珠战斗没有告知他们了。柳云咳嗽了声，只能被迫接受这样奇怪的上药。4哨兵默契的谁也没有多说一句，而是轻轻地为柳云擦拭伤痕，将柳云的伤口处理得极为完美，也没有丝毫的拖沓。不过几分钟就已经将柳云浑身的伤痕处理完成。柳云根本不知道，在他眼中配合极好极为默契的上官恒、秦墨萧、程立和白卫青，实际上在暗中涌动着对彼此的敌意，都恨不能对方立马死去的独占柳云。但为了待在他的身边，他们都装作表面和谐的快速处理好了柳云的伤痕，因为他们知道柳云一向聪明，如果他们慢一点，就会被察觉出这份为了诱捕他，将他牢牢困在手心的融洽，是一出针对他、占有独享他的骗局。阿云，好了。程立笑着起身，行云流水的动作间，仿佛真的就是一个温良纯善的哨兵。程立扬着阳光的笑容，阿云，我们现在是不是可以去绑定了？柳云起身，身上的疼痛已经消失，走吧。完成绑定后，就可以和上官恒、秦墨萧、程立和白卫青4个哨兵磨合锻炼了。想着，柳云想到上一次与上官恒完成绑定后，终端分配而来的任务，有些激动。
不知道这一次终端会分配什么样的任务。第77章争风吃醋。与柳云完成绑定的3个人，面庞上分别露出了完全不一样的表情。秦墨萧拿着手中的身份卡，唇角的笑容深意加重，眸子犹如盯紧猎物，随时朝着猎物的脖子上狠狠咬下一口的猎豹，眼中猩红野性的光泽一闪而逝。亲爱的，你终于是我的了，接下来的日子就让我们好好相处，让我更多的和你接触，慢慢的把你一点点蚕食鲸吞。程立将身份卡放在心口，一双眼睛深深地盯着柳云的背影，在柳云看不到的角度，冷白色的容颜上荡漾着对柳云深深的痴迷。阿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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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云。程立凝着对柳云所有的喜欢，唇角怎么也压不下来。阿云，以后我就可以时时看到你，常常和你痴缠在一起了。白卫青将手中的身份卡放好，眼睛在柳云的身上绕了一大圈。虽然那一夜因为程立下的药，他陷入了精神迷乱，梦到了自己化为了他的精神动物，与阿云紧密贴合的凝在一起是假的，但是他至今都忘不了那样让人畅快又舒溃的感觉，让他从头到脚都感受着与阿云合二为一在一起的感觉。有了绑定，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和阿云在一起了。只是白卫青看向站在柳云身侧，以他人不可轻挡，以强烈保护姿态护着柳云的上官恒，眸色变得锐利起来。上官恒是他不可能忽视的敌人，恐怕这一次即便他和秦墨萧、程立与阿云绑定，能够和阿云在同一栋别墅下时时刻刻的望着阿云和阿云在一起，上官恒也绝对会占据和阿云在一起的谁也不能够抢走和占有的位置。到时他还如何和阿云在一起，享受和阿云在一起的感觉？白卫青心下计算着，看向身侧的秦墨萧和程立，却见秦墨萧和程立根本没有意识到这点，而是在为接下来和柳云相处或者达到他们更深目的的弯眸笑着。呵，白卫青遮住眼中神色，一个敌人总是会比多个敌人好。秦墨萧和程立察觉不到也正好，反正时间还长，和阿云相处的这么多的时间里，他不相信一点和阿云单独相处的机会都没有。想着，白卫青虽仍旧对上官恒有所戒备，但看柳云的眼神却更多上了一层深刻的算计。柳云毫不知情上官恒、秦墨萧、程立和白卫青4个哨兵的想法，只是迫不及待地拿出了自己的身份卡，想看一看这一次的终端会分配给他什么样的任务。身份卡上跳动出来的任务让人有些惊讶，秦羽已绑定4哨兵安全度过10日。柳云疑惑皱眉，这是什么任务？柳云根本不知道自己的灵魂被一个名叫宫浩的来历神秘的哨兵打上了印记，而这个哨兵甚至可以轻易的就逼退所有 S 级、SS 级、SSS 级的会。上官恒、秦墨萧、程立和白卫青4个哨兵也从未见过这样的任务，但很快他们就做出了决定。第78章绿茶哨兵上线。看到这个任务的秦墨萧几乎立时上前，绝对不可能会错过如此天赐良机与柳云相处的机会。亲爱的，既然如此，我们就快些回家吧。秦墨萧说着，手要牵起柳云的手之时顿住了。忘记了，亲爱的是一个如此不同的人，如果就这样贸然前进，是会吓到他的，他会慢慢来。秦墨萧停下了手，面庞上也是扬着与他野性长相五官完全不同的柔和笑容。柳云点点头，对自己的战友的配合极为欣慰。好，柳云眸色认真，虽然不知道这个任务归根结底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但是只要有战友们的配合，他想一切都是会没有问题。走吧，柳云道。好。秦墨萧笑得更加柔和。程立的表情极其难看，深深的痴迷柳云的表情一瞬间僵硬凝固住，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凶狠的盯着秦墨萧，他竟然没有反应过来的让秦墨萧抢先他一步，错过了这个在阿云面前刷好感的机会。程立的心情有些阴郁，只能够跟在柳云的身后慢悠悠的走着，心中的嫉妒和吃醋怎么也停不下来。他咬紧牙关，下一次他一定不会再让这样的好机会从他的面前流失。白卫青却是挑了挑眉，对这样的画面早已经有了预料。早在和秦墨萧、程立来绑定的路上，他就已经猜到这样的画面往后只会多不会少。要说他不在意，那当然不可能。不过他想要的是和阿云更深更浓厚的单独在一起的感情，而不是只是这一些小小的日常的争风吃醋。他会等一个这样极好的关系的到来，而后和阿云步入更深一层的关系。秦墨萧并不在意程立和白卫青的想法，他的眼睛不由自主地滑动到了柳云贴着窗口贴的脖梗上，唇角的笑容怎么也停不下来。这窗口贴之下的恐怕就是他的咬痕吧。看样子亲爱的是根本就不记得这件事情，而这窗口贴只有可能是最开始便和亲爱的绑定的上官恒所贴上的。真是太好了，这说明他是在亲爱的身上留下印记的第一个哨兵，就连上官恒都没有在亲爱的身上留下印记，或许连亲爱的手都没有牵过。哈，这个发现可真是一件让他极为愉快的事情。秦墨萧的表情十分的松散，一双眸子更是愉快的眯着，像是一只懒洋洋的偷吃到了什么好东西的大猫。他是在阿云身上第一个留下印记的人，这个发现怎么可能会让他不感到兴奋呢？秦墨萧嘴角勾着胜利者的笑容，走路的步子也变得十分轻快了许多。很快 A 区01栋别墅抵达，早已经被修整好的别墅看起来完全的焕然一新，和曾经的别墅异常不同。现在的别墅外观和内里的装潢可是要比一开始的别墅要好上上千万倍。阿云，程立抢先开口，
我可以住到你旁边的房间内吗？第79章，柳云掉入程立虎口。什么？柳云还在思考终端下发的这个任务究竟是指什么，要如何的完成，却没有想到直接听到了程立这样的话语来。笑嘻嘻的秦墨萧一下子笑不出来了。哼，程立可真是让人讨厌啊！程立却是不管不顾，甚至连别墅的门都没有让柳云和他们进去的，当场开口讲起了话来。阿云，你知道的，我的狂乱期就要到了，如果没有你的精神力的帮助，可能渡不过这一关。程立抬起了头，那张早已经熟练装起温顺的小白羊的面庞，当即换上了无辜又无可奈何的表情。那一双极为好看的眸子，因为挂上了温凉，显得比其往常更加让人忍不住的怜爱上几分。更不用说那双一看到柳云，眼睛里就只有柳云一个人的，全部都是你的眸色。柳云点点头，好。柳云没有被程立的美色吸引到一点，而只是认真的在思考着。没错，战友的狂乱期是他作为向导必须去帮助他度过的一个极为难得关卡。只是柳云有些为难的道，可是我现在的精神休整期还没有结束，不知道你的狂乱期是什么时候。如果到时我无法帮助你度过，还需要提前想好办法。精神休整期？程立眨了下眼睛，犹疑的反问。没错。柳云点点头，将白卫青当初和他讲的医嘱说了出来。几天前，我的精神力因为一些事情陷入了干涸，过度消耗导致精神力不足。想到那一日他整个人奇怪的状态，柳云的表情含上了一丝罕见的女子的羞怯，那张精致漂亮的容颜瞬间染上了一层桃花似的薄薄的青分，看起来煞是好看。程立一时间看呆了，差点没有控制住的暴露出了他对柳云痴迷的真面目。还好柳云含着的一声不好意思的轻咳打断了他的痴迷。柳云道，白卫青为我注射了药液，让我有所好转，但是我还是需要不动用精神力的休整10天的时间才可以。今天刚到第4天。程立的眉毛微微动着，一瞬间有些微妙的怪异。他不动声色地将眸色向上官恒、秦墨萧和白卫青3个哨兵的脸上转了一圈，发现他们没有一个人对柳云所说的话提出异议。程立唇角上扬起一个细微的弧度，看来白卫青是为了不让精神力陷入干涸的向导，会不停地渴求哨兵解决向导这个问题和精神力干涸的方法，只需要哨兵与向导拥有足够多的亲密接触，就可以完美解决掉，甚至可以更加充盈向导精神力的这件事，让上官恒和秦墨萧知道，也不让阿云知道的，只为了让他们和阿云保持距离，而不能够触碰阿云，所以撒下了这个谎。而上官恒和秦墨萧这2个平日里根本不会和向导接触的也全部都是未绑定的哨兵，这一件事根本不可能知道这种事。可是他却是对这件事情知道的一清二楚。程立勾唇，对这件事有了主意。第80章，阿云，我可以享用你了。白卫青啊，白卫青，虽然这件事情你是为了你自己，是为了不让阿云有任何被其他哨兵亲密接触的可能性，可是抱歉了，这件事情我一个来自贫民窟，从贫民窟一步一步爬到城中心，建立了地下王国，建设许多黑暗才成为王的我，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你所种下的果实就由我采摘享用吧。程立饮下嘴角的笑容，只是让柳云放心的点了点头。阿云，没事，我的狂乱期到来的时间正巧是你的精神力彻底恢复完全的第2天。实际上他的精神狂乱期到来的时间就在今夜。程立眼中兴奋的光泽一闪而逝，只可惜他极佳的完美演技让任何人都没有发现到他面庞上细微情绪展现出来的不对劲，更不用提程立这最先对柳云身旁的房间下手的举动，已经完全的让秦墨萧出乎预料的生气着，哪里还有心思去看他的表情。而白卫青更加的不会在意，他在盘算一个可以让他和柳云单独相处的机会。至于上官恒只是动了动隐藏着诸多情绪的温和眸子，既然如此，你便住到阿云的房间旁边吧。柳云点点头，对于上官恒以她的丈夫的姿态对程立讲话，根本没有察觉到丝毫的不对劲。她已经习惯了上官恒一直在她的身边，甚至是极其信任她的，将她讲出来的话作为了她的话。程立当然发现了这一点，他抬起头，黝黑的眸子看了一眼上官恒，却并不是太过于在意。他今天晚上就要进入狂乱期，而今天晚上他就可以引诱阿云与他。程立想着，几乎控制不住自己的笑容。他又有什么好在意上官恒如今的这般样子？他便是连阿云精神力的休整究竟是什么都不知道，眼睁睁的就要将阿云拱手相送到我的手中了，还在以这样的姿态与我讲话。程立克制着自己的兴奋与开心，没有多说半句话。上官恒只将程立如今的沉默和没有半点发作的样子当做了他正在为能够住到柳云的旁边的房间而开心着，根本无心在意其他。上官恒也并不知道程立的打算，仍旧没有发现白卫青对于这件事所做出的谎言。程立点点头，到了一侧，将前方的路留给了上官恒和柳云行走。上官恒和柳云这才行走上前。秦墨萧冷冷瞥了眼程立和上官恒，对他们2人的存在极为不快。上官恒与程立怎么就这么的惹人讨厌呢？倒是白卫青。秦墨萧对白卫青这一路上的安静极为的意外，十分出乎他的意料。原本以为白卫青这个狐狸会是他在和亲爱的关系促进当中最为惹人厌烦的敌对，却没有想到白卫青却是这之中最为安分的一个。倒是上官恒和程立，一个以亲爱的正宫的姿态相处，一个耍着滑溜的心机，真是想对他们做些什么，让他们。第81章狂乱期来临，让他们所有人都能够悄无声息的在这个世界上消失。
秦墨萧毫不留情地展示着对上官恒、程立和白卫青的恶意，他眸子微微眯起，笑着，神色间夹杂的危险和冷漠，却是没有让柳云和上官恒等人察觉到。等到了别墅内，上官恒才开始对这个人物做出推测。阿云，终端分配的任务绝对不可能是无稽之谈，恐怕这10天内会有什么东西前来对你不利。上官恒浅浅的道。对于阿云，他是要的，他的所有自私与喜欢的爱意，他统统都栽种到了阿云的身上。阿云就是他的血肉与骨头，让他若是失去了他，会丢失了自己的灵魂与血肉身躯。他想要占有阿云，同样的也会保护好犹如他的身体与血肉骨头的阿云。柳云点点头，虽然有些疑惑，可也知晓上官恒说的对。既然这样，那我们每个人都在阿云的房门前轮流守夜，不就好了？程立笑嘻嘻的出声，正好我的房间离阿云的房间最近，那今天晚上就让我守在阿云的房门前，你们3个就一个人在客厅，一个人在3楼，一个人在附近巡逻。说罢，程立顿了顿，转身看向了柳云。阿云，你觉得如何？柳云点了点头，对于程立所提出的计划很是认同，是个合理的好安排。如今他们都不清楚究竟会是什么东西要对他不利，而他的精神力也在恢复期，根本无法使用。在这样的情况下，的确需要牢牢的防范。程立所说的计划是个极好的安排。程立看向上官恒、秦墨萧和白卫青，面庞上的笑容一如既往，带着自己的提议被柳云认可、赞同、得意感的笑容，很好的弱化掉了他真正的心思。今夜就是他与阿云彻底在一起的夜晚。好啊，我没有异议。秦墨萧坐在了沙发上，修长的双腿盘着翘着2郎腿。则如果不是为了亲爱的，他可能早就在程立这张哪里都很欠揍的面庞上打了起来。但是看在他是第一个在亲爱的身上留下痕迹的人，他就不计较这么多了。毕竟程立就是一个为了博得亲爱的欢喜而使出一些小伎俩的人罢了。可是他却早就和亲爱的有了亲密接触。亲爱的忘记了没有关系，下一次他会让亲爱的如何也不可能会忘记掉他。上官恒抬头看了一眼程立，里面不知道包含了什么。很快，在上官恒的厨艺下，夜晚降临，柳云进入卧房休息，而程立也如愿以偿的到了柳云的房间门口守着。他的心脏跳动得异常剧烈，英俊带着兴奋的面容怎么也不能够像往常一样正常的摆着，他的血液在体内滚滚的流动着，无论如何也安分不下来。程立因为激动嘴角抽搐着，怎么也想不到这曾经让他最为厌恶的，让他丧失理智和正常战斗力的狂乱期，会成为他如今最为期待的事。随着心脏几乎快要跳出来的激烈，程立知道他终于等来了狂乱期。第82章，狂乱期爆发，却像小狗的哨兵。更深的夜幕降临，上官恒、秦墨萧和白卫青都已经到了他们各自分配好的地方守着，而房间的柳云也已经陷入了沉睡。为了能够快速的和上官恒、秦墨萧、程立和白卫青4个哨兵磨合好，进入战斗，柳云几乎没有丝毫停息的就陷入了沉睡，想要让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力的损耗都快速的恢复。是以他根本没有注意到，在他陷入沉睡时，眉心一闪而是一个乳白色的神秘图案，而那正是宫浩在柳云的身上所打下的灵魂印记。门口的程立当然不知道门内的柳云这个情况，他还在兴奋着自己的狂乱期来临。他呼吸颤抖的将手放在了门把手上，一双眸子因为兴奋闪动着奇异的光泽。终于在浑身带动的酥麻下，他将门把手按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渐渐无法控制的狂乱期的癫狂。为了心中所想的目标，他忍受着狂乱期带给他的折磨，将门轻轻的关上，避免了上官恒、秦墨萧和白卫青任何一个人发现这里的不对。程立痴痴地望着床上熟睡的柳云，声音低低地呼喊着阿云。他的嗓子沙哑无比，望着月色下漂亮的仿佛在发着光的柳云，面色上的痴迷加重。阿云，阿云，阿云，他的阿云真是好看。程立步子沉重的一步一步走到了柳云的床边，一双眼睛细细地望着柳云的面庞，确认他真的陷入了熟睡，唇角的笑容越来越不受控制。只要他将他的狂乱期彻底释放出来，而不再克制，那阿云就必然会醒来。届时阿云不得不疗愈他的狂乱期，帮助他度过狂乱期。为他疗愈好精神力的阿云，精神力的损耗必然会再次迎来一次强烈的波动。到了那时，阿云即便是想要再次的维持镇定也不能，而他则可以顺势和阿云在一起。程立想着，噌的将自己一直努力克制的狂乱期给彻底的释放了出来。一瞬间，程立周身产生了明显的精神力波动的变化，他的表情更是陷入了挣扎的痛苦之中，失控和折磨在一瞬间碾压式的袭来。可即便是到了这种时候，程立仍旧在执行着自己已经做好打算的计划。他饱受折磨与苦痛的用着极为委屈又难受的声音喊着阿云。程立小声的喊着，右手柔弱的抓住了柳云的手，纤细的小手握在手中，让程立几乎瞬间开心了起来。可是很快，剧烈的精神上的痛苦让他无心再在意这些，而是继续低低的喊着阿云，阿云。完全信任自己的4个战友而深深陷入沉睡的柳云，被这带着10分难挨、压抑可怜的声音所唤醒。他仿佛听到了一只可怜兮兮的小狗在朝他哼唧，手上却是被什么极具侵略意味和统统想要袭向他的欲望感所包裹。柳云手指动着，睁开了眼睛，映入眼帘的一幕却让他瞬间呼吸停滞，几乎不敢相信自己面前的画面是真实的。第83章，小狗哨兵伪装得逞。
你……柳云望着陷入狂乱期苦苦挣扎的程立，忍不住攥紧了握着他的手。面前，陷入狂乱期的程立，周身弥漫着一股可怖的风暴一样的诡异环境。一圈圈犹如锋利的长刀气流，紧紧地将中心的程立裹住，在他的周身疯狂地转动，随时准备着逼近他，用这锋利的气流将他痛成头子，让他浑身七窍流血，彻底死亡。处于风暴中心的程立面色十分的痛苦，脸色更是惨白如纸。很显然，这风暴不仅处于他的周身，形成了长刀的气流，更在他的精神力当中疯狂地肆虐着他。柳云能够看清楚，他这张白的比一张纸还要苍白的面颊，平日乌黑发亮的眼睛中，眼眶已经渗出了血液。可是，即便是他痛苦到了这种程度，他还是只用着那双可怜巴巴的小狗一样的眼睛看他，像是在最后失去理智的困境当中，把唯一的理智和柔软都给了他，信任着他，把最为柔软的肚皮露给了他，只想要他去摸一摸。柳云紧紧地握住了程立的手，给他力量和信任的询问：“你的狂乱期提前了？”“阿云。”程立可怜地说着，渗出血液的眸子带着最后一丝清醒地对柳云道：“阿云，对不起，给你添麻烦了。”说着，程立的眸子压了压，陷入狂乱期但耗费着所有注意力保留下来的清醒，准确无误地落到了柳云紧紧握住他的那只手。程立唇上扬了一抹弧度，眼中得逞的光泽很好地隐藏在了阴影之下。柳云咬牙，顾不得其他。虽然他的精神力没有完全的恢复，但是眼下的状况已经顾不得他的精神力有没有恢复完全了，他必须尽快帮助程立从狂乱期度过。柳云脑海中一闪，忆起了原神所看的所有书中的一段知识：如何帮助哨兵度过狂乱期。哨兵每3个月就会来临一次狂乱期，陷入狂乱期的哨兵极其危险，一不小心就有可能会被自己的狂乱期状况所杀死。值得注意的是，每一个哨兵的狂乱期持续的时间长短与状况皆有不同，而作为绑定哨兵的向导，最为至关重要的一个责任便是帮助哨兵们度过极有可能会杀害掉哨兵的狂乱期。当哨兵狂乱期来临时，向导可以用精神力将自身包围，踏入陷入哨兵的狂乱磁场当中，一点点靠近他，最后给他拥抱，用你的精神力包裹住他的全身，让哨兵的精神狂乱在向导的抚慰下一点点消解。柳云想罢，眸色变化，瞬间大放自己的精神力，让精神力将他的全身上下包围。他牵着程立的手指，直接踏入了程立的精神狂乱磁场，恨不能杀死程立的精神狂乱磁场，却没有伤害到柳云分毫，反而像是喜欢他的路过他时，风流变得轻柔了不少。陷入深深狂乱期的程立，第一次用着全部的意识为自己留下了一抹清醒。他清楚地看到了柳云是如何坚定地拉着他的手，越过了精神狂乱的磁场，到了他的眼前。第84章圣洁的吻。那双因为狂乱期而变得全黑的渗人眸子，映透着的全部都是柳云那张精致漂亮，带着要救下他、要帮助他、燃烧的比什么时候都要好看的面庞。下一刻，却见柳云的头颅已经靠在了他的胸脯上，他的背后一只手抱住他，在脑海中肆虐阵痛，想要将他的脑子给分割搅成浆糊，冲出头皮的痛苦，因为怀中温柔而又坚定选择他的温暖，仿佛都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程立黑眸呆住，那丝最后的理智在这种滞空感中被无限的放大。他听到了自己心脏的跳动，那是被柳云引起的第一次刺激而又动心的跳动感不同，这一次的心脏跳动没有第一次那么激烈，却足够柔和。柔和的他仿佛感觉世界上只剩下了他与柳云二人，而他这颗因为柳云而柔和跳动的心脏，仿佛被柳云正在轻轻的抚摸一样，心间痒痒，心中温柔，仿佛知道了爱上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滋味。周身肆虐的锋利气流渐渐变小，脑海中的痛苦也逐步的减少，困住程立的痛苦和沉重一点点的消失，程立面前的画面越来越清晰，耳边的声音又再次回来。等到所有的理智回笼，程立也慢慢的低下了头，看着还没有松开抱着他的柳云的头顶，鼻息间飘荡着的独属于柳云身上的香气，让程立没有升起丝毫对柳云欲望上的冲动，而是像真正的温顺的小狗一样，微微的低了低头，不带丝毫欲望，极为纯洁又依赖的朝柳云的头顶上印下了一个依赖的吻。柳云没有抗拒，反而仍旧安安静静的抱着他，将头抵在他的胸膛。程立的耳边响起了来自柳云的极为明显的呼吸声，短促的呼吸声仿佛在诉说着什么。啊，云！程立动作温和的将柳云从他的怀中拉开，看清楚了柳云此刻的状况。毫无保留所恢复的精神力的柳云，在疗愈完程立后，就陷入了精神力损耗严重的副作用。他的眼神迷乱，身体虚弱，四肢无力，面颊绯红，完全不知自己在哪儿，自己做了什么，自己面前是谁，只认为很热，很不舒服，很想要。柳云抬起了迷乱的面庞，看着面前因为他氤氲着水雾的眸子看不清样子的程立，声音凌乱：“我好像很难受。”程立弯了弯腰，更加凑近柳云的面庞。虽然这一幕是他早已经期待和打算好的场景，可是程立看着为了他毫不犹豫付出所有精神力的柳云，早已经动了名为爱的心。他脑海中的黄色废料在这一刻化为了纯洁高尚的爱意。他望着柳云嫣红的唇吻了上去，柔软的唇触碰到的瞬间，程立抱紧了柳云的腰肢，柳云也因为不适感得到缓解的忍不住放松了心神。然而就在这刻，柳云的身体却突然猝不及防的彻底栽倒在了程立的怀中，一动不动，分明还有着呼吸，可就是让程立无法再感知到柳云存在的精神力。第85章攻号行动。程立慌了神，他仓皇的低头看去，柳云白皙的容颜没有变化，他已经从刚刚的苍白面色当中脱离了出来。
只是安安静静的闭着眼睛，看起来像是睡着了一样。程立紧急把柳云抱到了床上，心中只有慌乱。阿云，阿云，他低低的呼唤着，一双湿漉漉的眼睛紧巴巴的看着柳云，呼吸急促。为什么他感受不到阿云的精神力了？就像是面前的阿云的确是阿云，可是不过只是一个名为阿云、相貌为阿云的躯体罢了，而真正的阿云却不见了。程立根本不知，他在情不自禁吻上柳云的刹那，柳云眉心那个神秘优雅的图案骤现，伴随着一闪而逝的光芒，将柳云的灵魂带走。程立急切地冲出柳云的房间门，大喊：“快进来！阿云出事了！”只一刹那的功夫，上官恒、秦墨萧和白卫青三个哨兵齐齐出现在了程立的面前。三个哨兵面庞上流露出来的表情，在这一刻罕见的统一，皆是为了柳云的急切与关忧。另一边，鬼库林的中央地下，宫浩眉眼弯弯，笑着看看床上的柳云。床上，柳云穿着和在别墅内一模一样的衣服，只是与众不同的是，她的周身萦绕着一层淡淡的乳白色光芒，好似她并非肉身的她，而是一个让人难以相信的灵魂体。穿着一身白色精致贵气的宫浩，慢悠悠的到了柳云的床边。他对于柳云并没有丝毫的感情，唯有对自己弟所有物的喜欢。他伸出修长的手指，在柳云的面颊上细细的摩挲着，感受着手下带点温凉的触感。宫浩面上优雅金贵的笑容瞬间凝上了一层极具感兴趣的趣味。真好，终于等到可以看看你的脑子里到底装着什么的时机了。宫浩呵呵笑着，对熟睡的柳云没有丝毫的想法。昏睡中的柳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经受什么，他损耗殆空的精神力彻底干涸，让他连丝毫醒来的力气都没有。宫浩早已在柳云的身上打上了灵魂印记，只要他的东西有着丝毫的波动，他就可以察觉到。只是显然这波动比他所想的要大得多，竟然是他的所有物精神力耗空的波动。不过这样耗空的空空如也的精神力，才能够让他更快的知道他的脑子里到底都装着什么。接下来只需要他醒来，他用手段逼迫他，让他对他施展精神力就好了。宫浩兴奋着，期待无比，病态般看着柳云低低笑着的宫浩，疯子一样紧紧地盯着柳云的面颊，笑个不停。鬼窟林中围，疯狂吞噬着同类用来升级的，吃掉黎天阳，拥有黎天阳最后意识与记忆的会噌然抬起了头，他的一双眼睛精准地捕捉到了柳云所在的方向。阿云，是阿云，已经升级到 S 级的黎天阳会感受着这股他记忆当中极为熟悉的气息，情不自禁地喊着。他低低地吼了一声，朝着柳云所在的方向冲刺。第86章，他爱上了阿云。A 区01栋别墅内，秦墨萧狠狠揪住了程立的衣领，恼怒的面庞因为生气抽动着血管神经，英俊野性的面庞更多上了几分瘆人。程立，你就是这么保护我的亲爱的，让他强行为你度过狂乱期，精神力耗空没了意识，就连精神体在哪儿都找不到了。程立被揪着衣领，并没有作答，他咬着牙，眼睛当中的懊悔几乎快要渗透空气溢出来。他的情感变化让上官恒极快地捕捉到，他的心间猛然一跳，敏锐地察觉到程立不再有着之前浑身是刺的刺头形象，取而代之的是周身被一股温和的气氛所包围。他知道这代表着什么，这代表着真心爱上阿云的人多上了一个。这个爱上阿云的程立也如同他一样，因为知晓了阿云是什么样的人，而真真正正的爱上了阿云这个人的爱上了阿云。上官恒心中升起警惕，不动声色地瞥了一眼程立。他从不担心秦墨萧、程立和白卫青三个哨兵能够从他的身边夺走阿云，更不担心阿云会因为他们三个人披着羊皮的伪装就动摇了他在阿云心目当中的分量。因为他知道，他们即便是再如何喜欢阿云，也会因为不爱阿云，而根本不可能知道阿云是一个什么样的向导，也不可能会打动阿云的心，只能够像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一样围绕在阿云的身边，等着那个可能把他们眼中对他们来说像是一道可口的肉菜的阿云吞吃殆尽。可是爱却不一样，爱上阿云就代表他真正的知道了阿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一个什么样的向导，而这样的爱，这样的了解，足够一点点打动了阿云。上官恒呼吸停滞着，有些缓不过来，有人要与他真正的争夺柳云这件事。检查出来了，白卫青面色难看，有哨兵在阿云的体内烙上了一个灵魂印记。什么？话音落下，上官恒、秦墨萧和程立齐齐震惊地抬头。白卫青手指轻动，包含着精神力的手指在柳云的额头上抚过。很快，一个极为神秘、有着淡淡辉光的图文忽明忽暗地出现在了柳云的额头上。上官恒、秦墨萧和程立三个人的脸色更加难看，对这个在柳云身上烙下灵魂印记的宫浩深深地记恨上。身为最强哨兵，他们都知道灵魂烙印是怎么回事。灵魂烙印不是哪一个哨兵都能够学会的，而是唯有以月光为印，疗愈精神力的一个极为神秘古老的家族才会拥有的能力。他们可以不需要绑定向导，而只需要在月光下沐浴几分钟，就能够轻松地度过狂乱期。月光下的是无敌的，更是不可能会伤害到他们。他们可以利用月光的力量，牵动自身的精神力，在任何向导亦或者哨兵的灵魂上烙下灵魂烙印，随时引出他们的灵魂体，当做他们自己的东西。他的阿云，亲爱的，被流氓家族的流氓哨兵随意的烙印下了灵魂印记，被取走了灵魂。第87章，上官恒是占有欲最强的。此时此刻的上官恒、秦墨萧、程立和白卫青知道了终端所分配给他们的任务到底代表了什么。公家的人早就因为这样变态的能力而被驱逐出星际城，只能够在鬼窟林内生活。
他们究竟是怎么会出现在城中心，还对亲爱的烙上灵魂印记的？秦墨萧怒着，程立的心不安到了极点，他没有闲情心去关注这些有的没的东西，他不安恐慌的只想要尽快将柳云找回来。阿云这个样子已经过去了10分钟了，如果超过3H 没有把阿云的灵魂体带回来，阿云就更加难以回来了，说不定还会彻底成为公家人的物品。对，白卫青阴郁着眼睛，公家的人一向卑鄙无耻，我们必须尽快前往鬼窟林找到他们。阿云如今的精神力耗空，但他与我们有着精神绑定，我们会找到阿云的。事已至此，只能这样了。秦墨萧狠狠地剜了一眼程立，若是以往，程立必定会用同样骇人的气势回瞪回去，只是这一次他只有急切的对柳云的担心。他对柳云容颜上气质上的痴迷与喜欢早已重新的过渡为对柳云纯洁无瑕的喜欢与爱。他不图谋柳云什么，只希望柳云能够在他的身边，能够安然无恙的与他共度一生。程立稍快一步的与上官恒擦肩而过，眼中甚至没有对上官恒的嫉妒与情敌间的在意，他根本就不再在意柳云的身边有几个哨兵，只在意柳云。上官恒却不同，他眯了眯眼睛的看着程立的背影，知道他是一个极为棘手的强劲的对手。便是他在爱上阿云之时，也永远都充斥着对阿云的占有欲与嫉妒欲，可是程立竟然没有丝毫。这样的人最能够成为阿云口中所心心念念的喜欢的最好的战友。阿云的天秤恐怕很快就会倾斜到程立的身上去了。上官恒不愉快的顶了顶腮帮子，为什么阿云总是这么轻而易举的就吸引到了这么多哨兵喜欢并爱上他？他可真是越来越难以高兴了。4个哨兵之中，对柳云占有欲最强的不是冷似邪性的秦墨萧，不是疯子般折腾的程立，更不是狐狸般精明狡猾的白卫青，而是这个常年冰冷着面庞，对世间任何一切都好似不感兴趣的上官恒。4个哨兵朝着鬼窟林愈赶愈快的同时，鬼窟林中部的黎天阳会也已经一路不知撕扯着吃了多少回的身体来升级他的等级。很快他抵达了柳云所在的中心部，而他的等级也已经从 S 级到达了 SSS 级，距离突破升级进化到新的形态也不过是只差了一些最为关键的食物，最为纯粹的精神力。吼！黎天阳会大声地吼着，宽大的脚和双臂狠狠地拍打着看起来异常平稳坚固的地面。阿云，阿云，阿云！他知道他的阿云在里面，他想要成为阿云地哨兵的阿云在里面。噼啪，平滑的地面出现了裂痕。第88章，宫浩兴奋。裂痕张扬着在地面上破开了一条缝隙，随着噼里啪啦的声音，地面上的缝隙越来越大，逐渐轰隆隆地倒塌下去，露出了里面的道路。用纯白大理石铺成的道路，通往的是一座地下古堡。黎天阳会挣扎着、扭曲着、抽动着身形的，直直朝着这座像极了用月亮砌造而成的地下古堡涌去。阿云，阿云，阿云！他喃喃地低语着，眼中唯有在地下古堡深处的柳云的灵魂体。地动天摇的动静没让宫浩皱起丝毫的眉头，而只是温柔地笑了笑，看着柳云那张还在熟睡的面颊，眼中的兴奋更加旺盛。阿云，你看，你多是一个极为珍惜多存在啊！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就有人来救你了。你可真是我得到的最为珍贵的珍稀物品。宫浩并不知道来的不是什么人，而只是一支即将突破 SSS 级的会。但当他看到来的是一支即将突破的 SSS 级会，他脸上兴奋的神情只多不减。此时此刻的宫浩却已经迫不及待地逼迫柳云醒来，要他说出他脑海中的秘密，要他说出这个拥有着仿佛另一个时空的能力的东西，让他彻头彻尾地拥有到它。至于柳云，一个他要拥有的东西的器物的容器，当然是要与他要的东西一起永远地留下来。轰！柳云的身子好似有火在烧一样，他猛然睁开了眼睛，映入眼帘的却是帅气到如梦似幻，仿佛用月光打造出来的哨兵，让他一时间有些愣神。可是很快，柳云就无法去注意这个哨兵，他被体内仿佛来自灵魂深处的灼烧的痛感所吸引了全部的注意力与精神。啊！柳云发出一声凄惨的悲鸣声，这是什么情况？柳云痛得弓着腰肢，发现了自己的异样。我的手，我的身体为什么还会散发着乳白色的光芒，还有种不真实的冰凉感？柳云挣扎着抬头，分明疼的额头上全部都是汗珠，可他那张坚毅苍白的漂亮脸蛋上仍旧保持着绝对的警惕。你是什么人？你对我做了什么？宫浩挑眉，都忍不住为柳云这般样子拍手叫好。阿云啊，阿云，你真不愧是我看上相中的所有物啊！到了这种时候，还能够如此淡然地问我问题。宫浩笑眯眯的，对盛装着他对拥有其他时空之感的东西的容器极为满意。他是他们宫家最后一个继承人，他的灵魂烙印可是谁也不能够抵挡得住，谁也不能够不安然无恙地听从他的命令的。他的灵魂烙印在经过他打到他想要的向导或哨兵的灵魂上后，可以随心所欲地在他们的灵魂深处放上一把火，一把足够把他们的灵魂燃烧殆尽到连一点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痕迹都没有的火焰。可是阿云非但能够保持镇定的样子，还能够质问他，与他讲话，这怎么可能会让他不兴奋呢？但第89章，宫浩病态地对柳云，但这也改变不了他只是他想要的东西的一个容器，而现在他就要拿到这个东西。柳云强行忍着疼痛，眼神中的警惕和锐利丝毫没有减轻。他察觉到了不妙，看着面前一步一步向他走来，好看的不似正常人的宫浩，柳云从灵魂深处感到了一股不容小觑的压力。
这种压力比好似在他周身每一寸经脉内燃烧，给他带去剧烈痛感的火焰，还要让他产生压力。这个人不简单。柳云手指轻动，正要从自己的随身空间当中掏出东西，与面前的宫浩战斗，却发现自己的随身空间竟然无法从中取得东西了。他眸色微变，另外改变思路的去暗中观察房间内他可以用来当做武器的东西。你，宫浩低低的笑着，优雅磁性的声音中透出意味极其明显的兴奋。你刚刚使用了那个有着另一个世界的东西的能力了吧？宫浩兴奋地吊着眼睛，仿佛玉石般莹润感极强的眼睛凝上了与那双温和的眸子完全不符合的骇人的病态。柳云手轻动，面色有着细微的变化，却仍旧不动声色。这个人竟然能够察觉到他的随身空间，看他的样子，他把他变成这样，把他掳来就是为了他的随身空间。你想要我的东西？柳云被体内灼烧的烈焰感折腾得浑身麻木，可他还是强行撑着身体站了起来。那张苍白脆弱的精致面颊有着前所未有冷静的与宫浩直视，既然想要，为什么不直接取走？宫浩挑眉，倍感惊奇。这个柳云倒是有些意思。以往他烙印下印记用作玩乐的哨兵与向导们，只要被他施展了灼烧感后，就会趴在地上痛哭流涕，面容扭曲的求他放过他，亲吻他的鞋子的高声承认了他们是他的奴隶的身份。可从来没有哪一个能够在承受着烈焰灼烧灵魂当中，还能够如此镇静自若地站在他的面前。宫浩心中对于取走藏在柳云脑海当中他倍感兴趣的拥有另一个世界的能力的珍稀物品，突然间就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了。取而代之的是对面前的柳云有了非同一般的兴趣。他饶有趣味的用着一双精彩绝艳的眸在柳云的身上转了一圈，笑着。这个承载着他所要的珍稀物品的容器，阿云似乎要比他要的珍稀物品还要有意思啊。见宫浩停下了脚步，柳云猜测是自己的话起了作用，他抬眸道：因为你根本拿不走，所以只能够把我。说话间，柳云一只手已经迅速地拿起了桌面上的一个台灯，狠狠地朝着宫浩的头颅砸去。他的神色凌厉，痛感沸腾的全身也未能让他拿着救命的武器有着丝毫的抖动。他拼尽了全力的要趁势解决掉宫浩，然而下一瞬，他的身体不受控制的被一股惊奇的力道死死地按在了地上，体内灼烧感的疼痛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比之更加剧烈的撕扯着他灵魂的痛苦。宫浩笑得前所未有的高兴。第90章，小奴隶真乖。柳云的身体因为疼痛攻成了虾的形状，他弯着腰肢，惨白面色的面颊上，额头大颗大颗的汗珠滚落而下，被一寸寸撕扯他灵魂的每一寸恨不能撕碎的疼痛感觉折磨着。柳云咬着牙，为让自己发出一声承受不住的惨叫，他的眼睛更是前所未有的明亮。这个人的实力太过强悍，而且他的身体竟然会如此听之任之的任凭他遭受痛苦，不太正常。宫浩呵呵笑着，欣赏着柳云面庞上的表情，忍不住半蹲下了身体，一只手轻轻地抬起了柳云的下巴，捏着她的脸颊，左右赏玩玩物似的看来看去。贺宫浩瞅着他被他挟制在手中无力挣扎的面庞，笑眯眯的：我改变主意了，你比起你的脑海当中那个要被我用来收藏的珍稀物品更加有趣，就让你在我的身边好好的伺候我吧。柳云眼中痛感没有减少一分，他只是抑制着颤抖的呼吸声的询问：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会拥有这样恐怖的力量？他的力量分明和一般的哨兵完全二不同。我妈，宫浩抹擦着柳云面颊的，像是在赏赐自己的宠物一样，亲密的在柳云布有他神秘月色烙印的额头上亲了一下，笑眯眯的：我是你的主人，宫浩。主人？柳云差点被这句话荒谬的笑出声。她一个特种兵女王，还真没被人这般对待过，倒是让她觉得极其好笑。不过，柳云眸光微闪，没有把刚才所体会到的一瞬间波动忘却。这个人虽然是个神经病，但是他似乎只要和他靠近，就能够减轻体内的痛感，力气似乎也能够恢复上不少。是以，柳云并没有再继续说出什么呛声的话，而只是静悄悄地通过与他靠近，恢复身体内的力气。宫浩想当然地把柳云刚刚低低的一声主人当做了认同，他笑眯眯的，更加亲切地摸了摸柳云的头，真乖。柳云忍着打他的欲望，只是更加谨慎地恢复力气。吼！远处地动天摇的晃动感让宫浩慢慢悠悠地站起了身。小奴隶，你还真是我烙印下的最为值得一个东西，比我看中的藏在你大脑里的物品还要珍惜。看看来救你的，竟然不止那4个已经到了鬼窟林的哨兵，还有一只即将突破升级的 SSS 机会。黎天阳会猩红的眼睛看向地上缓缓喘息的柳云，一时间狂躁、暴乱、怒火、担忧等情绪纷纷杂七杂八的朝他席卷而去，让他立刻冲到了宫浩的身前，与他打斗了起来。柳云并不知晓为什么一只会来救他，他无力去想这些事情，而是拼命挣扎着想要起身逃出去。他发现了，他的身体之所以能够通过接触宫浩恢复力量，不仅仅是因为宫浩身上缠绕的精神力，更重要的是他身上那抹好似月光一样的光华。而这只会在带着满身月光步入时，他便犹如进入了海水中的鱼一样，呼吸到了新鲜的空气。第91章，小狗哨兵想哭。他猜想，只要他能够沐浴在月亮之下，他的身体就会完全的恢复。趁现在逃走，便是最好的时机。柳云跌跌撞撞的离开，宫浩发现了，轻轻笑着要动用灵魂烙印，把柳云的灵魂的重新折磨的丝毫力气都没有。可是他动用这抹灵魂烙印的能量后，得到的却不是柳云的身体无力趴在地上的情形，而是他一步一步，脚边砸下他承受不住的从鼻子当中冒出的血液的继续行走。宫浩惊诧着，不怒自威的阴冷笑了笑，
小奴隶还真是不乖啊，这样就要逃离我的身边了。刚才的乖巧原来都是假的。吼！黎天阳会甩动着自己的手臂朝宫浩身上挣去，宫浩不得不回神与他战斗，对他只有厌烦。可是他周身升腾的隐隐突破的力量，让他不得不认真与他战斗。这支会和寻常的 SSS 忌讳不同，他距离突破只差临门一脚，实力堪比30只 SSS 级会，这种等级的会他从未见过。要想达到这种等级，会必须杀够足够多的 S 级往上的向导和哨兵。可是他地周身分明没有向导的精神力波动气息，只能说明他是吃了自己的同类才到了如今的等级。这家伙到底是吃了多少同类走到这儿的？宫浩敏锐察觉到黎天阳会攻击的手段极其生涩，根本不是身经百战的 SSS 级会，而是在短短1天内就升级到此的会。宫浩打斗的眼神认真了起来。另一边，柳云捂着滴血的鼻子，迈着步子，终于抵达了被黎天阳会捣毁出一个大洞的地口。月光照在身上的时，柳云周身的疼痛几乎瞬间迎来了缓解，他疲惫苍白的面色得到了久违的舒缓和放松。长时间的精神紧绷让他骤然得到了放松，刹那他的身体也不由得全身心的放松下来，双腿发软的要摔倒在地。下一刻，柳云的腰肢被人紧紧地揽在怀中。柳云抬头看到了一张关切、着急、担忧，甚至眼中夹杂着泪意的面庞，是程立。柳云停住了挪动的力量，而是声音温和地询问：“你的狂乱期安然度过了吗？”程立忍不住将柳云抱入怀中，真正的像是一只彻头彻尾的小狗狗一样，将脑袋埋在柳云的脖颈上，嗅着她身上飘来的香气，忍着郁气的瓮声瓮气的道：“还好你没事。”话音落下，上官恒、秦墨萧和白卫青也抵达了他们的身边。上官恒望着程立，紧紧抱着柳云，柳云还没有丝毫抗拒的样子，毫不客气地上前将程立拉开了柳云的怀抱。他忍着极度的装作，和往日一样冷冰冰的开口：“阿云体内的灵魂烙印需要让宫家的人消解，而且还需要尽快带阿云的灵魂回去，否则阿云的灵魂就会再也回不到身体内，也只能够被宫家的人奴役。”对，程立倒是不生气，反而咬牙切齿：“宫家的杂碎太过分。阿云，你有没有事？”轰的，宫浩已经到了他们的面前。第92章，新哨兵出现。程立当即挡在了柳云的面前，怒着面色看他。宫浩笑眯眯地歪头去看被程立挡在身后的柳云，他的右手布满了黎天阳会对血液，手上滴血液正大颗大颗地朝着地面砸去。他好似一个恶魔，却因为长相和周身的气质干净优雅的不行，矛盾又诡异。看着柳云的那双凝聚着月色光辉的好看眸子，更是有着让人毛骨悚然的温柔。小奴隶怎么就这么不乖的突然就逃走呢？你说谁是奴隶？程立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响，如果不是因为要保护身后的柳云，他此刻已经扑了上去，在宫浩的脸上揍了起来。宫浩眉梢轻动，仍是笑眯眯的模样。秦墨萧与白卫青却已经动了起来，开始疯狂的进攻宫浩。上官恒则忍着怒火，在柳云的身旁同样的保护着他。柳云的力气已经恢复了不少，看着宫浩手上的血液，听着除了秦墨萧与白卫青和宫浩打架的声音，柳云意识到了一件事：那个不知什么原因突然出现救了他的 SSS 集会，似乎已经死在了宫浩的手中。哼！柳云体内心口猛然骤痛。程立听到了他痛苦的呼吸声，连忙转身握紧他的双臂，询问：“阿云，怎么了？”柳云的面色比刚才相比还要苍白。我可能要昏迷过去了。柳云虚弱的道。什么？程立慌张又担心。下一刻，柳云已经软软的倒在了他的怀中。倒在他怀中的柳云，身体比刚才要冰凉数倍。阿云必须尽快到他的身体那边，否则就再也无法回去了。上官恒道。他看了眼秦墨萧与白卫青，虽然极其不想要程立和阿云单独相处，可他知道，若是让秦墨萧或者白卫青任何一个人护着阿云回别墅，他们必定会趁机对阿云做些什么。而程立这个如今他最大的情敌，却会因为爱阿云而不会对阿云做任何事，顶多只会在照顾阿云时享受着与阿云欢愉的恋爱的感觉。你去送阿云回去。上官恒道。这里留我、秦墨萧和白卫青来对付。宫家的人在外逍遥这么久，该被监禁了。宫家的人终端不是不想要把他们给抓捕起来，而是因为终端所派出去的向导与哨兵根本无法把他们抓起来。这一次，该让全星际都厌恶头疼的存在被牢牢地抓住了。程立抱着柳云，一刻也不敢耽误的连忙朝着 A 区001栋别墅赶。另一边，在黎天阳会死亡的房间角落内，高大威猛身躯看起来有些可怖的会身形骤然散去，取而代之的地上出现了一个长相极为柔美漂亮的男子。SSS 及黎天阳会因为在与宫浩打斗中稀释到了他的精神力，成功突破了等级，化为了人形。让人惊异的，他那张雌雄莫辨，像是狐狸又像是盛放的樱花的绝美面容，看起来与黎天阳有着3分相似。发生在黎天阳会身上的一切，无人所知。但第93章被当替身，小狗哨兵委屈屈。但是程立怀中的柳云更加不知道这一切的情况，他的灵魂被程立抱着的，一路奔跑到了身体。程立紧张无比的将柳云的灵魂放到了柳云的身体旁边。很快，柳云的灵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与身体融合在一起，昏睡在床上的身体面色也逐渐好了起来。程立松了口气，还好赶上了。程立没有想到柳云在柳云灵魂被勾走之前是什么样的状态，直到下一刻柳云的面色迅速涨红起来时，他才猛然想到不对。
不对，程丽看着柳云，呼吸一瞬间颤抖了起来。阿云，在昏迷过去前，分明是精神力耗空的状态。程丽的心脏砰砰砰地跳动起来，比任何时候都要紧张，更比任何时候都觉得呼吸节奏慢腾腾的，时间仿佛也在这一刻放慢了下来。柳云紧闭的眼睛，睫毛轻颤地睁开，一双湿漉漉的眼睛含着水汪汪的春水的望向了程丽。程丽的呼吸骤然停滞，一时间紧张的无以加负，但是双手和身躯却还是忍不住的前倾，想要去亲吻柳云那张染着桃粉色的面颊，被柳云现在的样子勾引的心动又痴迷。阿云，程丽暗哑着嗓音的低低唤着。上官恒，柳云倾纳而出的话语和不假思索抱住程丽腰肢的举动，让程丽再也没有了丝毫的阴影。他沉默着，双手跟着紧紧抱住了柳云，去缓解她的难受。垂在柳云脖颈处，埋在柳云脖颈间的英俊面颊，唇却微微扁了下来，带着委屈和可怜。阿云，为什么念的不是我的名字，而是上官恒的？难道就因为阿云为之绑定的第一个哨兵不是他，而是上官恒吗？感受着脖颈间毛茸茸触感的柳云毫无所知，程丽在扁着嘴唇，可怜兮兮的委屈着。他只把这一次的情景和上一次在哨兵军校内突然爆发的情景混为了一谈。面前的程丽也完全当作了是上官恒，而不是程丽。柳云贴着程丽的身体，只觉得前所未有的舒适，甚至想要贴得她更近的手指摩挲着钻入了她的衣襟，触碰到了她的8块腹肌。哼！程丽面色霎时间紊乱的低哼一声，眼底燎火的欲望喷薄升腾，喉结忍不住上下滚动的，赶忙抓住了柳云乱动的手。怎么？柳云抬起红彤彤的面颊，那双如痴如醉、晕乎乎盯着她的眸子，更让程丽几乎要控制不住。可是她知道，她不能这样随随便便就与柳云发生什么，更不能够以上官恒的身份名义与柳云发生什么。她咽下口水，单只手紧紧地抓住柳云的手腕，让她无法再乱动乱摸，只是轻轻地低声：“阿云，你困了，你需要休息。”困。柳云抬头眨眨眼，感觉这样的说话语气不像是上官恒的，想要看清楚眼前的人是谁，可始终看不清。程丽抱着柳云，将她重新放在了床上，用着精神力缓缓地让她陷入了短暂的沉睡。阿云，第94章4人为柳云分裂。阿云，程丽还是那副委屈的样子，只是用手指有些贪恋又有些喜欢地摸着柳云的面颊。阿云，如果你念的是我的名字，我现在早已经让你的精神力恢复好了，可是没有办法，阿云念的并不是他的名字，他也只能够用这样的方式保护阿云。想着，程丽站起身，回忆着曾经白卫青所说给柳云使用了药液，让他的精神力恢复了些许的话。程丽猜出白卫青所使用的根本不是什么药液，而只是单纯的补充向导精神力的营养液。呵呵，程丽啧声，对白卫青这下三滥的心机和技巧十分不屑。白卫青，一个堂堂城中心的神医，为了不让其他的哨兵触碰阿云，竟然撒下了这么一个令人可笑的谎言来。程丽双手抱臂，对白卫青的不屑几乎快要溢出来。他拿出身份卡与自己的手下发消息，让他们带来众多的营养液。这个谎言也该让我拆穿了。程丽冷笑。另一头，还在与宫浩作战的上官恒、秦墨萧和白卫青，并不知晓柳云与程丽这边的状况究竟是什么情况。三个人罕见的齐心协力地对付着宫浩，不仅仅是因为他们都对宫浩这个给柳云烙下了灵魂烙印而感到生气，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这个宫浩比他们所想的要难对付上数十倍。他们必须联手，否则就连个平手都难拿。程丽那个家伙该不会是忘记通知其他哨兵来帮助我们了吧？秦墨萧眼神凶狠。哼！白卫青轻轻哼着，在他的眼中，程丽依旧是那个靠着一点没用的心机来赢得只是和柳云淡淡相处的那一点机会。程丽现在恐怕高兴和阿云单独相处还来不及，又怎么可能会想起来帮我们叫来哨兵？白卫青讲着，冲着上官恒微微一笑。上官恒，你说你是明知道如此才会让程丽去护送阿云，而把我和秦墨萧留在这儿吗？白卫青嘻嘻笑的面颊上危险气息昭然若揭。上官恒淡淡看他一眼，道：我已经通知了，他们马上就到。什么？白卫青愣了一下，没有反应过来。下一刻，无数个哨兵从天而降，布下了天罗地网的把宫浩囚禁在包围圈内。来的正是上官恒哨兵军校内的全部哨兵和副官。长官，抓捕完成！他们一行几十个人齐齐高声喊着。上官恒点点头。与此同时，所有哨兵的身份卡上都出现了一则消息提示：清理打扫公家别墅，把公家别墅内所有人带回终端牢狱站。清理吧。上官恒摆手。是。所有哨兵极其听令的开始打扫了起来。白卫青却没有放过刚才的话，继续逼问上官恒：上官恒，刚才我的话你还没有回答？穿着深黑色制服的上官恒在秦墨萧和白卫青的两个哨兵的脸上分别扫了一眼，道：他比你们两个人任何一个都要合适护送阿云。第95章吃醋。白卫青看了眼秦墨萧，问着：上官恒，你是要和程丽站在一起？上官恒是他最大的情敌，可是现在他竟然会和程丽站在一起，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程丽也在不知什么时候爱上了阿云，爱的甚至连上官恒这个对阿云有着最强占有欲的家伙都放心的把阿云交给他。他们两个到底什么时候横气一气的？秦墨萧眉毛动着，根本不明白这之中包含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只是野性黑眸带着戏谑的扫了一眼上官恒与白卫青。
他们2个人打什么哑谜都和他都没有关系，他也不想掺和进去，只是想尽快的拥有亲爱的罢了。若是上官恒、秦墨萧、程立和白卫青4个哨兵间，谁最想要和柳云拥有最为浓烈的感情与关系，必定是秦墨萧。早在他见到柳云的第一眼，他脑海中升腾着的就不仅仅是要得到柳云，而是要和柳云合二为一的幸福。脖颈上的印记也不过是他最初所做的最为淡雅的一个印记罢了。若不是因为有其他的事情耽误，他当时就会在柳云的身上留下不止一个咬痕的印记。走吧，秦墨萧出声打断了他们。我可不想回到别墅后看到的是程立和我的亲爱的在一起的画面。实际上，柳云与程立是合法的精神绑定关系，即便是2个人在一起也是正常的。可秦墨萧很显然没有把这件事情放在眼中。呵呵，什么合法？当初他选择和他们装作表面和平的去绑定站绑定，就是为了能够和亲爱的在一起罢了。至于上官恒、程立和白卫青这3个家伙，他从一开始就没有把他们放在眼中。提及这个，白卫青的面色就有些难看。阿云的精神力耗空，就会不由自主地索取哨兵，想要通过和哨兵更加亲密的关系来缓解自己的不适。在他们冲到阿云的房间里后，看到的就是程立慌乱无措地抱着阿云的样子。谁知道在阿云的灵魂被宫浩给召唤走时，他在和阿云做什么？而现在阿云的灵魂是回去了，可是阿云的损耗的精神力却不可能回去。谁又知道他又会和阿云发生什么？快些！白卫青忍不住道。秦墨萧看了他一眼，倒是对他这般上道十分认同。上官恒嘱咐了哨兵们几句，也跟着离开。他并不担心程立会对阿云做什么，毕竟即便是如今的他，要想和阿云发生什么，也绝对不会是趁人之危，而是逼迫阿云不得不答应与同意。上官恒、秦墨萧和白卫青3个人走得极快，剩下的打扫清理的哨兵们却是在发现角落里一个腹部烂了大洞，还有着呼吸且浑身没有丝毫衣物遮挡身体的黎天阳。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的，十分迷茫的瞪着眼睛。怎么办？这个人要不要也带回去？带啊！虽然不知道他是不是公家的人，但是他既然在这公家的地下别墅里，就一定和公家脱不了干系。带！几人忙活着，根本不知道他们带了个什么东西回去。